和明星女友分手后，你用一首《回到过去》引发了全网共鸣，不仅各大娱乐公司扯破头皮想与你签约，更是得到了国民妹妹苏沐雨的青睐。然而前世你原本是一名原创音乐人，结果却因为听了几句临时抱佛脚直接猝死，导致偶然让你穿越到了这个叫江宇的舔狗身上。此时你坐在杂乱的房间中，看着周围满屋的啤酒瓶以及手机上烧杯女友发来的分手短信，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你看了看手机上的余额，总算是知道那个叫赵依依的人为什么会跟他分手了。如果记忆没有混乱的话，在实习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档女团节目，并成功组团出道。至于一个毫无背景的丫头为什么能出道，懂的都懂。你轻轻叹了一口气，随后便离开了出租屋，来到了自己所上的大学——江夏影视大学。你走进了学校旁边的一家小酒吧，说起来倒并不是什么蹦迪的那种，就是那种有卡座、有驻场歌手，大家能聊聊天的那种。现在驻场歌手正在唱一首目前很流行的歌曲，而你只是专心的听着歌。怎么说呢？歌手还不错，但歌确实有点怪，就是不知道自己那个世界的歌，在这个世界的审美怎么样。想到这里，你起身走向中间的舞台，对着舞台上那正在唱流行歌曲的女子笑了笑：“美女，我能唱一首歌吗？”女人停下歌声看向你，对于这种事情她并不陌生。这种音乐酒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那些都是气氛到了之后才上台的。没想到今天居然会这么早就有人上台唱歌了，而且看上去好像也没喝醉，再加上你那帅气的容颜，让一些起哄的客人们纷纷鼓起掌来。你回头对那些鼓励自己的帅哥美女们笑了笑，面对着台下的几十个客人，对着话筒嘴角微微一扬：“今天我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情，所以我想唱一首歌献给自己。”没有过多的延长技巧，宛如叙事一般，向场内所有人娓娓道来，仿佛一个人老了之后躺在摇椅里那种悠闲的感觉。此时顾客们都停下了交谈，看着台上那个弹唱的少年，思绪远飘。这首歌我搜了一下，网上居然没有啊，他这是原创。我认出来了，他是我们影视学院的校草江宇啊！我去，之前光是看了照片，现在看到真人这也太帅，你不说我都没认出来。他不是从来都不到这种地方吗？今天我看到赵依依的微博了，估计是借酒浇愁吧。可你并没有在意台下人们的讨论，还在慢慢的唱着。分散之间的注意，这次回报的肯定，这样挽留不知还来不来得及，想回到过去。你的歌声清淡如茶，曲子也没有那些流行音乐中的狂躁感，轻轻的歌，缓缓的旋律，却直入人心。谁曾经没有谈过一段青涩的恋爱？可是现实逼迫人现实，谁又甘心只有一段青涩的恋爱？在场的顾客陷入了一片沉默，个别女顾客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似乎被歌声牵引出了记忆，眼神中出现些许的悔意。此时，酒吧隔断中坐着几个安静听歌的姑娘，女孩们都很青春靓丽，但这当中有一个最闪耀的姑娘，一袭白裙黛美如画，丹凤眼桃花眸淡雅却有不失俏皮的气质，更是让人倾倒。江夏影视大学校花国民妹妹苏沐雨，苏沐雨如两汪秋水一般的眼眸，从始至终望着台上那个身影，看得都有些出了神，还带着一抹心疼。思绪被拉回到过去，你们是高中同学，关系非常好。这些年中，苏沐雨一直对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之后上了大学，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交流也越来越少。本来想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找你聊一聊，可还没来得及，就听到江宇已经谈恋爱的消息。歌声缓缓消失，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你笑了笑，一首回到过去送给你们，其他的歌暂时没有了。如果有缘，我还会回这里再给你们唱一首。说完话便走下了台。突然仿佛是有了默契一般，现场嘈杂的声音慢慢弱了下来，众人的视线全部朝一个方向看了过去。只见校花苏沐雨不顾周围人灼热的目光，走到了你的面前。好久不见了，江宇。宛如银铃般的声音沁人心脾。是啊，好久不见，你又变漂亮了。你当然知道眼前的女孩是谁，可是在记忆里，这个女孩在上了大学之后，你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之后就没有了任何交集，周围也一片沉默，所有人脸上都带着一抹不可思议。作为江夏影视大学中最闪耀的那颗星，居然主动来找别人口中不求上进的江宇，方便聊一聊吗？你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还是点点头。你看了看安静的湖边，要不到那里，但说完你就后悔了，因为在江夏影视大学湖边的小坡，这个时间在湖边说悄悄话的基本都是情侣，但苏沐雨并没有拒绝，直接朝湖边走了过去。她的秀发倾泻而下，小腿纤细笔直，在网上看虽然不至于很丰满，但恰到好处的弧度令人无限向往。再看那如柳一般的腰肢，仿佛夺命的刀。苏沐雨沉默了半许，然后缓缓说道：“你就那么喜欢那个赵一吗？失恋还专门给他写歌？”你挠了挠头：“不是的，那歌是我闲暇时候写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真的？当然是真的。听到这话，苏沐雨的情绪似乎好了几分，随后脸颊微微一些泛红。赵一找到我们说要退出晚会跟你的合唱。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毕业往往都代表着失业，尤其是他们影视学院的学生。每年的毕业晚会，对于影视学院的学生来说，可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要知道，这个晚会会有很多业内大佬、知名大咖来学校观摩，如果被他们看上，稍微发掘一下，那他们的职业生涯会顺畅不少。比如自己那个绿茶前女友，就是被人发掘了一下之后，成团出道，不说少奋斗10年吧，2年半绝对是有的。苏沐雨知道这一次的晚会对一个即将毕业的影视大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稍微犹豫了一番后问道：“你还有其他的合作表演对象吗？”没有。你没有任何思考，直接说出了答案。之前原主为了那个赵一，几乎跟所有女孩都断绝了来往，身边只有一些兄弟。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合作对象的话，那我可以跟你一起的。苏沐雨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脸颊已经变得通红。我说你找我干什么呢？你想要蹭节目啊？你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但是看着对方并没有笑，一直盯着自己的
的样子。你尴尬的笑了笑，还是不用了，那样太麻烦你了。独唱可以吗？你还有原创歌曲？苏沐雨有些惊喜的说道。你点了点自己的脑壳，微微一笑。虽然现在没有，但是我相信我的这个绝对不会搞砸的，大不了到时候让你先听听。苏沐雨点了点头，好，我相信你。学校那边我帮你搞定。小雨，要加油啊！听到最后的称呼，你愣了一下，毕竟也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这是你们高中的时候彼此的叫法。小雨，小雨，不同字但同音。谢谢你相信我，小雨。此时你回到宿舍，你一句话都还没说，就直接被3个牲口围了起来。卧槽，老四，我说你怎么面对那么多妹子都不带动心的？原来早就跟校花搞起来了。喜怒哀乐情绪在这3个人脸上全部表现了出来。你艰难地挣脱了3人的束缚，捋了捋被他们弄乱的头发，说道：苏沐雨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从高中到现在关系一直很好。这一次也是因为那个绿茶在毕业晚会上搞了我一手，就想找我问问有什么办法。听到这话，3人才停止了他们残忍的动作。真没想到啊，苏沐雨居然是老四的高中同学，你藏的也太深了。你翻了个白眼，不就是个苏沐雨吗？你们至于这么激动啊？那是谁啊？苏沐雨啊，她可是小花旦之一，媒体都称呼她是年轻一代艺人的领军人物，演技好，唱歌还好听，还发过唱片，比那些选秀出来的练习生强太多了。大胆，你拿什么牛鬼蛇神跟我们的女神比？王红搭着你的肩膀嘿嘿一笑。话说回来，老四，你对苏沐雨真的没有想法吗？这个问题让你微微一愣，毕竟这么美的姑娘说没有想法，那绝对是骗人的，所以你才要拒绝苏沐雨跟她表演节目啊。此时你躺到床上，看着自己手机上的123块钱，实在是太穷了，不行，得想办法赚钱了。但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渠道，就算在自媒体上唱歌，也得等1个月才能拿到收益，而且都不一定能火。卖歌跟自媒体一样，自己现在没有渠道，无法得到快钱，等卖出去，说不定自己已经变成干尸了。看来目前只有一个办法，退房子，退押金。那押金可以顶好久，起码给了自己缓冲的时间。第2天一大早，空气很是清新。今天是周六，可跟其他的周六有些不一样。江夏影视大学的校花苏沐雨已经等了10几分钟。卧槽，我没有看错吧？哪个兄弟这样牛逼，让大校花在楼下等他？就在一群男生指指点点的时候，你走了下来。今天正好是周六，你看好时间准备回自己那个出租屋退押金的。身后3个室友也让你抓了装丁，跟在你身后准备搬家。可你们刚走出男生宿舍，已经等候很久的苏沐雨跑了过来，面带笑容。小雨，你独唱的事情搞定了，接下来要好好准备啊。你接过纸，是毕业晚会的名单，看了一眼，自己名字后面赫然是独唱2个字。随后苏沐雨问道：你们这是要去吃早饭吗？你摇摇头，今天我是去退房租的，之前不是在外面住吗？现在准备搬回宿舍了，所以想把押金退掉，把能用的东西搬回来。这样啊，苏沐雨点了点头。不如我陪你一起去。陪我一起？你有些意外的看着他。对啊，正好没事嘛，帮你搬家。苏沐雨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好不好嘛？老四，不是我说你，人家难得休息1天，带人家出去逛逛怎么了？你有些哭笑不得。好吧好吧，那谢谢了。租住的老破小区楼下，一个男人站在一辆黑色的宝马旁，男的倒是一副精英人士的模样，梳着背头，皱着眉头，用手捂着鼻头，满脸的嫌弃意。之前你就住在这里？男人名叫李江，是繁星娱乐的人事部经理，能30岁坐在这个位置上，大小也算是个人才了。依你放心，之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现在你是我的女人，之后我绝对不会让你住这种地方的。现在你已经成团出道了，之后你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谢谢李总。赵一笑眯眯地抱着李江脸颊上亲了一口。今天晚上好好陪你。就在这时，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和一辆黑色的奔驰行驶了过来，停在2人面前。这2人一时都愣住了。然而当他看到后面那辆大奔的时候，面色巨变。兰博基尼没见过，可是那辆大奔他很熟悉，正是江宇室友王红的。之后兰博基尼的车门也打开，一条白嫩的长腿从车子驾驶室中迈了出来，随后一道无比美丽的倩影出现在众人面前。下车之后，苏沐雨很自然地走到了你身旁，挽住了你的胳膊。小雨，发生什么事情了？苏沐雨那如沐春风的笑容刹那间传入场内，每个人的心中，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让赵一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当然认识这个女人，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女人会站在江宇身边。赵一有些接受不了了。江宇，为什么苏沐雨会跟你站在一起？她跟你什么关系？你看了赵一一眼，嘴唇微微一动，淡淡的吐出几个字：关你屁事。赵一的脸色瞬间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黑。他真的没有想到江宇居然会这样对自己，一点点余地都没留，要对女孩子温柔一些。苏沐雨轻轻地拍了一下你，嗔怪地看了他一眼。你点了点头，声音很是温柔。下次不会了。苏沐雨很是满意的笑了起来，又看了看赵一，笑了笑。你好，我叫苏沐雨，是江宇的女朋友。这话一出，你直接愣住了。而苏沐雨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话，反而走上前。谢谢你放手江宇，把他还给我。你这么优秀，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学生？难道就是因为他长得帅了点？赵一不甘心地问道。苏沐雨笑了笑，我觉得他很厉害啊，就算是靠他自己，也能在娱乐圈成为顶流。我相信他。你笑了笑，转头看向自己3个室友，走了，上去帮我收拾下。说完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上楼，来到出租屋。苏沐雨站在你旁边，看着桌子上摆着的照片，是你跟赵一的。只见你一张一张的拿出来，毫不在意的随手撕掉，扔进了垃圾袋中，准备一会儿丢掉。恰好赵一走上楼，看到了这一幕，不知道为何，他心里依旧，那是他们2人的回忆。现在江宇居然这样就把他们毁掉丢弃。再看看此时江宇和苏沐雨2人说说笑笑的样子，仿佛他们才是这个房间的主人，自己是个外人。你的东西不是很多，就是一些基础的衣服鞋子，因为之前钱全花在赵一身上了。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赵依依看着江宇的身影，欲言又止，可李江却拦住了你，说道：“我还是要提醒你，依依马上就要上一档综艺节目了，还请你不要乱说你们曾经的事情。放心，我的名声很重要，劳烦你之后管好你的女人，不要来骚扰我就好了。”李江被江宇的话气到不行，就算他惹不起苏沐雨，但你一个小白脸有什么资格跟自己这样说话？冷笑一声，走到了赵依依身旁，伸手在她穿黑丝的屁股上拍了一下：“不跟你的前男友告个别？不必了，之后就不联系了。”几天之后，很快就来到了毕业晚会这一天，你跟着苏沐雨来到后台。今天的苏沐雨穿得很漂亮，再加上化了一些淡妆，更漂亮了。站在那里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很快，俊男靓女主持人走上台，走完介绍领导致辞，各种各样的环节。在学生们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晚会终于开始了。诗朗诵、短剧、小品、唱跳，各种各样的节目不断进行着。不得不说，江夏影视大学作为数一数二的艺术学校，这些节目都非常到位，不亚于某一个大型晚会。终于晚会也快接近尾声，而节目顺序也排到了你。只见你一袭白色的衬衫，黑色的休闲裤，满满的校园男神风，径直朝着已经放好的钢琴走去。调整好座椅之后，坐了上去，露出修长的手指。不得不说，相比起其他节目来说，这个舞台风是最简单的，但却最吸引人注意力。台下响起的嗡嗡声丝毫没有影响到你，你坐在那里，对着话筒，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大家好，我叫江宇，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做《蒲公英的约定》。修长的手指轻轻拂过，一道悠扬的音乐响起。小学里八方的蒲公英，是记忆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将远望着纸飞机寄成信，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地决定命运的引力，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已经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那过后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是你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第一句歌词出来，原本还有些喧闹躁动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比起那些躁动的歌曲引发观众的尖叫，这首歌舒缓的音乐让他们有些沉浸忍不住安静下来，想好好听一听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心里有些酸涩，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些什么。这种细微的事情在他们脑海中像是电影一般不断的回放着。在走廊上发展大手心，我们却住一窗边的蜻蜓，我去到哪里你都很安静，很多的梦在等待着惊醒，已经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那过后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是你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已经长大的约定，那样珍惜，与你聊不完的曾经，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怎么回事？自己的眼睛好像有些模糊了，都没反应过来。4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总以为遥遥无期，转瞬间竟然就到了毕业的时间。虽然没有极具炸裂的舞台效果，但这股清泉如许的声音传入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他们的耳朵中，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轻轻安抚着。现场没有人鼓掌，不是因为不精彩，而是因为他们全部都融入了进去。他们不忍心有任何的杂音破坏这首歌。表演慢慢在夹杂的啜泣声中结束了。你站起身来，朝着所有人微微鞠躬，谢谢大家。与之前表演不同的是，掌声没有立刻传来。现场的观众依然沉浸在歌曲的情绪中，就一旁主持人也没有反应过来。要知道，他们也到大4了。然而，就当大家还沉浸在情绪当中的时候，
突然一道尖叫声响了起来：“下来吧！唱的什么玩冷，真是垃圾啊！下台！”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中，这几道刺耳的声音尤为突出。演唱结束，几个观众开始喊叫的欢闹起来，甚至直接站起来挥着拳头试图带动周围的观众。可是他们喊着喊着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因为喊了好几声，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们一起，反而看到了很多不善的眼神对着他们捏紧拳头。赵依依捂着脸颊，这些人是李江找来的，为的就是想要报复一下江宇，可这几个人都没有脑子吗？分不清现状吗？还不快滚！赵依依轻喊一声，但这一声带动了周围的同学。滚啊！你们是哪个班的？等毕业晚会结束了，直接真实你！滚！滚！几个人浑身一抖，腿子都有些软了，灰溜溜的离开了毕业晚会现场。等到他们离开后，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声音直冲天际，感觉手都要拍烂了，尖叫声也随之而来。江宇！江宇！江宇最帅！观众们疯狂的呐喊着，不少女同学眼中冒出了小星星。这种男孩也会被甩？甩他的那个女孩是傻子吧？赵依依面色黝黑的听着周围阴阳怪气的声音，趁乱离开了舞台。江宇再一次给大家鞠躬后便退场了。领导席上，杨和看着退场的江宇，忍不住赞叹：“老宁啊，这个学生确实优秀。虽然我对唱歌不是很懂，但我知道他也唱到我心里了。谁没有年轻过啊？真的想起了咱们30年前上学时候的样子。”宁安邦开怀大笑几声，充满感情，确实是个好歌。我准备回头把它买下来，作为我们大学毕业季的保留曲目。那太合适了，你们校园里这么多的凤凰花，哪个学校能比你们合适？江宇走下台，正看到苏沐雨在后台等待。是在看我吗？苏沐雨只是怔怔的看着他，轻轻的点点头。江宇则是笑了笑，下一个节目就是你了，加油啊！好。苏沐雨一直看着江宇背影，眼中闪耀着莫名的光芒。你车借我吹会儿空调，这家伙给我热的，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江宇的独唱结束之后，同学们还沉浸毕业季离别的伤感的情绪中，这对于下一个表演者来说简直是苦痛，因为他们完全接不了江宇的场。在台上表演，看着台下反应平平的观众，纯折磨。终于结束了，那几个表演者面色沮丧地走下台，要自己没有接江宇就好了，这场子谁能热得起来？然而台前突然传来一道爆发式的尖叫声，因为下一个内容就是优秀毕业生讲话了。一般都是毕业晚会上最优秀的那个人进行演讲，可今年除了苏沐雨，还有谁能跟他争？哪怕他没有表演节目呢？而现场的观众在他没有上台之前就开始尖叫起来。小雨啊，女神，老婆，我要给你生猴子。作为国民妹妹，她的观众可不仅限于学校之中，甚至还有不少粉丝。媒体记者也宛如打了鸡血一般，调整着自己的相机，准备大拍特拍。苏沐雨听到欢呼声，嘴角微微一扬。我们走吧。我跟你走。我穿的高跟鞋不方便走，帮我提一下裙子。好。看着一袭白裙宛如洛神出水，嫦娥下凡般的苏沐雨，江宇忍不住咂咂嘴，这女人也太完美了，这脸蛋，这身材，真是老天爷追着给饭吃。跟在苏沐雨身后来到了登台通道，看到苏沐雨的身影，台下观众又爆发出剧烈的尖叫声，尤其是那些男孩们，眼神都看愣了，魂儿都被抽走了一般。往常都是2个人进行讲话，都是选择毕业晚会上的最优秀的2个人，今年一个是苏沐雨，而另外一个主持人还没有说话，台下的观众已经纷纷呐喊起来：江宇，苏沐雨，江宇，苏沐雨。这让江宇直接愣住了，怎么大家都开始喊自己的名字了？台下，老宁啊，你们今年毕业晚会真不错，出来不少人才。杨和笑眯眯地说着，刚才那个叫江宇的孩子，还有这个成名已久的苏沐雨都非常出色。宁安邦点了点头，转过身看向李刚，李总，看样子好作品和市场不是很冲突啊，您觉得呢？苏林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而李刚面色阴沉，冷哼一声，没有接话。第17章，敢与苍天一棋局。躲在苏沐雨身后的江宇挠挠脑袋，之前宁安邦看完自己的歌之后，就让他准备毕业晚会的发言，他都忘记了，自己都没准备，偷偷的往台下看去，就数那3个逆子叫的最欢。得嘞，看来自己躲不过去了。2位主持人早已得到了学生代表讲话的名单，再加上台下这么热情的欢呼，顺势叫出2人的名字。那么就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苏沐雨、江宇上台为大家演讲。江宇叹了一口气，走啊，大家都叫你了。苏沐雨没有回话，只是可怜兮兮的拉了拉裙子。江宇拍了一下脑门，他倒是无所谓，但对于苏沐雨来说，这种晚会穿什么衣服很重要。这不是说矫情，作为明星，有时候确实得稍微注意一下。这套裙摆太长了，还有高跟鞋。江宇只能走到苏沐雨前面，
伸出一只手。苏沐雨露出一抹笑容，将玉手搭在江宇的手上，稍微用力踏上了楼梯。在掌心接触到的时候，江宇脑海中立马闪过了几个词语：好软、好嫩、好滑。而苏沐雨在感受到他的掌心后，心中也是微微一颤。虽然之前拍戏也拉过别的男人的手，但从来没有一双手能让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活动。虽然他面色如常，但染上粉色的耳垂足以看他现在心里并不平静。两人携手走上台，台下所有观众都发出一声呐喊：好！金童玉女，真的是金童玉女！这两个人在这个角度来看也太般配了。在场的记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咔嚓咔嚓起来，画面好唯美。主持人赶忙从这满满的 CP 感逃离出来。苏沐雨、江宇在京都影视大学学习了4年，作为新生代表，请问两位对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者有没有什么寄语？第一个发言的自然是苏沐雨。主持人将话筒递给他。苏沐雨的发言基本很平稳，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老师，祝同学们前程似锦，一路顺风，祝学弟学妹们学业顺利。身为明星，他说的话没有什么出彩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事情，但贵在没有犯错。可因为他是苏沐雨，台下的观众都非常给面子，掌声很是热烈。发完言后，苏沐雨将话筒递给了江宇，所有的观众也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大家对江宇这样的才子能说出什么话都非常期待。女主持人看到江宇后眼神一亮，江宇今天的表现太让人着迷了，可是看到他身边的苏沐雨后，眼神又微微一暗。作为学校的主持人，他自然是很优秀的，可是面对苏沐雨还是有些自惭形秽。江宇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心中苦笑一下。他完全没有准备这件事情，之前宁安邦确实跟他说了那么一嘴，但最近一段时间抄小说抄忘记了。现在江宇接过话筒，朝台下扫视一番，别说那些观众们了，就连领导席上那些领导都盯着他。宁安邦一脸鼓励，苏玲一脸兴奋，而中间那个叫杨和的大领导则是一脸赞赏。江宇叹了一口气，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苏沐雨同学刚才已经把能感谢的都感谢到了，一个都没给我留。说完还幽怨地看了他一眼，惹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好了，重复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家庭很普通，以下这段话就送给跟我相同出身的人吧。就在刚才，后台有人说有些人就是天花板，得罪他们我们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的。也有人告诉我，我是蟑螂，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飞在天上的龙。但我要告诉他，在天上的不仅是龙，也有可能是鸟人。哈哈！台下的观众笑了起来。江宇嘴角上扬，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事情一般。可是台下有很多家境跟江宇类似的同学，情绪已经被带入。领导席上，杨和、宁安邦等人却笑不出来，反而面色有些阴沉。而知道一些内幕的同学，则是看向坐在第2排的李江，可是被李江的眼神瞪了回去。毕竟他在娱乐圈有点实力，大家不敢得罪也是正常的。随后李江眼神阴翳地看向台上，本来是想威胁一下江宇，让他注意自己的嘴。可惜，江宇继续说道，其实说实在的，说的也没错，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世界是有一些不平等的。他们有很多的条件，我们没有；他们有很多的捷径，我们也没有。其实我也听过不少的心灵鸡汤，类似什么努力了就能改变人生，但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世界，至少在这个圈子是最大的谎言。可是这样就不努力了吗？人生是一场棋局，输赢全靠天掌握。江宇的声音不再平静，慢慢的起了波澜。不，我不这样觉得。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但能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一路奋斗，10年寒窗，考上大学，哪一个不优秀？凭什么要否定自己？就算我们没钱，那又怎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就算人生这场棋局被他人控制，但也要不认命。就算舍得一身剐，我也要胜天半子。敢与苍天一棋局，半子之间定输赢。江宇的话中充满情绪，但他此时的霸气已经震撼了场上所有的人。观众席上不少男生胸膛之中热血翻涌，捏起拳头看着台上的江宇。领导席上的杨和满眼全是赞叹，好强的气魄，老宁，你这个学生不简单啊。宁安邦也被江宇的话镇住了，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居然有这等心气，敢与苍天一棋局，半子之间定输赢，这是何等的气魄。江宇环视众人，语言清晰无比，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就是我送给大家的毕业寄语，谢谢。第18章，领导接见。在最后一句话说完后，250宿舍的室友3人，还有认识他的同班同学，全部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江宇。走走走，去后台等老四。现场先是静默一阵，但随后爆发出剧烈的尖叫声。江宇，江宇，江宇，江宇！尖叫声直冲天际，掌声淹没整个舞台。这是何等的气魄！牛逼啊！江宇也太帅了，这也太热血了。领导席上，杨和、宁安邦也在兴奋地鼓掌。真是后生可畏，好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好一个鸿鹄之志，好一个不屈之心。老宁啊，我们都老了，比不上这孩子的心气啊。宁安邦脸上有些自豪，江宇是他的学生。杨和思考了一下，马上就有一个晚会开始了。你说老马已经打电话催我好多次了，你说找这个小子合不合适？你是说建军节晚会啊？对，可是军哥很难写，要不然老马也不至于催我那么多次，所以我想跟小子说说话，问问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啊，等我们的毕业晚会结束之后，叫他来问问呗。江宇说的这些话，对于这些年轻气盛的学生来说，不亚于打了鸡血。场面太激动了，以至于台上的主持人都有些控制不住场面，只能求助于江宇。江宇笑了笑，举起一只手，同学们，毕业快乐，江湖再见。说完话就准备离开舞台。然而等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拉住了，扭头一看是苏沐雨。明白了，下楼也要扶一下。可是还没等到他伸出手，苏沐雨竟然已经拉住了他的手，那种心猿意马的感觉再一次涌上心头。老四，走下台，3个义子已经在后台等着自己了。苏沐雨赶忙松开了自己的手。江宇忍不住笑了出来，这小妮子，我操，老四，今天这个逼让你装大了。王红一脸兴奋，你是不知道，台下那些个人都像是疯了一样。真心的，老四，我服你。熊涛一脸钦佩，差点把我这糙汉子都整哭了。兄弟，你没给我们250丢脸。王明旭一脸赞同。女生宿舍中，江宇也太帅了。苏沐雨看着自己一直尖叫的闺蜜刘怡，一脸无奈。人长得帅，唱歌的时候帅，讲话的时候更帅，一个人怎么能帅到那种程度啊？一脸兴奋的刘怡抓着苏沐雨的手臂不断摇晃着，弹上弹下。小雨，你有没有江宇的联系方式啊？刘怡眼巴巴地看着苏沐雨。苏沐雨眉头微微一挑，怎么了？哎呀，之前我以为就算江宇长得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现在我发现他居然会这么有魅力，果然有才华的男人最吸引人了，我想跟他交个朋友。刘怡兴奋地说道。没有。苏沐雨心中微微一颤，不知道为什么，在刘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有些不太舒服，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啊，好可惜，他都扶你上台了，你们都没有留联系方式吗？刘怡脸上带着一抹惋惜，但随后又兴奋起来。对了，江宇刚才讲话的时候，你就站在他旁边，有什么感受？苏沐雨手微微一抖，我能有什么感受啊？果然是高冷大校花，江宇那么帅，都能做到波澜不惊。你都不知道，我旁边那些女孩就跟疯了一样，恨不得当场就把江宇给扑倒。苏沐雨耳垂又染上了一抹粉色，但还是假装问道，也包括你吧？那必须的，这么帅的男人，谁没有想法？刘怡脸上露出一副花痴的模样，真是受不了你。苏沐雨装作一脸嫌弃，麻烦你现在照照镜子，活脱一个痴女。刘怡嘿嘿一笑，痴女又怎么了？要是对方是江宇，妹妹我一推就倒。你够了。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喂，宁老师，我现在就联系江宇去校长室找您。电话是宁安邦打来的。苏沐雨挂掉电话后又拨通了江宇的电话。宁校长让我们去他办公室。挂掉电话后，苏沐雨突然觉得不太对劲，转头一看，刘怡正盯着自己，一脸幽怨。小雨，你不是说你没有江宇的电话吗？苏沐雨眼中闪过一抹慌乱。啊，是宁校长给我的，让我联系他。我才不信呢。不给我电话，难不成你说这话时，刘怡脸上突然又兴奋起来，眼中闪过一抹八卦。苏沐雨更加慌乱了。那什么，校长找我，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男生宿舍楼离逸夫楼比较近，女生宿舍楼比较远。江宇先到了这里，等待苏沐雨。没过一会儿，就看到一道倩影走了过来。小雨，你外公找我们要做什么？苏沐雨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上去不就知道了。本来还想从小妮子这里得到点情报，没想到她也不知道。江宇叹了一口气，朝楼上走去。突然他感受到手中一阵滑腻，好熟悉的手感。然而还没等他惊讶，那滑腻的手感嗖一下就缩了回去。江宇扭头就看到苏沐雨那平静的脸上染了一抹粉色。刚才他摸我，似乎是觉察到了江宇的眼神。苏沐雨淡淡的说道，楼梯有点滑。原来如此，害得我多想了。江宇扭过头继续朝前走去，而苏沐雨看似面无表情，实则心跳有些加快，怎么就没忍住呢？小雨，江同学来了，坐坐。两人来到校长室，发现除了宁安邦之外，还有之前坐在宁安邦身旁那个叫杨和的人。只知道他是领导，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小江，今天那顿发言厉害啊，给我们学校长脸了。宁安邦笑眯眯地说着。老宁，你们还真的培养出了一个人才。杨和满脸赞赏。江宇挠挠头，有些不太好意思，谢谢两位老师，还行吧，就是随便说说。你这随便说说，让人震耳欲聋啊。听到两位老人对江宇的夸奖，苏沐雨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喜悦，同时也有些疑惑，找自己和江宇过来，不会就只是为了夸夸两人吧？两位老师今天找我和江宇过来是？听到询问，杨和一脸正色，
你们宁校长一直在跟我推荐你们，现在有一个工作想交给你们，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第19章，我想吃冰淇淋。毕业晚会刚结束没多久，一则名为井号京都影视大学惊现神级歌手，唱哭所有毕业人，燃爆所有毕业人井号的热搜在网络上不断的传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王海是一个大城市的打工人，深夜10点，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那老破小出租屋中。这个出租屋不大，只有20-30平米，可一个月也要5-6千，这几乎占据了他一个月工资的1/3。大城市啊，他吃人。为了在这大城市中站稳脚跟，毕业5年的他不得不每天都加班到10点。对于这样的加班时间，他早就已经麻木，所幸收入也上涨了，起码给了他一些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的想法。有点遗憾的就是马上30岁了，还是单身狗一个。躺在床上的他拿出手机开始刷起视频，真是不比年轻时候。现在的他连游戏都没有精力去打，甚至连那些跳舞的妹妹都没有什么心思去看。在睡觉前刷刷短视频，看看修驴蹄子、冲地摊、断刀大赛，是他唯一能够放空脑子的时候。就在他看完一个驴蹄子后，一个唱歌的短视频突然出现了，引起了他的注意。凤凰花开的路口，标题还是神级校园歌手唱哭所有人。不应该啊，这个号早就应该养好了，怎么还有这种视频出现？王海摇摇头，开始自言自语：这群标题党还神级歌手，还唱哭所有人，这年头哪有什么好歌呀？全是一些鬼哭狼嚎，没有抄袭就不错了。虽然这样说，但开头那舒缓的音乐却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鬼使神差的没有划走。第一句歌声出来的一瞬间，王海愣住了。3分钟过去，歌曲结束了，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完完整整的听完了这首歌，而且有些意犹未尽，选择了再次播放。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听到这一句的时候，这个马上就要30岁的男人眼角湿润了。记忆中有一个特别关照的女孩，毕业5年一直没有删除。他思索再三，下定决心，心中出现的千言万语，但此刻只发了一条：王海，我很想你。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居然是秒回：静静，我等了5年才等到你说这话，明天晚上请我吃饭，我要吃学校后门那家麻辣烫。看到这则消息，王海眼中先是不敢置信，随后一阵狂喜。而这首歌造成的影响还不止这些，相同的剧情在很多地方上演，有些是遗憾的爱情，有些则是许久未见的激情。兄弟们在吗？上号，刚哄好老婆，来了来了，上了上了，啦啦啦，11111。而造成热搜的江宇此时却在校长办公室中一阵错愕。苏沐雨也是一脸的疑惑，但看到对方一脸正色的样子，眉头一挑，开始询问：这位老师，请问是什么工作？首先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和，是中广的部长。竟然是中广的部长！江宇和苏沐雨面面相觑，眼中有些震惊之色。虽然苏沐雨是国民女神，流量很大，但她也没有见过中广的一把手，更不要江宇了。江宇、苏沐雨，杨部长好。不用这么客气。杨和笑了笑，今天叫你们2人过来，是想聊聊即将来临的建军节晚会。等会儿啥玩意？2人都有些懵了，这么大的领导，居然要跟自己聊建军节晚会的事情。杨和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看看宁安邦，又看向2人。近几年来，这建军节晚会效果一直不是很好，很多节目都老生常谈的东西。部队的领导跟我说了几次，看看有没有新节目，哪怕是一首新歌呢。宁安邦点了点头，接着说道：今天的毕业晚会你们也看到了，现在新生代的明星跟妖魔鬼怪也差不了多少，新的军歌我们找了几个人，但都不满意。今天小雨还有江同学的表演让我们眼前一亮，所以老杨思考之下，想看看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苏沐雨看了看宁安邦，又看了看杨和，略有抱歉：领导，我的主业是演戏，虽然发过唱片，但那也是公司帮我买的歌，对于建军节的节目我确实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江同学可应该有这个实力。宁安邦和杨和朝江宇看了过去，眼中充满希望。江同学思索一下，看向2位领导：领导，这么重要的表演，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资历不够吧？这你可以放心，资历不是问题。现在社会老一辈艺术家年纪越来越大了，说句不好听的，思想确实也跟不上了。你们总是要接这个班的，可是你看现在娱乐圈的风气，别的晚会也就算了，总不能给我们人民子弟兵表演乱七八糟的节目吧？江宇挠挠脑袋，苦笑一声，这压力有点大。说实在的，听到能上这个晚会，江宇无比兴奋，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他的背包中有很多合适的歌曲，但如果答应的太快，那给领导的印象不会太好。就在他装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的手上又传来了熟悉的一丝冰凉，旋即消失，扭头一看，是苏沐雨。只见他无比认真地看着自己：我相信你。江宇心头一暖，压力不用这么大。杨和笑了笑：你可以先创作吗？创作好了，我们可以先听听看，又不是必须要让你上，要是节目过不去，我还不让你上呢。江宇点点头：杨部长，宁老师，多谢2位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力而为。这就好。
杨和笑了起来，那江同学，我就等你好消息了，还有，祝你毕业快乐。走出逸夫楼，跟苏沐雨走在学校的路上。今天你的独唱很不错，苏沐雨小声说着。江宇笑了笑，这还要多谢你帮我争取的机会。苏沐雨停下脚步，定定地看着江宇，你肯定能做好，我相信你。看在你这么相信我的份上，我请你吃东西吧，想吃什么？苏沐雨想了想，嘴角微微一扬，要不你就请我吃一个冰淇淋吧，我很久都没吃了。不行，时间太晚了，晚上吃冰淇淋不好。可是我现在就想吃，真是妖兽了。江宇完全没有办法抵抗苏沐雨楚楚可怜的样子，那就只有今天晚上能吃。得到同意，苏沐雨立马换上一抹甜甜的笑容。好。第20章，拒绝繁星娱乐。回到宿舍楼下，江宇看到了王明旭也在宿舍楼下。老大，怎么一个人？他们呢？俩人在宿舍窝着呢。至于我，下楼帮他们买利群，你就宠他们两个吧。江宇翻了个白眼。王明旭嘿嘿一笑，没办法，义父都叫了，自己的儿子不宠怎么办？两人说说笑笑，准备回宿舍。就在这时，一道呼唤声叫住了两人。江宇同学，请等一等，方便聊两句吗？江宇扭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男人，有点眼熟。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带着一丝笑容，说话间还递上一张名片。你好，江宇同学，我是繁星娱乐的董事长李刚。繁星娱乐董事长。江宇眉头一挑，沉默了一瞬，抬头看着他，李董你好，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今天我听了你的《凤凰花开的路口》，也了解了一下之前你唱的那首《素颜》，我非常欣赏像你这样的歌手，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兴趣成为我们公司的艺人？李刚笑着说道。李刚身为繁星娱乐的董事长，自然掌握着流量的第一手资料。凤凰花开的路口造成的流量可谓空前，尤其现在正处于毕业季。他们公司用女团这样的形式，是抓住了一些荷尔蒙分泌旺盛者、一些智商不是很高的脑残粉的眼球。但这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受众群体，更大的一部分人都是理智的，只会对这些嗤之以鼻。现在横空出现一个江宇，如果能拿下他，那公司必然会更上一层楼。所以他打听到了江宇的宿舍楼，亲自跑了过来，就想签下江宇。然而江宇却直接摇摇头，对不起，李总，我没什么兴趣。被拒绝的李刚有些不敢置信，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居然会拒绝这么好的条件。眼看着江宇要离开，李刚赶忙拦住了他。江宇同学，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们繁星娱乐。我们繁星娱乐在全国来说都是前10的娱乐公司，可以说是资源雄厚。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公司，我给你提供各种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音乐、影视等等，直接给你2级明星的签约如何？江宇当然知道繁星娱乐是一个怎样的大公司，还是2级明星的签约，这条件确实太诱惑了。不过他相信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作为一个资本家，怎么可能给出他这样的待遇，还一点代价都没有。但抛开上面不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公司里有2个人，前任跟他的现任，就凭这2个理由，他也绝对不愿意在繁星娱乐工作。对不起，我不太感兴趣，等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会联系你的。说完后便跟王明旭一起朝宿舍走去。江同学，我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繁星娱乐的大门为你敞开。楼梯间，老四。路上王明旭有些不明白，繁星娱乐可是家大公司啊，你都不带考虑一下就直接拒绝了？只是单纯的不想去而已。江宇回答着，他可不是什么听到有机会就被冲昏头脑的热血小子。繁星娱乐他或多或少了解过，他可不想半夜被安排加一些大汗淋漓的班，更不想跟那些个妖魔鬼怪一起合作。说的也是。王明旭点了点头，这家公司的风格确实跟你不太匹配，而且那赵依依。说到这里的时候，王明旭戛然而止，看了看江宇，有些尴尬。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江宇则是笑了笑，没事儿，老大，那女人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繁星娱乐办公室中，李总，你之前答应的那个综艺怎么样了？赵依依看着李江，眼神充满魅惑。李江嘿嘿一笑，放心吧，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李总，董事长找赵依依。李江心头一颤，叫赵依依？难道2人的事情败露了？公司明面上规定的，任何人不能与新人发展关系。首先怕爆出来，投资的钱都还没收回来呢。其次，如果到时候准备让新人掏违约金，万一新人手里有证据，无论哪一个都会让公司形象受损。李江心里颤抖地走到办公室中，爸，董事长。赵依依也有些心悸，跟你说了，在公司要叫我董事长。李刚眉峰一转，看向李江，我只叫了赵依依，你跟过来干什么？听到这话，李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样说就证明自己跟赵依依的事情并没有败露，那会是什么事？赵依依则是一愣，董事长单独找自己干什么？难不成他想潜规则我？这样不太好吧，自己跟李江已经……那万一呢？他是不反抗好，还是不反抗好？就在赵依依赢的时候，李刚开口说话了，依依呀，你也是影视大学毕业的吧？我听说
那个江宇还是你的同班同学？听到这个名字，李江和赵依依同时心头一颤。是的，赵依依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些尴尬地回答着。李刚点了点头。没想到你俩是同班同学。是这样的，昨天我去找江宇同学，问他有没有兴趣来公司当艺人，结果被他直接拒绝了。所以我想请你这个同班同学去跟他谈一谈怎么样？作为交换，我可以让公司的资源朝你多倾斜一些。听到这话，赵依依心中一颤，不是因为要获得资源的开心，而是因为让自己去找江宇这件事。李总，赵依依求助地看向李江，可是李江一句话都不敢说。他要是当着自家亲爹的面把自己、赵依依还有江宇的事情说出来，那自己都会吃不了兜着走。李刚似乎看出了两人的不对劲，眉头一挑，怎么，你们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没有，爸，我觉得你说的对。李江干咳两声，说出了一句让赵依依瞪大眼睛的话。现在公司很需要一位像江宇同学这样优秀的人才，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帮公司招揽一些人才吧。第21章，赵依依的劝说。李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回办公室的路上，赵依依一脸的不可置信。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你让我去找其他的男人？宝贝儿，只是让你去劝说一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刚听到老爹说的话时，李江心中确实有点不爽，但权衡一下，只是让他去牵一个人而已，又不是要干什么，跟让老爹生气相比，没有必要。而且那个江宇被签到自家公司也是好事儿，到时候人在这里，那自己想怎么收拾他就怎么收拾他。刚才我老爹不是答应你了，放心吧，只要你干成这样事情，我爸他绝对不会食言的。听到这话，赵依依心中有些犹豫，但还是点了点头。同时听到自己公司要签约江宇的消息，她心中不知道为什么还升起一小股喜悦。江夏影视大学教室中，虽然毕业晚会已经提前开了，但大家还是要在学校待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课时。今天的教室的人格外的多，有些人甚至铺一张纸坐在地上，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这让上了几十年课的老教授都有些意外。当然，从他们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为谁来的。而身处于视野中心的江宇则是一脸淡然。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穿着一身很凸显身材的连衣裙，格外的亮眼。这个女人一出现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还小声讨论起来。你们看，赵依依怎么来了？不吹不黑，这人确实有点东西啊。哎，不过办的事儿确实不怎么地道。赵依依听到同学们的讨论声，神情很是复杂的朝江宇看过去。可是江宇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的心情又无比失落。老四，赵依依看你呢。王红小声说道。江宇玩味一笑，看我的姑娘还少吗？哇塞，你这话说的让我猝不及防。哈哈，这一笑让教室的花痴们瞬间有些受不了了。哇塞，江宇怎么能这么帅啊？哇，太阳光了，这笑容都快把我的心给融化了。要是能跟江宇一起看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就好了。这位碧池，你在想屁吃？赵依依心中更复杂了，她没有想到江宇竟然真的无视她，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总算是熬到下课了。老教授离开了教室，往常一下课就朝外狂奔的学生，今天却出奇的安静，全部留在教室中。开玩笑，谁都知道今天有热闹可以看。江宇则是一脸无所谓，收拾好东西，看向3个义子，走，去吃饭了。得嘞。周围人全部呆呆的看着江宇，又看看赵依依，难道今天没有热闹可以看？就在江宇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赵依依咬咬牙，直接走到江宇面前。江宇，我们能谈谈吗？还谈什么？之前老四不就跟你说过了，不要来打扰他。熊涛火爆脾气，直接说了出来，被王明旭和王红拉住了。我现在有点忙，等有空的时候再说吧。江宇没有反驳室友，拿起课本就准备离开，却被赵依依拉住。忙什么事情？我可以等你的。忙着要去吃饭啊，这个点了，再不去食堂，要被学弟学妹们抢完了。噗嗤，3个义子听到这话，没忍住笑了出来。吃饭，这是什么破理由？听到这话，赵依依心中升起一团怒气。她在江宇面前何时这样过，但还是强忍了下来。江宇，好歹我们曾经也有过一份美好的回忆，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吗？天哪，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货还有脸说之前抛弃江宇，现在看他火了又回来找，脸皮是真的厚。谁说不是呢？听到赵依依的话，同学们翻着白眼小声吐槽着，而江宇则是停下脚步，扭身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继续朝前走去。赵依依心头有些酸楚，但想起自己的任务，咬咬牙，江宇，你来我们繁星娱乐吧。李董说只要你能来，他会用一些资源捧你。李总给你的可是 B 级签约啊。他直接将事情说了出来，这引起了所有同学的羡慕。哇，繁星娱乐可是顶尖的娱乐公司啊，宇哥太牛了，繁星娱乐居然主动要来签约。我操，你们听到了吗？还是 B 级签约，繁星娱乐
要用一切资源捧江宇，那江宇不是确定要火了？原来今天赵依依来找江宇，是繁星月来挖江宇啊！好羡慕啊！要是这个机会给我就好了。可就在同学们宛如炸锅一般的讨论时，江宇却摇摇头，不必了，没有兴趣。江宇露出玩味的眼神，你们董事长亲自来找我，我都拒绝了。你觉得你别你们董事长的面子还大？赵依依，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眼看着江宇要跟苏沐雨离开，赵依依心中更加酸涩了，再次上前拉住了江宇，一脸委屈，眼眶微红，眼角挤出了几滴晶莹。江宇，难道你半分旧情都不念吗？就算是为了我加入繁星娱乐也不行吗？赵依依，你们李董亲自找我，还有为了你谁啊？我凭什么要为了你加入呢？江宇不免有些好笑。小雨。就在这时，一名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长着一副祸国殃民容颜的女人走了进来。小雨，你来了。江宇看到来人，温和的笑了笑，再度引起了一阵唏嘘声。你们看，是苏沐雨女神。哇，女神好美啊，怎么有人能长得这么美？女神来找江宇，难道女神也喜欢她？这么看来，我就没有机会了。毕业晚会上，两人同台，我就觉得是金童玉女，这 CP 感磕到了。我心碎了。一群吃瓜群众见到苏沐雨后，立马闹哄哄起来。江宇成为了在场所有男人羡慕嫉妒的对象，而赵依依更是如此。此时她面色无比阴沉，心中更是咬牙切齿。如果不是这个女人，她有信心江宇绝对会听她的话，进入繁星娱乐。可恶，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苏沐雨完全没有理会周围任何人的目光，只是看着江宇，露出一抹动人的微笑。小姑来了，想找你说些事情。找我什么事？第22章签约条件。想问什么就问吧。路上，苏沐雨一副犹豫又想问的表情，让江宇不免有些好笑。苏沐雨轻咬嘴唇，我没有什么想问的。江宇不免有些好笑，明明很好奇的。昨天繁星娱乐的董事长来找我，想跟我签约，被我拒绝了。应该是打听到了我跟赵依依的关系，所以今天让他来劝我，我还是拒绝了。听到这话，苏沐雨诱人的嘴唇微微一弯，但旋即反应过来，我没有问你。啊，对，你没问我，是我自己想说的。两人走到一家私房菜中，苏林已经在这里等着了。苏总，小雨，好久不见。苏林见两人来了之后，笑脸迎了上去，别叫苏总，跟着小雨叫我小姑或者林姐就行。江宇笑了笑，让你久等了，林姐啊。刚说完这话，江宇直接尖叫了一声，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腰。你叫什么？苏沐雨淡淡的问着。我哪知道叫什么？江宇一脸委屈，谁知道我哪里说错了？你就这样扭我的腰？你还是跟着小雨一样，叫我小姑吧。苏林笑了出来，而苏沐雨的耳垂染上了一抹粉色。凤凰花开的路口，素颜这两首歌非常不错，谢谢小姑。苏林停了一下，又试探性的问了一句：小雨，我听说很多娱乐公司都联系你了。作为一家娱乐公司的话事人，他当然知道这两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对于任何公司来说，这样的一首精品歌曲都是一只能下金蛋的木吉。之前听到素颜的时候，他还对江宇稍微有些怀疑，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歌曲。可是到了凤凰花开的路口，他已经完全被折服了，也更加欣赏这个有才华又稳重的少年。是有不少。你是小雨的同学，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华悦娱乐也想签下你。苏林从身后的背包中拿出一个合同袋子，这上面是我们所有的条约，你看看合不合适？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小姑，你也太直接了。江宇笑了笑，接过合同。虽然这位是苏沐雨的小姑，但该看的还是要看一看。不得不说，这份合同真的是最大程度上照顾了他。比如这一条，一首歌曲如果版权直接归属公司，买断价保底价格300万，精品歌曲视市场提升。如果只有授权的话，那则是基础费用50万，后续费用则是3期开，经纪公司7，他3。这样的价钱可以说是很多二线歌手都无法拿到的价格。苏林这份合同诚意满满，能拿出这样的价格，他应该顶住了很大的压力。不过，小姑，多谢你能给我这样一份合同。江宇笑了笑，但我有一些想法，基础费用我可以少要一些，甚至不要。这个分成，我觉得还需要再考虑一下。苏林眉头轻点了一下，这个分成比例，你有什么意见吗？分成比例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来，但是拿7的一方是我。苏林嘴角抽了抽，对方7，公司3，这种分成比例已经是 S 级天王级别的艺人才能拿到的分成。对一个新人拿出3期开的价格，还要直接给300万的行为，公司那些股东都很有微词，更不要说7是江宇拿。不可能。江宇，你可能不知道，上传歌曲之后的运营还有宣传这些费用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这样的价格，别说那些股东，就算是我也不能答应。小姑，我知道你很急，可是你先别急。江宇喝了一口茶，
素颜，还有凤凰花开的路口，这两首歌我的运气比较好，名气已经打出来了。这两首歌几乎不需要你们有任何的运营，可以说这两首歌3成收益，可以说相当于是我送给签约公司的。当然了，或许之后录音需要一些成本，但那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您觉得我说的对吗？江宇这一席话，苏玲虽然心里很不爽，但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他很清楚江宇说的没错。事实上，这份合同能给出这么高的价格，也是因为这两首歌的存在。他把价格开得很高，就是想给眼前的男孩一个冲击，把这两首歌的版权拿下来。但他没想到的是，江宇居然也能看到这一层。小宇，虽然我们现在也算是朋友，但在商言商。苏玲玩味地看着他。我想提一点，不可否认，这两首歌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也确实配得上你弃我们3。可是你能保证，你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曲都是这种精品吗？小姑，我相信他。苏沐雨开口了。江宇心头一暖，小雨，小姑说的没错，在商言商，你相信我，可是你不能强迫小姑也相信我吧？苏玲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江宇虽然唱了2首歌，有点名气，但放眼整个娱乐圈，他依然不是什么知名度很高的明星，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一辈子只能写出1首歌的人并不少见。谁敢保证江宇能一直写出这种等级的歌曲呢？到时候那3成的分成，或许连宣传、运营这些投入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江宇思索了一下，好吧，玲姐，我可以让一步，这2首歌我们先3期开，至于之后的收益，我们可以赌一下，如果没有到达这2首歌的成绩，就按你说的来，如果达到了，就继续按这个分成比例，如何？苏玲思索一下，我还是不能答应。那就没有办法了。江宇笑了笑，端起茶杯，小姑，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希望我们还能有合作的机会。江宇想得很简单，苏玲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跟他争，他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争辩，双方都没有错误，立场不同而已。没谈妥，那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苏玲思索一番，等等，小雨，你先别急，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江宇放下茶杯，您说。任何时候我们谈合作都要有双方能看得见的资本，如果你实力，你说的甚37甚至28，我都可以答应，但你不能只用你能写好精品这句话来跟我签合同，我需要你能证明你有这个实力。江宇看着苏玲，眉峰一挑，不知道小姑您想让我怎么证明？苏玲嘴角微微一扬，现在爱优腾芒要联合推出一款选秀节目，偶像2年半，现在我手里有一个参赛的直通名额，最能证明一个艺人的价值就是经历市场的考验，你觉得怎么样？第23章2首歌正式发布。对于江宇这个年轻人，苏玲非常认同他，绝对前途无量。说实在的，这样的分成价格去赌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绝对值得出手。但现在的关键是，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其他的股东，他们是不可能答应的。能让他们闭嘴的，只能靠江宇去完成。偶像2年半，有点意思。更重要的是，这绝对是个积累人气、避免歌红人不红最好的舞台。江宇眉头一挑，嘴角微微一扬，小姑，什么时间？过2天就开始了。听到江宇的答案，苏玲知道江宇答应了，立马笑着回答：臭小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对付的年轻人。苏玲也笑了起来，很期待你的表现，希望合同的事情能如你所愿。谢谢小姑。江宇由衷的感谢道。苏玲确实拿出了很大的诚意，爱优腾芒4大视频，那可是国内的4大巨头，几乎占据了国内 90% 的市场。这个偶像2年半的名额，虽然在苏玲嘴里说的这般云淡风轻，但她明白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估计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拿不到这样一个机会，现在被苏玲直接给了自己。既然决定参加了，那就绝对不能丢脸，拿个冠军不过分吧？身上有那么大一个宝库，拿不了冠军，直接拿豆腐自杀算球。行了，提醒你一下，你的2首歌现在热度很大，该上传了。这阵热度要是过去了，那可是亏大了。江宇拍了一下脑门，差点把这正事给忘了，是时候把这2首歌上传了。为了表示感谢，小姑，这2首歌我们先3期开一下，真是一点亏都不吃啊。苏玲笑了起来，好，这2首歌我帮你运作起来，现在跟我去录歌吧。在苏玲的帮助下，素颜《凤凰花开的路口》已经录制完毕，上传到了各大音乐平台，而这2首歌的效果远远高出了他们的预期。当2首歌上传到音乐平台1天内，排名在热歌榜迅速上升，甚至在一些商场内都开始播放起了这2首歌。有些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非常奇怪，走到哪里都播放的这2首歌。KTV 中，毕业后的同学聚会，这2首歌也是必唱的歌曲，听的人越来越多。2首歌直接屠榜，占据了第1名和第2名。与此同时，企鹅平台，一名工作人员一脸慌张，刘总，一个中年男人表情平淡，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慢慢说。刘总，您看看这个。工作人员将后台数据打印出来，交给了刘总。刘总接过数据一看，发现榜1榜2的歌曲都是一个叫江宇的人唱的。不仅如此，数据要远远超过榜3，而第3名则是歌坛天王华哥。
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刘总皱了皱眉头，严肃地问着：“这个江宇是新晋的流量小生吗？粉丝给他刷票了？”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也算普遍，有些流量小生为了自己的成绩，让粉丝帮忙刷数据。看到这个成绩，刘总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但那工作人员摇摇头，这些数据都是真实有效的。这个江宇也不是什么流量小生，而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说完，拿出手机，将江宇之前在酒吧唱歌的视频，还有毕业晚会上的视频全部调了出来。好厉害的小伙子！刘总眼神微微一亮，这小伙子是哪个公司的？他对江宇产生了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竟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华悦娱乐，是苏总啊。刘总点了点头，按下了播放键。随着一阵悠扬的音乐响起，又慢慢结束。好歌！刘总脸上浮现笑意，这个小伙子绝对是未来的天王。看来跟华悦娱乐合作的事情马上要提上日程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好好调查一下这个江宇的数据，万一刷票造假，那砸的是自己的饭碗。与此同时，一道热搜再次霸榜，校园歌手江宇2首歌屠榜各大音乐平台。而热搜出现后，虽然不至于是第1名，但也稳入前10，更是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卧槽，这江宇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前2名都是他的歌，牛皮啊！天王天后的歌都被比下去了，我要去听听怎么回事。你们还相信数据？这玩意不都是造假的吗？不知道又是哪个资本在捧小鲜肉了，无聊。而一些小黑子连歌都没有听过，就开始造谣起来。而在此时，繁星娱乐的办公室中，李刚面色一阵阴沉，怒吼着：“他怎么敢的？竟然跑去华悦娱乐！”他亲自去找江宇，被他拒绝，把自己拒绝的人跑到了对手的公司，这让他如何能忍？旁边的李江也是一脸无语，而赵依依则是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一句。最新的娱乐资讯已经在他的电脑上，井号神级校园歌手江宇，2首歌屠榜各大娱乐平台，井号榜1榜2都是他的歌，这哪怕是天王都搞不出来这样的效果。看着资讯，李刚的脸色黑得可怕，但看到微博上那些小黑子的言论后，他思索一下，拨出一个电话：“喂，刘总，榜1榜2这个江宇的歌为什么数据会这么高啊？我们也在查询，放心，如果数据造假，我们会给大众一个交代的。”听到查询2个字，李刚眼神微微一亮，音乐平台一般不会查询的，用到这2个字就证明他们已经拿到了证据，基本可以确定江宇他刷数据了。其实在捧新人的时候，数据造假是必不可少的，华悦娱乐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无可厚非。江宇的2首歌他也了解过，他也承认是2首难得的好歌，但这数据太离谱了，榜1榜2，而且比老牌天王华哥要高出上百万票，这和现在的市场不符合。李刚眼神一闪，看着一旁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公司那些有实力的人发一条微博，还有联系跟我们有合作的大 V 评论加一起。”是，李董。拒绝我拒绝的那么痛快，怎么能让你这么好过？第24章，节奏出险。就在素颜还有凤凰花开的路口还在热搜上不断发酵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水军对其发动的攻击。原因是有几个艺人还有大 V 开始发声了。作为一个歌手，真的很痛心乐坛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个前辈，我要提醒新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要老是想着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希望你能承认错误，出来道歉。其实刚听到歌曲的时候，本来以为会给乐坛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可没想到新人会是这样的人，有点失望。艺人大 V 的不断发声，更是在这场星星之火中刮了一阵风，成为燎原之势。他们本就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加上引导的发言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素颜、凤凰花开的路口还有江宇在网上已经被千夫所指。网络暴力是很可怕的，尤其这样的网络暴力很有可能让一个人再也没有容身之处。而随着他们不断带节奏，原本吃瓜群众也开始有些迷失了方向。真的可耻，想红想疯了，刷数据还超过老牌天王，脸都不要了，太恶心了。这人是不是叫江宇？以后我见一次骂一次，让他滚出歌坛。滚出歌坛太轻了吧，直接让他滚出娱乐圈。没错，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人存在。当然有人骂也有人维护，江夏影视大学的学生还有那些被这2首歌感动的人开始出来为江宇说话。你们能不能先去听一听歌再说啊？我是江宇的同学，他在毕业晚会上唱的这首歌真的听哭了。我看了那个视频，很久没有听起来这般让人舒服的歌曲了，麻烦你们先听一听再说话，不要被带节奏啊。但是很可惜，江宇还没有积累粉丝，这样帮他的话很快就在谩骂中被淹没。一个新人就有脑残粉了，我他妈最烦你们这些脑残粉，花钱请人出来洗了，真是垃圾歌手，哪个公司的以后连哪个公司都要抵制。华悦娱乐公司，这些人也太可恶了，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里骂江宇，真是恶心。苏玲一脸怒气地看着手机，拨出了一个电话：“帮我查一下这次的风波幕后人是谁。”
苏沐雨站在旁边，眉头紧锁，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生气了，甚至心中暗下决心，等查到幕后之人，绝对要帮江宇找回这个场子。但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先要想想怎么解决眼前的事情。当务之急，要先解决网络上的舆论问题。在这场大节奏下，现在的江宇在这个圈子基本就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要是再不解决，那他的娱乐圈的路就会被彻底斩断。小姑，现在舆论这么大，最关键的就是平台。苏沐雨已经拿出了手机，而电话上的备注名称是企鹅音乐刘总。喂，您好，是刘总吗？我是苏沐雨。见到苏沐雨打电话，苏玲才恍然大悟，刚才确实有点慌了，拿起手机开始找起电话号码。网云、雷总、酷猫，各种各样的平台。打完电话，估值两人面面相觑。苏玲叹了一口气，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苏沐雨轻嗯了一声，小姑，我有事先走了。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江夏影视大学，今天的江宇满脸全是问号，因为他的三个义子今天格外的缠着自己，一直拉着自己驰骋于召唤师峡谷，门不让出，连手机都不让他刷，单纯的一直打游戏。饿了就有人主动要去买饭，还有很多零食伺候。有人串门就只留下一句今日不接客，然后直接赶出去，码字都没有办法码。你们今天咋了？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吗？一局游戏结束，江宇猛圈地问道。这不是马上就要离开学校了，以后就不能一起打游戏了，想今天打个痛快。江宇有些懵。就在这时，一道敲门声响起，门口不是都挂着了，今天不接待客人。王红大声喊道。是我。一道悦耳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打开门，正是苏沐雨。小雨，你怎么来了？江宇走上前，有些好奇地问道。苏沐雨眼中闪过一抹担心。你没事吧？江宇更疑惑了。我天天在学校待着，能有什么事情？你今天没出宿舍，也没上网吗？听到这话，江宇扭头看了一眼自己室友，几个室友都像是有口难开一般。江宇掏出手机，坐在凳子上开始看了起来。点开微博热搜榜，这个微博还是学校搞活动弄微博墙的时候搞的，之前只有几十僵尸粉，现在凭空竟然多了好几万的粉丝。自己第一条微博下方全是评论。兄弟们，找到了，这就是江宇的微博，滚出娱乐圈。刷数据的就是你小子，怎么会有这么不知廉耻的人？能让你出道，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气氛有些尴尬。过了一小会儿，江宇长长出了一口气，走到阳台上，看到校门外有各种各样背着摄像机、话筒的人在踱步。今天你们不让我出门，不让我玩手机，就是因为这个啊？江宇好笑地询问着。老四，你别生气，一群脑残而已，跟他们计较不值得。是啊，老四，不用去理会他们，我们是绝对相信你的。熊涛没说什么话，只是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苏沐雨也走上前捏了捏江宇的手，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已经跟那些音乐平台联系了，这件事已经解决好了。你专门过来就是想劝劝我呀？放心，我没事的。江宇笑了笑。听到江宇这样说，苏沐雨紧皱的眉头松弛下来。不如这段时间你到我家里去住，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要让那些事情影响到你。不用。江宇原本打算拒绝的，可是看到苏沐雨那坚定的表情，还是说了一个字：好。第25章，老奸巨猾的李刚。江夏谭宫，这小区是江夏市最好的小区。我去。饶是江宇两世为人，手握金手指，但面对这样的小区，暂时也只能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进到房间，宛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你在做什么？苏沐雨冷清的声音传入没有见过世面的江宇耳中。参观参观啊，真是第一次见这么好的房子。江宇赞叹道。苏沐雨嘴唇微微一弯，拿出一张门禁卡，这是备用的门禁卡，之后你就住在这里吧。我住在这里。江宇愣了一下，那你住什么地方？我还有别的房子。好吗？都忘记了。苏沐雨是个小富婆，江宇不由得有一点自惭形秽起来。虽然自己有金手指，但要在这个圈子里经历怎样的摸爬滚打才能赶上他？似乎是觉察到了江宇表情有些不对，苏沐雨走上前。不用在意，这些东西以后你都会有的。这么肯定啊？苏沐雨一脸认真。我相信你。江宇愣了一下，笑了笑。那我要加倍努力，不然都对不起你的信任了。苏沐雨也笑了起来。我要回公司一趟，你好好休息，好好准备。是为了我的事情吗？江宇问道。苏沐雨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我跟你一起去。好。华悦娱乐针对目前网上对我公司旗下艺人江宇的诽谤，我公司坚决反对并提出严厉的指责。江宇并无任何刷单行为，请诽谤之人公开进行道歉。我司将保留对江宇诽谤之人起诉的权利。华悦娱乐的官博发布了一则消息，这一消息内容瞬间引来一大群牛鬼蛇神，各种各样的评论铺天盖地的冲了过来。原来江宇已经是华悦娱乐的艺人了，刷数据的事情跟你们公司逃不了关系。江宇学长，我们绝对相信你。没错，相信你。
资本不愧是资本，想保谁就保谁，还保留起诉的权利，有本事你起诉我呀！然而，就在那些网友在华阅官博下方群魔乱舞的时候，所有的音乐平台突然发布消息：企鹅官方音乐平台经过各种技术检测还有调查，确定歌手姜予的《素颜》《凤凰花开的路口》并无榜单刷数据的行为，所有数据真实有效。有些人在网络上故意散播谣言，已经严重侵犯了我公司名誉。本公司将保留对这些人起诉的权利，若有人继续散播不实信息，本公司将采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网云平台经过各种技术检测调查，榜单内容真实有效。酷狗平台所有音乐平台居然在同一时间发布了这样一则通告。要知道，维护榜单的数据对于每个平台都很重要，不然那就是在砸自己的口碑和饭碗。虽然各大艺人刷数据的行为确实存在，但那也是私下说的事情。这一次闹得这么大，为了平台的利益，他们也要发这样一则通告。随着音乐平台的发声，网络上那些指责姜予刷数据的声音戛然而止，那些大 V 还有艺人的声音也都消失不见。看吧，我就说姜予学长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网络上那些黑子说话呀，键盘坏了，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里瞎扯，造谣真是没有成本。终于真相大白，随着音乐平台发出通告，网上的风评慢慢开始转变。原本不知道姜予的吃瓜群众开始对他好奇起来，到底是怎样一个新人居然引起这样大的风波。一些人尝试去听了一下这两首歌，好听，太好听了。一首写曾经那个抛弃自己的人，另外一首则是对校园满满的不舍，勾起自己青春的回忆。比起现在那些歌曲，这些歌不知道要好多少个档次。果然，那些人都是羡慕嫉妒造谣的。素颜、凤凰花开的路口这两首歌的数据再度攀升，这让那些音乐平台的老总们笑得合不拢嘴。苏林也是无比兴奋，他关注了姜予的微博，在一天之内竟然涨了10万加的粉丝，果然签下姜予是他最正确的选择。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此时，繁星娱乐李刚在办公室大发雷霆，这一次他损失有些惨重，公司那些艺人是听了他的命令发布的内容，掉粉很严重。那些艺人大 V 都打电话跟他抱怨，真是废物，刘总不是说正在调查吗？调查出来就是没刷数据，那你调查干什么？还好就是他没有用公司的官博进行谴责，不然他就是整个娱乐圈的笑话。身为一个这么大公司的老总，对付一个蚂蚁一样的新人都对付不了。没错，他想的不是说自己错了，而是没能对付得了姜予，现在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还有一件事必须做好准备，这件事情只要有心人稍微一查，就能查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到时候再爆出来，那就不仅仅是公司名誉受到损害了，得有一个人出来背锅。华阅娱乐两人来到华阅娱乐大楼，苏林在办公室中见到苏沐雨回来后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你们来了，搞定。查到是谁了吗？苏沐雨的脸上泛起一抹厉色。查到了。苏林点了点头，咬咬牙，除了李刚那个王八蛋还有谁？姜予拒绝了他，加入我们公司，打了他的脸，再加上这两首歌的数据这么好，他怎么可能让我们这么好过？果然是他。姜予闪烁一闪。就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手机跑了过来，苏总、于姐，你们看。几人看了一眼，繁星娱乐居然也发布了公告。经过调查，姜予事件的主导者是我公司旗下艺人小李所为，因同为新人的姜予同学的音乐太过于优秀，所以心生嫉妒，花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对于小李的所作所为，我司深表遗憾，决定停止小李一切商业活动，但念其能再主动坦诚，我司决定留任查看，以观后效。同时，对姜予同学的名誉造成损失，我司进行公开道歉，同时要会联系对方的工作人员进行经济补偿。这老王八蛋够鸡贼的，这么快就找了个替罪羊，什么小李，我都没听过这号人。苏林怒骂道。苏沐雨眼神微微一冷，但还是叹了一口气，有些抱歉地看向姜予。繁星娱乐发出这样的通告，我们现在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了。哪里没有什么办法？姜予嘿嘿一笑，眼珠一转，不是说有经济补偿吗？第26章阴阳怪气。繁星娱乐李刚正在接听电话，面前还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去并不怎么开心的样子。喂，苏总，真是抱歉，真是抱歉，都是我御下不慎，你看看出了这样的事情。可以，你们随时都可以过来，我们既然都发通告了，经济补偿肯定会完成。好的，今晚紫黄阁我做东，请你还有小江同学吃饭聊，表示一下歉意。挂掉电话，李刚脸上闪过一抹笑意，又看到面前的小伙子。小吴啊，委屈你了。小吴名为吴克南，他是刚签约没多久的一名练习生，发了几首歌一直不温不火，所以被繁星娱乐打压雪藏，打算让他掏违约金。可是他们家没有条件能掏出这样巨额的违约金。就在他着急的时候，李刚拿着一张银行卡找到了他，说了让他背锅这件事，这可能会让他毁掉事业。
可是李刚提出，不仅可以免除违约金解约，甚至还能拿到一大笔补偿金。如果还有工作的意愿，可以留在繁星娱乐继续工作。当然，艺人是做不了了，但是当个什么艺人助理之类的，还是可以的。这让他犹豫了，经过再三考虑，还是答应下来。谢谢李总。吴克南尴尬地笑了笑，应该是我谢你才是。对了，今天晚上跟我去一个饭局，见一下华悦娱乐的人。吴克南小吴尴尬地笑了笑。那李总，没什么事情，我先出去了。去吧。夜幕降临，紫皇阁，这是江夏最好的酒店之一。苏玲带着江宇来到了这里，进入约好的包厢。苏总，小江同学，你们来了，快请坐，快请坐。小吴，让服务员上菜。两人入座后，李刚开始了他的场面话。小吴，快给苏总还有小江同学道歉。对不起，苏总，是我错了。吴克南低下头向苏玲道歉。苏玲在生意场上混了这么长时间，当然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被李刚推出来背锅的，面无表情地说道：你不应该给我道歉。吴克南咬咬牙，转过身，再次低下头。江宇，都怪我嫉妒你，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江宇嘿嘿一笑，不用道歉，其实你不用在意，我这次还要感谢你呢。如果没有你搞出的事情，恐怕我的热度不会这么高，多亏了你，我的名气大了好多，微博粉丝数直接涨了10万。这话一出，吴克南有些懵住了，慢慢转头看向李刚。李刚原本的笑容也停滞下来，带着一抹疑问看向苏玲。苏总，江宇同学说的是。苏玲再也装不了那副冷淡的模样，忍不住笑了出来。李总，还真是要谢谢你，华悦娱乐大赚了一笔，我们自己花钱炒作都不会有这种效果。听到这话，李刚的面色慢慢沉了下来。那要恭喜苏总了。就在这时，服务员开始上菜了。很快，一道道精美的菜肴被端了上来。菜来了，菜来了，快吃菜吧。李刚岔开了话题，原本是要看苏玲吃瘪的，万万没想到吃瘪的是他自己。李总，今天的诚意够大的，这一桌子菜没个3、5万可吃不了啊。苏玲笑眯眯地说道，又看向江宇。小江，你可要多吃一点，千万不要客气，这些菜很贵的，也只有李董这样的人才能请得起。好嘞，玲姐。江宇立马回答。服务员，再来半碗饭。别说，这些菜确实好。道歉嘛，肯定要有点诚意的。李刚有些尴尬。江宇同学，多吃一点，这段时间网络上那些人的风言风语一定很难过吧。多谢李董关心。江宇嘿嘿一笑。不瞒李董，这段时间我过得相当不错，人都精神了不少，尤其一听到今天李董要给我经济补偿，胃口都好了不少。你看，今天我就多吃了半碗饭。对了，李董，我的经济补偿呢？是不是该给我了？听到这话，李刚强忍下心中的怒火，冷哼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放到桌面上，转了过去。胃口好是好事儿，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娱乐圈这条路可不好走，稍有不慎，整个人就起不来了。做人还是低调点，我在这个圈子里从来都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人。这话真是充满威胁。哎，今天你就见到了，多谢李董关心，有李董这样的贵人，我之后在娱乐圈这条路上一定会过得风生水起的。江宇嘿嘿一笑，毫不在意李刚的威胁，拿起银行卡在鼻子上闻了一下，真香。对了，李董，这卡上有多少钱？100万。李刚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他已经做不下去了。苏总，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哎，李董，这才刚上你就要走啊？苏玲立马站了起来。不了，还有一些事情等着我处理。江宇站了起来，甩了甩银行卡。那就谢谢李董啊。对了，今天这顿饭是您请的吧？我穷，没多少钱，整个身家就只有李董给的这点钱，我还要攒着过日子的。已经结完账了。李刚额头上的青筋都要爆出来了，摔门走了出去。你小子太坏了！李刚的脸都紫了。等到李刚离开之后，苏玲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我给小雨打电话，这一桌子菜别浪费了。江宇点了点头，看向李刚离开的方向。正规途径拿你没有什么办法，恶心你一下总归可以吧。门口，李刚走在前，吴克南低头跟在身后。在李刚上车的时候，为了自己之后的工作，咬咬牙，李董，那我明天的工作。李刚本来就很气了，听到这话更气了，给江宇了一大笔钱，给这小子免费解约又损失了一笔钱，直接给了吴克南一个耳光。废物，还想要工作，都免费给你解约了，你就偷着乐吧，我不想再看到你。说完话，直接开着车扬长而去。吴克南直接被打懵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已经听了老总的话，却还是这样的结果。等到李刚离开后，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看着这人来人往。大城市的街道很繁华，但这个繁华不是他的。江宇、苏沐雨、苏玲吃完饭后走了出来。小雨，你不知道，今天太解气了。苏玲依然非常兴奋的江浙。江宇突然看到街边椅子上的人影有些眼熟，苏沐雨和苏玲也跟了上去。走过去一看，不是刚才背锅的吴克南，还有谁？是你！苏玲喊了出来。苏沐雨有些疑惑的看向自己的小姑，是李刚的人。苏玲附耳小声回答。
吴克南也注意到了江宇，有些尴尬的站了起来。江宇淡淡的说道：“背锅的滋味不好受吧？”吴克南没有说话。江宇转身看向苏玲：“小姑，我马上就能出道了，不如助理帮我提前配一个，如何？”第27章，家里白菜要被拱了就不回来那种。听到这话，苏玲一脸震惊：“小宇，你没发烧吧？这家伙是李刚那边的人。我知道，你看他现在的样子，李刚那边应该回不去了吧？可是……”苏沐雨拉住自己的小姑：“就随他去吧。”吴克南听到这话也惊了一下：“你是在怜悯我吗？如果你那样想的话，就是吧。为什么帮我？我是李刚的人。提醒一下，给李刚背锅的人做出这些事情的不是李刚吗？”江宇洒脱一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留着你还有用处啊。李刚的内幕你可都知道，到时候打击他说不定用得上。”原来是这样，一旁的苏玲也明白了江宇的用意。这小子有点鸡贼啊，他怎么就没想到呢？吴克南犹豫了：“如果你要是为难的话，就当我没说。”江宇笑了笑，转身看向两个女人：“小姑、小雨，我们走吧。”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吴克南叫住了他们：“等等，我愿意做你的助理。”江宇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苏玲：“小姑，拜托你了。”苏玲嘿嘿一笑，走到吴克南面前：“你身上的合约没什么问题吧？”吴克南从口袋中掏出一份折住的文件递给苏玲：“哟，结书，这回李刚可是亏大了。”随后伸出一只手：“恭喜，你通过了华悦娱乐的面试，之后你就是江宇的专职助理，等他开展工作之后就跟着他吧。”“谢谢苏总。”吴克南犹豫了一下，随后拿出手机看向江宇：“我这里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算是你帮我的感谢。”“什么东西？”江宇有些疑惑地看向吴克南的手机，这是一段录音，随着他们听下去，居然是李刚去找吴克南当背锅侠时候的录音。吴克南挠脑袋，李刚刚找他的时候提到了解约的事情，但他在娱乐倦怠了一段时间，知道这些老总没有一个好东西，所以在谈条件的时候还是决定录音保证自己的权益，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完整的录音。“可以啊，小伙子。”苏玲有些兴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你回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先到公司报到。”吴克南点了点头，离开了这里。苏玲则是继续说道：“我现在就回公司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操作。”江宇摇摇头：“还是算了吧，小姑，小吴肯定签了什么保密协议，如果爆出来会对他不利的。”听到江宇的话，苏玲愣住了：“这么好心泛滥，这个钱你不用管，我出了。”“小姑，你先听宇哥说完嘛。”苏沐雨站在了江宇身后，这惹得苏玲一阵气急：“不是我好心泛滥，而是要提早做准备。”“做准备？”苏玲有些疑惑。江宇嘴角微微一扬：“有2个原因。这2天他的名字在热搜榜上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样占用公共资源，不仅会败坏路人缘，更有可能得罪其他想买热搜的前辈，对他的发展很不好。”听到这个原因，苏玲也没有办法反驳。还有一个原因，偶像2年半这个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繁星娱乐也会派人参加，难保他们到时候使坏呢。就算他们不使坏，正好再用这个录音炒作一番。江宇不是坏人，但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要对付自己，那自己自然要还手。说完这个原因，苏沐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江宇。苏玲则是眼神一亮：“小江，厉害啊，你也太适合这个娱乐圈这个节奏了，那就听你的，我去好好准备一下。”江宇本想再说2句，可是突然感受到2股灼热刺在自己身上，扭头一看，是苏沐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盯得他都有些发毛了。“小雨，刚才那个你……”苏沐雨平静摇摇头：“你知道我讨厌什么样的人吗？”突然的问题让江宇有些疑惑，但他没有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家人。苏沐雨笑了笑，从小就是富二代，又是童星出道，他见过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在这娱乐圈，薄情寡义、拈花惹草，精于权谋，不留底线，刻意标榜离经叛道，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同情泛滥的好好先生。说这话时的苏沐雨一脸自傲，这些男人他全部看不上。对于江宇刚才的话，他不仅不反感，反而认为他有些手段。有人要对付你，还一点反抗的心思都没有，那不叫傻乎乎，那叫蠢。不喜欢的还挺多。江宇尴尬地笑了笑，同时开始自查起来，这些东西自己好像都没有沾边吧。真是个傻子，我跟小姑走，让司机送你回去好好休息，准备比赛。苏沐雨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一幕让江宇都有些看呆了，直到司机跑过来喊他才反应过来。而苏沐雨和苏玲已经走了。车上，小姑，我也想参加，偶像2年半，当导师可以吗？你不是从来不参加综艺吗？当然可以了。苏玲随口回答，可突然感觉有些不对，一脸玩味地看着苏沐雨：“小雨，你是不是喜欢江宇？”刚才那个一脸豪气的苏沐雨听到这话后，俏脸立马染上了一抹红霞：“小姑，切，我是过来人，能看不出来？”苏玲一脸鄙视：“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有点小心思能瞒过我？”苏沐雨整个脑袋都要埋在自己胸前了，小声嗡嗡：“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讨厌他，有一点好感。你那是有一点好感？当小姑我是瞎子啊？那是有一点好感吧？苏玲叹了一口气。小雨，你要清楚，现在谈恋爱对你在这条路上的发展很不利的。而且小江同学现在的实力很弱，你娱乐圈我不在乎，至于他实力弱。听到这话，苏沐雨终于抬起了头，语气中满是自傲。那我让他实力强起来不就好了？嚯，不愧是苏家大小姐。这倒也是，话说回来，这小子性格、品性、才华，还有那对付人的心眼子确实不错，同龄人里算优秀的那种。苏玲点点头，旋即又嘿嘿一笑。讲讲，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喜欢他的什么？帅？才华？好不容易自傲起来的苏家大小姐听到这话，俏脸又红了。我跟他是高中认识的，他帮了我很多，可能在那时候我就对他有好感了吧。苏沐雨滔滔不绝，苏玲则是叹息不止。完了，家里的小白菜马上就要被拱了，就不回来的那种，怎么办？在线等，急。那你觉得他喜欢你吗？小姑，你觉得江雨身边能遇到的哪个女人配当我的对手？苏沐雨脑壳又昂了起来。有道理。第28章，进入节目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李刚回到家中，一进门一脚踢飞了一个凳子。你喊什么喊？一个美妇走了出来，一回家就甩脸子，给谁甩呢？李江也走了下来。爸，你怎么了？今天江雨那个小畜生，气死我了！江雨，听到这个名字，李江心中微微一颤，怎么又是他？随后咬牙切齿，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也在他身上栽了。爸，他就是个穷小子而已，现在我们正在忙偶像2年半，这个节目腾不出手，等腾出手来再收拾他。李刚没有说话，随后叹了一口气，目前确实不是收拾他的时间。公司的业务要紧，参加选手的名单出来了吗？我们公司出的哪些人？已经出来了。李江回到房间，将参赛的名单拿了出来，递给了李刚。我们公司的许坤有一个导师的位置，还有我们公司挺火的王林凯要参赛。李刚一边看节目单，一边听他说话。王林凯在这群参赛的人中，粉丝基础比较庞大，而且还有许坤当导师，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们公司赚到钱的几率非常大。还有，等等，就在李江要继续说话的时候，李刚突然打断了他。李江朝名单表上看过去，他之前没有看过名单，只是下面人告诉他这些事情，现在一看，最后一个名字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华悦娱乐，江雨，这个人居然也要参加。爸，我们要不要？这件事交给你去办。终于到了参加比赛的这一天，江雨一个人带着一些行李打车来到了节目组订好的酒店中。刚下车，一个带着工牌的工作人员就走上前询问：您好，请问您是参加偶像2年半的选手吗？是。您好，我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请先跟我来办理报到手续，我帮您分配房间。江雨点点头，跟着工作人员走进酒店。这里到处都是关于节目的广告牌，不得不说，这节目组是真有钱啊！查询了一下，5星级的酒店、泳池、健身房，什么都有。您好，我们节目明天开始录制，这是你的房卡，明天我们就要正式录节目了，时间可能有点长，还请你早点休息。好的，请问伴奏带什么时候交？明天早晨10点会有大巴车带所有选手去录制现场，到时候交给录影棚里的工作人员就好。好的，如果您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今天都在这个酒店中。谢谢。回到房间，这是一个双人的标间，自己应该是还有个室友还没到。江雨一个猛子趴在床上缓了一会儿，想了想，又掏出手机拍了一下房间中的风景，发给苏沐雨，又发给了自己的室友。不一会儿，手机就滴滴滴响了起来。老四，牛批啊，加油加油！老四，不拿个第一别回来见为父。江雨笑了笑。这时苏沐雨也回了一条消息，环境看着不错，还可以吧，明天开始就要忙工作了。我也接了一个通告，也要忙了，记得比赛结果告诉我。必须的。就在江雨跟苏沐雨发消息的时候，又进来了一个男人，看着长得很不错的样子，应该就是自己的室友了。你好，我叫刘斌。你好，我叫江雨，很高兴认识你。刘斌腼腆一笑，开始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礼貌腼腆，再从他归置自己的物品，感觉不错，起码第一印象很不错。时间还早，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我请客。收拾好后，刘斌笑眯眯地看着江雨。江雨点了点头，他确实也有些饿了。两人没有在酒店吃，选择到旁边一家麻辣串吃，就是在街边摆的一个锅里，啥都有的那种。比起酒店，江雨其实更喜欢在这种街边小吃摊吃东西，热闹有烟火气。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刘斌突然拿出手机，不好意思，我追的小说更新时间到了，我先看2章。江雨笑了笑，点点头，朝老板看了一句，加一份方便面，随后自顾自地吃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刘斌突然喊了一句，七脉会武终于4强了，张小凡应该能打败那个陆雪琪吧。
狗作者天天吊人胃口。嗨嗨！听到刘斌的话，江宇好悬一口方便面进嗓子眼里。没错，这就是他前段时间从系统那里拿到并且发布到网上的小说《诛仙》。你没事吧？刘斌注意到了江宇咳嗽。没事儿，辣椒呛嗓子眼了。慢点吃，老板，拿瓶大窑。刘斌帮江宇要了一瓶水后，又自顾自地沉浸在了那宏大的仙侠世界中。七脉会武这段剧情正是《诛仙》中的一个高潮点。前2天，江宇看到站内短消息，字数已经达到，开始了第1轮测试。果然，这个没有经历过华夏兵王率领30万大军回家，女儿进驻狗窝，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样小白文洗礼的世界，写书割酒挣钱太容易了。而第1轮测试结束之后，诛仙一跃而起，成为了新书榜的前3，数据还在不停的增加，而粉丝也越发活跃了。比如眼前这位拿着手机，一脸震撼的看着屏幕，嘴里还在不停的念叨：乖乖，9天玄沙化为神雷，煌煌天威，以剑引之。陆雪琪太帅了，我吊你的，这个狗作者的脑洞也牛皮啊，引动天雷攻击，这是怎么想出来的？江宇听着这刘斌一直骂自己的话，越来越绷不住了。那个刘斌，你在看诛仙吗？宇哥，你也知道诛仙？对，了解过一点。江宇战术性喝了一口大窑。哇，宇哥，书友啊！接下来的时间，江宇无比后悔自己跟这小子聊诛仙这件事。这小子也太兴奋了，聊起来那叫一个滔滔不绝，真是让人有口难言。到了晚上10点，2人才回到酒店。让开让开！可刚到酒店大门的时候，一道急促的吆喝声响起，2人还没反应过来，几个黑衣保镖直接将2人挤开，刘斌躲闪不及，直接摔在地上，而江宇也差点被推倒。随后，一辆黑色的车停了下来，一个染着黄发、戴着墨镜、一副夸张造型的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一脸傲气，朝酒店工作人员走了过去。你好，我是来参加节目的选手，你们订的标间我就不住了，麻烦给我一个单人间，我可以自己掏钱办理参赛手续，你可以跟我助理对接。说完就要走进酒店，然而就在这时，一句话让所有人停了下来。大晚上的戴墨镜，知道的说你是装逼，不知道的上公交车黄椅子都得给你留着。第29章，恶人还需恶人磨。听到这话，小鲜肉停下了脚步，转过身，用中指将墨镜往下扒了扒。你是在说我？说话声音有些阴柔。江宇冷笑一声，谁装逼我说谁，他才不会惯着这群人。但刘斌有些慌了，轻轻拉了一下江宇，小声说道：宇哥，咱们惹不起他，都是小事儿，要不就算了。江宇还没有说话，小鲜肉直接冷笑一声：算了，你知道我是谁吗？自己不长眼堵在门口，还敢骂人？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在骂你了？我叫名字了吗？江宇翻了个白眼，拉着刘斌向酒店走去。站住！年轻人一声怒吼，旁边的保镖立马走上前，想拦住江宇，可是胳膊刚碰到他，江宇直接躺在了地上。哎呀，打人了！这是哪位明星指示保镖打人了？这种操作直接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明星就可以打人吗？我们其他人虽然没有名气，但也是选手啊，难道是为了扫清障碍吗？哎呦，这个世道啊，打人了没有人管吗？刘斌真以为撞到了江宇的什么地方，赶忙冲了上去。宇哥，你没事吧？江宇一边哀嚎，一边给刘斌使眼色，一边小声说：蠢啊，还不拿手机录像？哎呦，明星纵容保镖打人了。而刘斌一下就开了窍，立马拿出手机，一脸愤恨：我录像了，你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这一下，那阴柔男子的面色一下就沉了下来，对着旁边的保镖怒斥：他在拍我，你们在干什么？保镖硬是愣在原地，被年轻人吼了之后才反应过来，赶忙走上前想要挡住拍摄。刘斌开始叫了起来：哎，你们要干什么？打了人不算，还要抢我手机？躺在地上的江宇差点没忍住，这刘斌有前途，要是有机会可以帮帮他。工作人员也是满头大汗，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上前拉，可是根本拉不起来。他们也算是见多识广了，每一个参加节目的人，无论是明星还是刚出道的新人，可没有一个人是这般的。你装尼玛！鲜肉怒了，就想走上前，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助理走了过来。鬼鬼，别闹，这里有这么多摄像机，还有这么多人。助理的提醒的声音传入他耳中，鲜肉捏了捏拳头，看着酒店来来往往被吸引到的人，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怒气停了下来。你退到一边，我来处理吧。助理说完话后，走到一旁找到工作人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工作人员走了过来，站在江宇身旁。这位选手，不然我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帮你叫医生。对方说了，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对方负责。刘斌听到工作人员的话，宇哥，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地上湿气重，容易受寒，不然我们回房间。哎呦，回房间啊！江宇一脸痛苦，看向那个小鲜肉，好嘛，回房间，
可是我现在头很晕，站不起来，我要他亲自扶我起来。我，小鲜肉指着自己，直接被气笑了。怎么，你不服？江宇脸一皱，今天不把你屎给你挤出来，都算你拉得干净。哎呦，听到哎呦2个字，小鲜肉顿时感觉牙有点疼，思索半天后，一脸为难地吐出2个字：我服。说话间，咬紧牙关，走到江宇面前，低下头，一脸难堪地扶起了他。早这样不就好了？行了，回房间了。边儿啊，我浑身疼，你扶我一下。来了哥，可怜了，回屋让医生好好给你看看。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小鲜肉咬牙切齿地看向助理，去问问这人是谁。不用问，助理也朝2人离开的方向看了过去。他是江宇，他就是江宇。听到这个名字，小鲜肉眼神微微一闪，眉头紧皱。来之前，老板已经跟自己说过这个江宇的信息，这一次他要全力淘汰的选手也是他。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我说呢，谁会这么狂，敢找我的麻烦？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所有人都没有看到，在酒店的另外一边，一个无比漂亮的女孩正笑盈盈地看着这场好戏，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一脸的好笑。这个小江也太无赖了。小雨，他高中时候就这样吗？苏沐雨笑盈盈地摇摇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副模样。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苏林哭笑不得，许坤也是繁星娱乐的，要不要联系一下节目组？苏沐雨摇摇头，我相信他不会输给任何人。可是黑幕问题，如果不提前解决，如果他真的被欺负了，我会出手。再说江宇和刘斌2个人回到房间，刘斌当即哈哈大笑起来，躺在床上捂着肚子，看上去很痛并快乐着。宇哥，你也太猛了，差点没把我笑死。对付这样的人就要用这样的手段，恶人还需恶人磨。江宇嗤之以鼻，那家伙谁啊？装成这个样子。刘斌停止了笑容，他名字叫王林凯，外号鬼鬼，还挺火的，是繁星娱乐签约的艺人，刚出道没有多久。繁星娱乐，鬼鬼。江宇皱了皱眉头。刘斌点了点头，最近一段时间还挺火的，也有个上百万的粉丝吧。上百万粉丝，苏沐雨上千万的粉丝，排场都没有这么大。但想了想，这样一个大型节目，繁星娱乐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他没想到的是，梁子没在赛场上结，在赛前已经结下了梁子，也无所谓了，时间早晚而已。现在的他就是养好精神，在那个舞台上好好表现，所以果断拒绝了刘斌要跟他继续讨论诛仙的事情。看到在地摊上刘斌兴奋的样子，要是真跟他讨论下去，今天就甭睡觉了。第30章，导演严明。偶像2年半如火如荼的开始举行了。翌日清晨，江宇坐上了节目组派来迎接选手的大巴车，36个选手再加上随行的工作人员，坐了满满当当的2辆车。不得不说，这些选手打扮得十分潮流，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身上戴满了亮丽的首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宇哥，你没事吧？刘斌注意到了江宇紧皱的眉头，不要太紧张，没问题的。江宇打开窗户，我那不是紧张，味儿太浓了，给我干晕车了。兄弟，你说对啊。就在这时，身后有一个面色涨红的青年，一看也是晕车的那种，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缓过劲儿来了。太浓了，你要没开窗户，差点都要吐了。江宇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青年看上去很自来熟，兄弟，你哪个公司的？江宇回答着，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哇，刚毕业的大学生？青年一脸惊喜。你好，我叫郭强，是华悦娱乐的。华悦娱乐不就是苏沐雨他们公司的吗？你好，江宇。江宇跟他握了个手，还多看了一眼。本来想再跟他多聊2句的，可是味儿实在太浓了，到地方再说吧。我再休息一下，还是有点晕车。好嘞。郭强点了点头，随后自顾自地开始玩起手机，打开微博搜索了一下江宇的名字，发现微博上江宇有好几万的粉丝。没想到刚毕业就有几万粉丝，不错呀，可能是个网红歌手。他也看了名单，除了那些娱乐公司的人之外，还有素人之外，还有一些网红。可是当他手机往下翻了一下，发现居然有一长串的热搜词条：井号校园神级歌手井号，井号江宇素颜井号，井号江宇凤凰花开的路口井号。这让他无比激动。签约华悦已经好几年了，但他一直不温不火，粉丝数量也就10来万。为了参加这个节目，他封闭训练了好久，在休息的时候也听到了这2首歌，真是惊为天人。万万没想到原创歌手就在自己身边，要是能找他约个歌，那自己绝对能火上一把。而就当他想跟江宇再说2句话时候，大巴车已经到了。众人开始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浩浩荡荡的下车进入摄影棚。需要补妆的右边有2间公共化妆室，厕所也在右边，走到底就行。做好准备，12点放饭结束之后就开始录制。不行，刚才车上有点热，我要补一下妆。一起，我也要补一层定型。我的头发还要打理一下。工作人员离开后，一大群人开始朝化妆间走去。
那么多人抢2个化妆间，就跟一群老头老太太在超市抢鸡蛋一样。哥，我也去补一下妆。刘斌从一开始就一直待在江宇身旁。江宇点点头，去吧。随后走到一个角落的沙发上躺了下来，开始闭目养神。早知道自己就晚过来一会儿了，自己又不用化妆，还不如多休息一会儿。郭强补好妆，环顾四周，发现江宇在沙发上躺觉，这也太牛了，在节目录制现场睡觉。就在这时，一个可爱的少女走了过来，强哥，邓小琪，你也来了。邓小琪跟郭强是一个公司的，没错，都是华悦娱乐的。对，少女走了过来，也发现了躺在沙发上睡觉的江宇。强哥，你认识他？郭强点了点头，他叫江宇。江宇，听到这个名字，郭小琪惊呼一声。郭强一脸好奇，你认识他？邓小琪点点头，你知道黎浩吧？他本来要跟我一起参加节目的，可是前段时间他不是出了点事儿吗？苏总把他给换掉了，接下这个名额的就是江宇。郭强愣了一下，黎浩这个名字他听过。华悦娱乐注重内容发展，但目前市场就是这样，作为一家公司还是要根据市场进行调整的。而黎浩正是华悦娱乐培养出来的小鲜肉，有个几十万的粉丝，公司也算培养的成功。可这个黎浩稍微有点成绩之后就飘了，做了一些炒粉的事情被曝光，给公司招来了很大的麻烦。没想到公司会把这个名额给他，那这么说江宇之后说不定会签在华悦娱乐了。郭强心中一喜，这不就是大好事儿，到时候约歌就方便了。就在众人忙碌的时候，一群人走了进来。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的导演严明，马上节目就要开始录制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我们还要给大家讲解赛制。听到导演来了，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跑了过来，包括那名王林凯。宇哥，你跑哪里去了？刘斌开始到处找寻江宇。江宇在角落的沙发上睡觉，快把他喊起来。郭强也跑了过来。刘明终于看到江宇在角落中，可是还没等他跑过去叫醒江宇，导演就开始发话了。两人只能站在导演的面前，努力调整位置，想堵住导演的目光，各自看看自己在宾馆的室友到齐没有。只见严明面无表情地看着众人，齐了，齐了。参赛选手环顾一下，回答完后便安静下来。刘斌也硬着头皮，齐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入众人耳中：导演，你看那边沙发上还睡着一个。这道声音在安静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兀，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不是昨天那个鬼还有谁？刘斌咬牙切齿地看了他一眼。只见王林凯举起手指着角落里的江宇，看着导演义正言辞地说着。严明扭头一看，就看到一个背影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眼看着导演的面色沉了下来，导演，我跟他是室友，昨天他有些水土不服，我现在叫他起来。刘斌赶忙跑了过去，宇哥醒醒。江宇迷迷糊糊中醒了过来，导演来了，快。眼看着江宇还在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的时候，刘斌直接拉起他朝队伍里跑去。两人刚要跑进队伍中的时候，严明叫住了两人。等等，你叫什么名字？第31章，苏沐雨居然是导师。一旁的王林凯强忍笑意，要知道严明导演在业内出了名的严厉，最讨厌的就是态度有问题。一个节目不管是否是资本方塞的人，但只要上的节目就必须要端正态度。现在别人都在热火朝天的准备，而江宇却在睡觉，不把你从节目直接赶出去，印象也绝对是差到不行。我叫江宇。江宇摸了摸鼻头，有些尴尬地回答着，确实是他做错了。你就是江宇？严明上下打量了起来，他自然是听说过这个年轻人，还有江宇的歌曲，他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才华横溢，他一度认为这个年轻人绝对是娱乐圈的一匹黑马。环顾四周，所有的参赛演员全都是各种奇装异服，他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导演。可能这些奇装异服的参赛选手会让节目的收视率不差，但绝对走不远，所以他也尝试联系江宇来参加节目，为的就是提高整个节目的上限。但联系了很久都没有联系上他，直到苏玲来找自己说把这个名额给江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答应下来。有了江宇的加盟，绝对会给节目一个非常大的噱头，再加上他的现在的热度，绝对会让节目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可是这个年轻人态度太差了，所有人都在准备，只有他一人在睡觉。他们都在准备，你在睡觉，这就是你的态度吗？严明语气很是平淡，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导演生气了。导演，您说的准备是化妆吗？江宇猛了一会儿之后，终于反应了过来，如果您说的是化妆，那我不需要。这话说的也太装了。严明则是再次打量了一番江宇，再看看自己周围那些女性工作人员如沐春风般的面庞，暗含秋波的双眸。他不得不承认，江宇长得确实帅，老天爷都赏饭吃的那种。如果要是在拍摄中期，他可能会为了经费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才刚开始啊。年轻人，你这种态度我不是很喜欢。严明淡淡的说着，信不信我可以直接让你离开节目。
严导，您是个很有眼光和格局的导演，我相信你不会让我离开节目的。江宇自信地笑了笑。严明眉头一挑，为什么？你态度不端正，是一条足以让你离开节目的理由。相信严导能让我参加节目，相信已经从别的地方了解过我，认可我的实力。江宇环顾四周，看了看那些画得宛如牛鬼蛇神一般的参赛选手。严导这么痛快地答应我参加节目，为的就是能提高节目的上限，不是吗？隔壁还有个什么女团的节目也要同步播出了，我想严导你一定不想输给他们吧？你是说让你参加节目就一定不会输给隔壁的节目吗？严明看着江宇，年轻人，你很有自信啊。江宇嘴角微微一扬，严导，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什么赌？第一期我准备的歌曲绝对不会弱于您听到的那2首歌，而且接下来的每一期都是如此。不如就让我参加一期，看看效果，如果没有达到您的满意，直接把我淘汰了，您也没有什么损失，如何？所有人听到这话之后都愣住了。他说什么？每一期都是原创歌曲？要知道一季节目最多也就录12期，除了前2期人数比较多会分成2期，就是说至少也需要8到9首歌曲，一星期1首，这在整个娱乐圈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严明愣了半晌，好自信的小伙子。素颜还有凤凰花开的路口是2首怎么样的歌曲？身为导演的他心里很清楚，现在这个小伙子居然说绝对不会弱于这2首歌曲。你确定每一首都是原创，而且不弱于那2首歌？对。江宇点了点头，就算严导你录100期，我也相信我自己。身为一个穿越超歌者，他就是有这样的自信。好，我接了。严明嘴角微微一扬，期待你的表现。各部分节目录制准备开始。一旁的王林凯咬咬牙，他没想到严明居然这样简单的放过了江宇。而严明说完话后，带着一群工作人员走向现场。在走的时候，严明脸上带着一抹浓郁的笑容。大导这么开心？一旁的工作人员问道。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伙子，有才气也有傲气，我倒是觉得他有点太自大了，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工作人员摇摇头，可他不是牛犊啊。严明微微一笑，你没看到他在学校的演讲吗？敢与苍天一棋局，这是一只小老虎啊。我现在只希望这只小老虎在录制的时候别给我掉链子，哈哈哈。严明说完最后一句话后，面色一正，拿起对讲机，开始工作。各单位最后检查，摄像组就位，技术组就位，灯光师就位，场记就位。好，各部门注意，倒计时时9、8、3、2、1。砰！一道巨大的灯光打在了舞台上，所有的现场观众也慢慢入场。偶像2年半正式开始，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在后场等待。兄弟，牛啊！没想到你居然敢跟大导那样说话。郭强站到了江宇身旁，那是我宇哥必须牛掰好吧？刘冰也无比兴奋，江宇则是笑了笑，都是小问题，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就在3人聊天的时候，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传入几人耳中，某人真是有够嘴硬的，还原创100期，就是不知道你的实力是不是跟你的嘴一样硬。刘冰和郭强回头一看，不是那王林凯还是有谁，正想帮江宇说话，可是就听到2个字，傻逼。江宇都懒得搭理这种人，直接吐出字正腔圆清晰无比的2个字，噗呲，2人直接没忍住，动作整齐划一的堵住了自己的嘴。你王林凯则是面色阴沉下来，仔细点可以看出脸上的粉好像都出现了细小的裂痕，但江宇直接无视他，扭过头去。随着主持人报完冠名商广告，终于4个导师依次登台了，全场观众呐喊起来。宋长英、陈彤这2个都是老牌歌手，气质很是不凡，但相比起来人气差了少许。而下一个导师登台的时候，声音无比剧烈，后台的江宇更是直接瞪圆2只眼睛，他怎么也来了，还是当导师？第32章，你的歌词太空洞。苏沐雨，苏沐雨。随着欢呼声响起，那一道白色长裙的倩影缓缓走上舞台，在灯光下更鲜了。大家好，我是导师苏沐雨。啊，女神，我好喜欢你啊。后台处江宇一脸震惊，这小妞之前说自己接了一则通告，原来就是偶像2年半的通告啊。宇哥，你看到了吗？是苏沐雨，是苏沐雨啊。郭强也是一脸激动，对于自己公司的当家小花旦，他当然是见过，只是万万没想到这节目组的导师居然是他。要知道苏沐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综艺的人。兄弟，见到了吗？那就是我们公司的苏沐雨，乖乖，严导牛掰啊，居然把苏沐雨请过来了。江宇一脸疑惑，苏沐雨很难请吗？他年纪这么小，而且又是以影视方向为主，他过来应该没有多少人服气吧。郭强摇摇头，兄弟，你太低估我们当家小花旦的人气了，在这个圈子人气为主，他可是年轻一代里人气最高的小天后啊，谁会不服？
没想到导师居然有自己人，这下我们稳多了。江宇一脸嫌弃，这郭强也是个自来熟，谁跟你自己人，真是不要脸。不过他就喜欢这么不要脸的人。可是还有更炸场子的人。随着主持人喊出，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个导师许坤。尖叫声、欢呼声简直要把房顶都掀开了。哥哥，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而这位叫许坤的歌手在上台之后，节目组也是让他唱了一首歌，基尼太美 Baby。 江宇直接瞪大了眼睛，太亲切了。大家好，我是许坤，很荣幸再一次回到我出道的节目，偶像2年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许坤打了个花手之后便坐回了导师的座位上。啊，哥哥太帅了，哥哥我要给你生猴子。这下有点麻烦了。郭强面色一变，江宇疑惑地看着他。许坤是繁星娱乐的当家小鲜肉，人气比苏沐雨要高出很多。江宇笑了笑，不用管那些，唱好我们自己的就可以了。终于，主持人将所有导师介绍完，开始了今天的节目的录制。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刘斌。听到自己的名字，刘斌脸色有些尴尬。宇哥，我先上去了。对于一个比赛来说，上场的排名也是有根据的，几乎没有人愿意当第一个上场的。但没有办法，他只是个素人，能走到这种程度已经算非常厉害了。江宇拍了拍他的胳膊，压力不用很大，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行。刘斌点了点头，但那颤抖的手足以看出他现在状态还是有些不对。对于这个，江宇也只能无奈摇摇头，这种情况也只能靠他自己去面对。走上台，刘斌唱出了自己的原创歌曲《仙侠恋》。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感觉还不错呀。歌曲结束了，评委们脸上都带着兴趣。陈彤老师率先提问：刘斌，你这首歌曲是写的武侠吗？真不错。刘斌摇摇头：陈老师，我写的不是武侠，是仙侠。仙侠，一个全新的名词出现在众人耳中。刘斌接着说道：因为这段时间我很迷恋一部名为《诛仙》的小说，灵感也是源于这部小说。台下的观众听到这2个字兴奋起来。我就说嘛，这词听的也太热血了。原来是诛仙啊，唱得好，我支持你。九天玄沙化为神雷，煌煌天威一剑引之，神剑御雷真绝天下第一。看到台下这么热烈的反应，除了苏沐雨之外的3人全部都愣住了。宋长英一脸好奇：是我真的被淘汰了吗？对啊。陈彤也是一脸懵，完全听不懂，回去要找来看看，不然还真是跟不上年轻人的思路。2位年龄大的老艺术家目瞪口呆，不过单从他的唱功还有作词来说，这首歌确实不错。众人给出了84分的成绩。刘斌则是一脸兴奋，尤其当他看完接下来的10好几个人表演完后，他的比分还保持在前10名的档次。算算人数，起码第1期不会被淘汰了。郭强表现也非常不错，暂时排名第5，基本也确定进入了下一期节目。让我们热烈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王林凯上场。然而，就在主持人念出王林凯的名字后，全场迸发出热烈掌声。啊！鬼鬼，我爱你！鬼鬼，加油！台下一群歌迷无比兴奋，见到自己的哥哥上台之后，直接尖叫起来。而王林凯则是不苟言笑，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招牌台词：大家好，这里是 AKA 王林凯，我是一个特别固执的人，从来不会在意别人跟我说什么，让我去做，让我去怎么做，我不管。如果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啊呀，鬼鬼，鬼鬼要努力 ，fighting fighting。说完这句台词，台下的人又迸发出剧烈的尖叫声。后台，刘斌一脸鄙夷，装什么逼？真的是，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这样的？郭强也是鼻子一皱，眼中出现鄙夷，但中间的羡慕也是真的。没错，真是羡慕嫉妒恨啊。2人不断吐槽着，整天搞这些没用的，一种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的感觉。对，就给人一种没文化却要激励他人的样子。踏入这个圈子，谁没有火的想法呢？江宇则是揉了揉鼻梁，不愧是 T1 的版本之子，人气还真是高的有些离谱。但比起那位 T0 选手，想到这里，江宇的目光慢慢移向那个叫许坤的人。果然，哥哥真是无处不在。鬼鬼的表演终于结束了，许坤率先拿起话筒：鬼鬼，我们是第2次见面了，比起上一次，你进步很大，我很喜欢这首歌，是一首很不错的商业歌曲，我看好你。其他2名老艺术家也只能点点头，毕竟粉丝老师他们也惹不起。轮到苏沐雨了，我同意几位老师的看法，这是一首不错的商业歌曲，但是我不喜欢你的歌词太空洞。第33章歌曲有何不可？台下的江宇没忍住笑了出来。太空洞这个词可太好了，不愧是苏沐雨，总是能一语成谶，没文化就直接说没文化，还太空洞，哈哈哈哈。台上听到这个点评，王林凯的笑容直接僵住了，只能微微鞠躬，面色阴沉地走下舞台。主持人再次走上台，有请下一名选手
江宇，宇哥，加油啊！听到他的名字，刘斌和郭强立马给他打起气来。宇哥，别紧张，你一定没问题的。江宇带着一抹微笑，轻松地朝前走去，从演员通道慢慢走向舞台。而等到江宇的身影出现在舞台后，观众席上开始嗡嗡的讨论声。我去，姐妹们，你们看，有帅哥！哇，这是真的帅，他的脸也太好看了，身材也太棒了吧，还有他好清爽，好阳光啊！这个微笑真的把我俘虏了，他是哪个公司的新人？绝对能火，他绝对能火！江宇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一道欢快的背景音乐响起，江宇脸上带着阳光灿烂的微笑，朝苏沐雨方向看了一眼。苏沐雨也看着那张让他感觉非常特别的面庞。天空好像下雨，我好像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轻快干净爽朗的音乐瞬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冷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听到这两句的时候，苏沐雨耳垂蒙上了一抹粉色，她想起了那天夜里江宇请她吃冰淇淋时说的话，晚上就只许今天吃。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吗？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格洛米借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随着江宇歌声唱到这里，现场的观众已经全部沉浸在其中了。歌声中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将现场所有的观众带入一幅甜甜的恋爱当中。有些观众仿佛回到了10年前一般，脸上出现了姨母笑，回到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谁没有暗恋过人啊？那个时候生活没有压力，没有家庭的负担，只要看到那个暗恋的身影，能跟他说一句话，就能开心一整天。不自觉的，大家脸上出现了笑容，没有人出声，只是跟随节奏，带着姨母笑，摇晃着自己的身体。大家都不想打破这一刻的氛围，只想安静的听歌。歌声短暂停止，江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歌曲来到了最动听的部分。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随着歌声进入高潮，一些人甚至听得流下了眼泪。歌曲是甜的，可是为什么心里是苦的？一个男孩听到这首歌，眼泪流了下来。我们约定好了，大学毕业一起回来。好，等大学回来我一定向他表白。大学毕业了，你没有回来，我也再没有机会向你说出那句话。旁边的陌生男人见到他流下眼泪，鼓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心中无限感慨。他听懂了歌曲，只是不会像旁边这个小男生这般热泪盈眶。他也想起了那个遗憾的他，想起了两人的从前，只不过现在不重要了。男人拉起了身边女伴的手，幸福地笑了笑。女人靠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又有了喜欢的人，有了新的生活。他们放下了遗憾，只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没有不散场的青春，不是吗？同一首歌，不同的故事，有人遗憾的哭，有人甜蜜的笑。他没有什么风格，仅仅是我对你的祝福，我希望你快乐。歌声继续，而这一次现场的观众竟然跟着唱了起来。他们虽然只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但他们竟然记住了简单的旋律，这简单的歌词却不简单的歌曲。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有换季的颜色，一起唱吧。江宇对着现场的观众微微鞠躬，场内先是一阵沉默，台上的评委老师们率先鼓掌打破之后，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没有现在那种浮躁的舞蹈，吵闹的 rap， 但却深入人心。这首歌，宋长英先开口了，他是演艺圈辈分最大的前辈，虽然人气不如之前，但没有人敢否定他的权威。本来他想点评的，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眼眶微红，发胀的鼻梁足以看出他也被带入了这首歌曲中。哪个女人没有经历过少女时代？哪个少女不怀春？要不几位老师先点评一下吧。许坤接过了话语，看着江宇，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缺乏了现阶段的主流元素，很平淡，没有任何调动情绪的地方。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这还不够调动情绪啊？而江宇心里冷笑一声，赛前想的没有错，烦心娱乐的人是不会让自己这么顺利的将节目参加完毕的。这不，表演开始了。许坤没有停下来，看着江宇继续说道，你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的主流音乐是什么，还有歌曲的含义是什么？歌曲是要那种点到为止的感觉，你的太过于直白，只有一幅画面，就像是小学生的看图写画一样。我听完之后，脑子里没有任何歌词，只有一幅画面而已。歌曲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传唱度。说实在的，你这首歌在我看来很俗，就像是穿越回了10年前的口水歌一样。可是10年前的歌曲到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唱出来呢？所以我这一票不能给你，希望再看看你在待定区的表现是如何。
我们再做决定。我的话讲完了。许坤微笑着看向苏沐雨，不知道苏沐雨老师有什么看法。第34章，冒泡赛换歌。因为人数实在太多，必须要刷掉一大批的人，所以第一场导师的票至关重要。按照规则，导师全票通过则直接晋级，3票的话进入待定区继续比赛，之后就是大众评选了。3票以下则是直接淘汰。许坤留下这一票，江宇会直接进入待定区，如果还有其他老师不喜欢，则会被直接淘汰。而且就算其他老师很喜欢这首歌，可是进入待定区后，谁能保证你的第2首歌其他人也喜欢呢？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许坤问苏沐雨也带着一种炫耀的语气，可是苏沐雨连理都没有理他。看到这副模样，许坤有些尴尬，眼神一沉，旋即就消失不见。随后扭头看向2位老前辈，陈老师、宋老师，我们点评完了，您2位。陈彤面色有些不自然，因为他听到了刚才许坤说的10年前的歌曲。作为一个娱乐圈的老前辈，怎么可能看不出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可是就算你是再压江宇，也不应该这样说。只听他咳嗽了2声，像是在组织自己的语言，过了几秒钟，终于开始说话了。这位江宇同学，说句老实话，我觉得这首歌的曲子节奏不是属于那种出色的。说到这里，陈彤顿了顿，江宇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选手区中王林凯脸上升起一抹抑制不住的笑容。但是陈彤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他让我共情了，他让我想起了我的20年前暗恋的那个人。从这点来看，这首歌非常出色，我的票给你了。现场一片哗然，没想到陈彤老师居然会用非常出色这样的字眼去形容一个选手，而且还是在许坤这个小鲜肉那样点评之后说的，这不是赤裸裸的打脸吗？果然，陈彤点评完之后，导师席上的许坤面色不自然起来，但反观另外一个导师宋长英直接被逗笑了，原来陈老师也有暗恋过别人啊。陈彤哈哈大笑，当时我也是个愣头小子，当然有喜欢却不敢表白的姑娘了。还真是。宋长英立马点点头，这首歌真的让我复活了好多的记忆，江宇，谢谢你勾起了我青春的回忆，我也给出我的1票。竟然让他给逃脱了。台上的许坤和台下的王林凯面色一变，他们万万没想到2个老师也喜欢江宇。小伙子，我太喜欢你的歌了，长得又这么帅，对了，你有女朋友吗？宋长英笑眯眯地说道。啊？江宇愣了一下，先是看了一眼旁边的苏沐雨，又赶忙转移目光，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还没有呢。哎呦，那正好，我认识好多漂亮小姑娘，到时候介绍给你认识啊。那就谢谢长英老师了。这话一出，在摄像机没有拍到的地方，评委苏沐雨双眸中闪过一抹不开心，回答的这么干脆。小苏，就你一个人没有评价了，你觉得怎么样？宋长英笑眯眯地问道。苏沐雨对着宋长英甜甜一笑，随后看向江宇，脸色一冷，我很喜欢，票给你了。江宇直接愣住了，这小妞咋了？怎么突然给自己甩脸子了？似乎觉察到了江宇的目光，苏沐雨看向江宇，眼神发出了某种讯号，我惹他了。最终江宇也只获得了3票，进入等待区。宇哥，没事儿，这首歌写得太好了，我绝对听你。刘斌见江宇走过来，赶忙劝说道。郭强也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这不怪你，有小人，下一把好好搞，绝对能进比赛的。他是专业的，当然能听得出这首歌非常好听。江宇则是笑了笑，没事儿，放心吧，让哥给你俩多唱一首歌，也就是延缓时间罢了，还不如直接淘汰。就在这时，一阵阴阳怪气的声音传了过来，不是那王林凯还有谁，他倒是直接晋级了。你！刘斌一脸怒气地指着他，江宇则是拉下他的手，这种傻逼你跟他计较干啥？又是一句傻逼。王林凯瞬间感觉自己气血有些上涌，哥，你也太刚了。郭强和刘斌想笑又不敢笑，同时还有些担心，宇哥这会不会不太好啊？是啊，闹太僵了，这没事，这种人给他脸干啥？江宇无所谓的摊摊手，好不容易穿越了，还有金手指，我特么惯着你。周围的选手一阵无语，要知道鬼鬼也是有几百万粉丝的人，而江宇只是一个新人而已，可是万万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刚。可是听他唱的歌就觉得理解了，有才华的人刚一点正常。行了，你俩就好好等着，我去找配乐老师教伴奏。郭强一脸疑惑，我们不是已经教过了吗？每个选手在参加节目的时候都上交了2首配乐，为了进入冒泡赛方便，被淘汰则会直接还给他。那首歌不合适，我要去换首歌。江宇嘴角微微一扬，先一步离开了选手等待室。王林凯则感觉自己满身是气，但却没有任何发泄的地方，只能咬咬牙。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第1轮很快就结束了，节目一共36个名参赛选手，直接晋级的有20名，除去直接淘汰的，现在还有8个人，而晋级名额只有4个，要让这8个人通过冒泡赛来获得。第1轮就要淘汰12名选手，到节目的最后一期只会留3个人，这就是竞争的残酷性。终于，冒泡赛开始了。
选手们一个一个的走上台，评委进行打分。终于轮到江宇了。陈彤、江宇又见面了，上一轮出现了一些意外，希望你不要灰心，我很期待你再一次的表演。宋长英、小江，加油，我很看好你。许坤，希望你能把握这次机会。苏沐雨没有说话，眼神却带着一种威胁，让江宇感觉自己要是不晋级，可能会有大麻烦。多谢几位老师。江宇笑了笑。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有感而发写出来，希望大家喜欢。第35章雅俗共赏。短短一句话，直接让所有人愣住了。要知道，从江宇进入冒泡赛到他开始参加冒泡赛，不过1个小时时间，他就写出来这样一首歌了。别说现场观众，就连台上的评委老师们都惊了。先是陈彤半张嘴巴，宋长英则是也是被惊得不轻，许坤则是一副看小丑的模样，怎么可能有歌手在1个小时之内写出歌曲的？这里面只有苏沐雨眼中充满相信。是否每一部戏都看得完整场？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爱想，不擅长眉目表达。一开口是熟悉的声音，但比起之前那首有何不可，却少了几分轻快，多了几分沉稳。歌声继续，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情况，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唱到这里，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俗的无味，雅的轻狂，俗雅。许坤的面色很冷，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这么刚，直接对了回来。众人想起刚才的事情，朝许坤投过目光。这不正是刚才许坤对江宇歌曲的评价吗？说他的歌曲很俗，这是要对过来了，还是凑巧的歌曲？歌声继续，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打完字谜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其韵里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江宇的声调提高了，唱得无比轻盈随性，好听，绝对的好听。但这个歌词也太意味深长了，所有人脑海中出现3个字：实锤了。这就是在针对许坤的发言，俗雅传唱，每一句话都非常有针对性的对了回来。这下他们绝对相信这首歌是江宇临时创作出来的，这也太牛逼了吧！许坤面色阴翳，但眼中却满是不敢置信，这怎么可能？而陈彤和宋长英则是脸色有些涨红，脖子和额头的青筋有些暴起，很明显是憋笑憋的，但他们心中对江宇有一个评价：妖孽！这真是个妖孽，这绝对是个妖孽！歌声还在继续，从原本轻快潇洒的声音逐渐变得有些激昂。谁的故事有营养？大俗或大雅的都在理直气壮，洒狗血或白血的现场都要我观赏，还真是大方。人妈了，鸡皮疙瘩都有些起来了。背包里那么多的歌曲，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我自己做主，关你们什么事情？有本事你们也来个背包啊！唱的歌是俗还是雅，自己说了才算，你们凭什么指手画脚？谁让我是那些人在这个世界唯一的老乡呢？在这个世界，没有人有资格评价，除了鸡你太美，你们随便说。听到这个首歌，所有人都明白了，这就是江宇对许坤的回应，也是他的态度，就差指着鼻子骂你，你个老小子算老几？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就像我要找的姑娘，真是好一首雅俗共赏。后台的所有歌手全部被江宇惊呆了，王林凯一脸的不可置信，嘴里还在念叨着不可能，而刘斌和郭强一脸崇拜加兴奋地看着台上的江宇。刘斌内心 OS 宇哥也太牛逼了吧，郭强内心 OS 乖乖，这就是真正的才华吗？这就是天才吗？不，这是妖孽，抱大腿，必须抱大腿。后台工作人员鸦雀无声，他们何曾见过这样有才华的歌手在短短1个小时之内就写出这样一首歌？但现在这种情况，选手和导师硬刚，话题度直接拉满。严明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这么有实力，真是个大惊喜啊！镜头拉回录制间，歌声还没有停止，还在继续。没有一种生活雅俗共赏，情节起伏跌宕，让人向往。满纸荒唐中窥见满脸沧桑，几句歌词把陈彤和宋长英2位老艺术家直接折服。什么是俗？什么又是雅？某些人口口声声在批判别人俗，可是他忘记了自己也不是个雅人，他连自己是俗是雅都分不清，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俗雅呢？可不就是满纸荒唐吗？触到神经就要懂得鼓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太超脱，中枪中奖感觉会一样。唱完最后一句，江宇抿嘴露出一抹微笑，看向许坤，微微的摇了摇头。许坤脸色更黑了，最后这几句分明是在给自己说话，触到神经就要懂得鼓掌，通篇都在点自己，到最后还要让自己给他鼓掌。当音乐结束之后，场内爆发出一道热烈的欢呼声，所有人都在鼓掌，
导师台的陈彤和宋长英跟观众一样，一脸激动鼓着掌。苏沐雨虽然没有那么激动，但那微微泛红的掌心足以看出他鼓掌的力度。无奈，许坤也只能跟着鼓起掌来，因为正对面的摄像头过来了。许坤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一天会被强迫鼓掌，他眼中闪过一道阴翳，绝对不会让你在这个节目里好过。台下的观众则是呼喊着：牛逼！哇，这个江宇也太帅了，必须要给他点个赞！男神啊，这才是唱歌，终于有一个正常歌手了。音乐停了下来，别说陈彤和宋长英，就算是苏沐雨，都是娱乐圈里混了好多年的人精。这首歌话题虽然很大，但不适合问问题，毕竟人就在旁边坐着，当面得罪有点太过分了。陈彤、江宇，你没让我失望，我很喜欢，我给95分。宋长英，没说的，小江厉害，95分。苏沐雨更是直接举起手中的打分牌，上面清楚地写着95分。现在只剩许坤一个人了，众人都朝许坤看了过去。许坤咬咬牙，就算自己再不满，也不能再出手了，只能在打分本上写了2笔举起来，90分。虽然是这里面最低的，但也无关紧要了。晋级下一轮，在观众热烈的欢呼声中，江宇回到了选手等待区。刘斌和郭强直接涌了过来。宇哥，你也太牛了！卧槽，1个小时写出歌，江宇，你也太顶了！而其他选手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开玩笑，这个有才华的人当然得好好结交，说不定到时候能给自己写歌呢。江宇唱得不错。就在这时，王林凯居然也主动搭话了：我在写歌，作曲上面也很有心得，有机会我们可要多多交流啊。江宇这冒泡赛的表现让他直接清醒过来，这货的实力确实有点超出自己的想象，这2首歌都是精品的存在，就算老板找他说过，但自己在实力上确实输他一筹也说得过去。关系不闹太僵，说不定到时候真的能给自己写一首歌。江宇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挑事儿是他，看着打不过了又想和解，你以为你是谁啊？傻逼！第36章，苏沐雨的爸妈突然来了，晋级的选手全部选了出来。主持人走上台，那么恭喜各位晋级的选手，我们下周再见。节目结束。因为这里的记者太多，江宇跟苏沐雨并没有多说太多话，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苏沐雨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的房间，趴在沙发上，双腿翘在空中，如玉一般的脚趾上涂着亮晶晶的指甲油，小腿纤细笔直，宛如2截雪白的藕一般。录制综艺节目太累了，感觉比拍戏累多了。不过想到今天在台上那个身影，苏沐雨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微笑。就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接通电话，还不等苏沐雨说2句话，电话那边就传来一道兴奋的声音：喂，闺女，你现在在江夏吧？爸爸妈妈工作结束了，刚下飞机，你现在在家里等着我们哈，一会儿带你去参加个晚会。我刚工作完，不想去。听话。今天那个宴会上有很多厉害的小伙子，到时候可以多挑挑，看看哪个顺眼。听到这话，苏沐雨眉头一皱，直接打断了自己爸爸的话：爸，我不想去，也没有兴趣。这个时候，电话里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你这个死孩子，连认识人都不想认识，男朋友从天上掉下来吗？妈，你就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吗？你都22岁了，我在你这个年纪，你都满地跑了，就算不结婚，起码找一个先处处，看看人品，过2-3年结婚也正好合适。妈，你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和你爸马上到谭宫了，见面再聊。苏母说完话，直接挂掉了电话。哎，你怎么直接挂了？我们还没问女儿这件事情呢。苏父有些不满地说着。苏母瞪了一眼苏父，有什么可说的？你女儿的臭脾气，你不知道吗？难道你想让女儿孤独终老？苏父想了想，叹了一口气。或许是因为夫妻俩就苏沐雨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到大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才造就了苏沐雨这样的性格，看人的眼光非常高。之前就有夫妻俩带苏沐雨去参加聚会的事情，也有很多年少有为的男人。可是每一次男方对苏沐雨都是万分满意，但苏沐雨却对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丝毫不给那些人面子。得罪人是小事儿，他们谁都不怕，可怕的是自家女儿的婚事啊。苏母不停地跟苏父絮叨，尤其苏沐雨从小到大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让他们2人不由得怀疑苏沐雨是不是喜欢女的。那到时候自己不就没有外孙了？这年头男孩女孩都一样，但得有个娃呀，不然苏家不就绝后了？那这么多资产留给谁？越想苏父苏母越害怕。不行，今天就算绑，也要把自家女儿绑到晚会上。而这边苏沐雨听着手机里的忙录音，一阵苦恼，自己这老妈也太那什么了，这种事情还有强迫的。那就随他们去吧，反正自己也不在谭宫，大不了一会儿关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对，等会儿，谭宫。苏沐雨突然想到了什么，瞪大眼睛，刚才爸爸妈妈说马上到哪来的？自己不在谭宫，可是有人在谭宫啊。想到这里，苏沐雨拿起自己的包包，朝门外飞奔而去。此时
江宇正在书房中认认真真的抄书，现在已经抄到了滴血洞中。张小凡和碧瑶初相识，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谁啊？来了，马上就来。江宇有些疑惑，明星房子的地点都是很保密的，除了他之外，估计也只有苏沐雨的团队知道。那这么晚，谁会来呢？江宇打开房门一看，是一对中年夫妻，男的不怒自威，看着就很有气质，女人则是非常贵气，长得非常漂亮。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女儿房子里？那你？他们女儿的房间。这对中年夫妻是苏沐雨的父母。爸妈。苏沐雨风风火火地跑回家，平时整洁的妆发此时都有些缭乱。回到家后，就看到江宇此时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苏文礼、宁清言两个人则是坐在他面前。你终于回来了，坐。苏文礼面无表情。宁清言见到自己女儿，也是翻了个白眼。苏沐雨小心翼翼地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了江宇旁边，气氛有些尴尬。这时，苏文礼紧紧地盯着江宇，威严的眼神让江宇忍不住把头埋得更低了。你是叫江宇吧？说吧，你们两人什么关系？爸，那个，没让你说，想说等一会儿再说，有你说的机会。宁清言一个眼神，直接让苏沐雨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江宇干咳两声，叔叔阿姨，我跟小雨是高中同学，也是大学同学，这段时间刚毕业，我因为有点事情，所以才借住在这里的。你们两个是高中同学，又是大学同学？宁清言看向苏沐雨，脸上似乎有些疑惑，只有这么简单吗？这话问的苏沐雨哭笑不得，立马点了点头，就是这么简单。小江，你跟你叔叔聊会儿，我给你们做点夜宵吃。宁清言先是笑眯眯的跟江宇说了一句，又朝苏沐雨翻了个白眼。你跟我来厨房。这话一出，苏文礼和苏沐雨浑身一颤。妈，你真要做饭吗？让你爸爸跟小江聊一会儿。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父女俩面面相觑，眼睁睁的看着刘清言走进厨房，还传来一道大喊声：小雨，还不快过来！要跟苏沐雨的爸爸单独聊，这谁顶得住啊？江宇朝苏沐雨投过去一个求救的目光，但苏沐雨回了一个眼神，他读懂了，意思是他自身难保。厨房中，宁清言一脸玩味的看着苏沐雨，我说你怎么不想去晚会呢？原来是已经找了男朋友了。妈，你别瞎说，我真的和他是同学。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我能不知道你？没有好感的男孩，你会把房子都借给他住吗？苏沐雨直接哽住了，虽然心里很急，但似乎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这小鱼长得真帅，要是人品好的话，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交给你，当初你老爸身边也是一堆美人环绕，但你老娘我是速度最快的，直接拿下。说这话时，宁清言还一脸自豪。苏沐雨，第37章，你俩什么时候结婚？客厅中，江宇一脸尴尬，手足无措，等了很久，苏文礼终于开口说话了。那个江宇是吧？对，叔叔，您说。小伙子长得精神，我就叫你小江了。苏父笑眯眯地说道。小江啊，家里有几口人啊？3口，我爸我妈。父母是干什么的啊？就是普通家庭。江宇挠挠头，额头的汗都爆出来了。苏文礼点点头，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找到工作了吗？已经有公司给我发通告了，我现在正在参加一档节目，等节目结束之后就打算签约公司了。哦，这样。苏文礼点了点头，打算和小雨什么时候结婚？噗！江宇直接喷了出来，这问的也太直接了。还没有，我刚毕业，想等事业有点起色之后再考虑这些问题。小伙子，这你的想法就错了，老祖宗都说了，成家立业要先成家再立业，事业很重要，但是成家更重要。苏文礼眉头一挑，那什么公司也别去了，等你俩结婚。爸，你说什么呢？苏沐雨终于听不下去了，从厨房跑了出来，一脸责怪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苏文礼听到自家宝贝疙瘩发话了，立马停止了问话。江宇瞬间如释重负，你妈真做饭呢？苏文礼换了一个话题。苏沐雨原本波澜不惊的脸瞬间变得有些垮，无奈地点了点头。苏文礼也是扶着自己的额头唉声叹气。江宇一脸疑惑地看向苏沐雨，怎么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苏沐雨生无可恋地回答着。啊！救命！就在这时，厨房中突然出现一道尖叫声，坐在客厅的3个人瞬间跳了起来，朝厨房奔袭而去。宁清言拿着炒菜铲，右手拿着水壶，躲在一旁花容失色，而灶台上到处都是水，而炒锅中燃起了明晃晃的火焰。苏沐雨被吓到了，快打120！苏文礼本能地喊道。宁清言大声喊道，打什么120，打119！就在众人忙得一团糟的时候，江宇冲上去，用锅盖直接盖住了锅上，同时关掉了天然气的开关。3人紧张的情绪终于缓解了下来。苏文礼叹了一口气，我现在订个酒店，我们出去吃吧。不用，现在已经没事了，我继续给你们做饭吃，出去等着吧。宁清言直接拒绝了他。苏沐雨走上前，一脸无奈，
妈，别了，你在做饭，这房子都要被你点了。可是这肉和菜都是新鲜的，明天就不新鲜了呀。宁青言一脸心疼地看着案板上的食材。江宇挠挠头，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要不我来？你还会做饭？苏沐雨一脸惊讶。厨房里，江宇麻利地焖上一锅米饭，然后烧了一大锅开水，在里面放入八角、葱、姜。等水烧开之后，提着苏父买来的整鸡，将它没入水中。等待几秒钟后，放入凉水冷却，3进3出，新鲜的整鸡完美定型，鸡皮黄澄澄的，看上去无比诱人。其实他是不会做饭的，可是系统在离开之前拉满了他的技能树，做饭就是其中之一。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苏沐雨走上前，帮我看着时间就好。江宇笑了笑，煮10分钟之后关火，再焖30分钟，然后把鸡捞出来放到凉水里泡泡，然后就没什么事情了，跟叔叔阿姨等着吃饭就行。苏沐雨点了点头。而江宇又开始了下一个菜，五花肉切块焯水，八角桂皮香叶炒糖色，又煮了几个鸡蛋，拿出几个鲍鱼切花刀。没过一会儿，诱人的香味在厨房弥漫开来。客厅中，宁青言看着在厨房中忙碌的江宇，真是越看越满意，但又觉得有些不太对劲，扭头看向苏文礼，老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苏文礼考虑了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女婿给丈人丈母娘做个饭又怎么了？说的也是。爸妈，苏沐雨翻了个白眼，好在江宇炒菜声音比较大，没有听到。这小伙子真不错，还会做饭。宁青言一脸满意。苏文礼看向苏沐雨，小江说他现在正在做一个节目，是什么节目？苏沐雨将事情说了出来。这么说，这小伙子还很有才华。刘青言笑眯眯地说着。苏文礼点点头，工作不工作的无所谓，反正他再怎么有钱，也没有我们家有钱。你就知道钱。宁青言点了一下苏文礼的额头。这是实话吗？苏文礼看着厨房中的身影，具体人品还是得多接触接触才能知道。你觉得呢？我觉得真不错。刘青言一脸满意。你想啊，我们家闺女冷冰冰的，衣食住行全靠她的助理，除了长得好看一点之外一无是处，要是没有助理，迟早被饿死。苏沐雨瞪大眼睛，这真是亲妈，哪有这样吐槽自己闺女的？宁青言还在继续，现在有小江这样一个好男人照顾小雨，我还挺放心的。这都扯到哪里去了？看自己女儿还在这里傻坐着，宁青言推了一下苏沐雨，又看了看厨房。苏沐雨一脸尴尬地走到厨房中，将炖好的红烧肉端了出来。江宇则是继续做菜，松鼠鱼几道素菜慢慢出锅，有条不紊娴熟的手法让苏父苏母还有苏沐雨叹为观止。在厨房待了快1个小时，江宇总算是做完了最后一道菜，6菜1汤，完美。江宇将最后的牛肉羹端到桌子上，叔叔阿姨，菜齐了，可以动筷子了。小江，辛苦你了，做这么多菜。苏文礼笑着说道。不辛苦，就是家常菜而已，叔叔阿姨尝尝看，合不合胃口？太合胃口了，小江，不错呀，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宁青言一脸惊喜。阿姨您过奖了。说话的时候，苏沐雨注意到江宇一直不停地眨眼间，抽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刚切了辣椒。听到这话，苏沐雨拉江宇坐到凳子上，仔细地帮他擦拭滴入眼睛的汗珠。江宇也是微微低下了头，看得苏文礼和宁青言笑得合不拢嘴。这下绝对妥妥的了。第38章，第1期节目播放。吃完饭，苏沐雨便拉着父母离开了这套房子，去别的房子住，而江宇则是躺在床上，满头大汗。今天晚上压力太大了。江宇拿起手机发出一条消息：小雨，今天你爸妈怎么突然来了？过了好一会儿，消息提示音响了起来。小雨，我也就比你早知道2分钟。小雨，我没出什么岔子吧？过了半天，苏沐雨也没有给自己回消息。江宇心里正惶恐的时候，手机响了。小雨，他们在讨论怎么把你骗回去给他们做饭，你负责把我爸妈搞定。小雨，这2天江宇一直陪着苏沐雨的父母，最后答应一定去京城看二老，才算他们送上飞机。江宇满头大汗，而苏沐雨则是说了一句表现不错。之后江宇回家睡觉，而苏沐雨则是赶回了公司，因为偶像2年半的第1期要在今天播放。第1期录制人数比较多，时间比较长，所以直接更新了2期。节目组之前宣传的非常到位，当节目一更新就引得不少人开始观看。终于开播了，等了好久了。是呢，我老公许坤什么时候上场？我也是爱看许坤的，可乐要嘉宾，爱坤要用心啊！小雨女神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啊？老婆，我好爱你老婆。楼上的老婆也是你叫的？谁尿黄滋醒她。苏林和苏沐雨也在办公室中观看节目。苏林一脸紧张，走来走去。小雨，你是现场评委，就不能跟我说说江宇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吗？剧透不好。苏沐雨淡淡的说着。你就一点也不紧张？我是导师，心里有底。你有底我没底啊。苏林气急败坏的吼着。
要是紧张，小姑你要不去敷面膜缓解一下？敷个锤子！苏林没看见的是，苏沐雨的玉手也捏成了拳头，微微有些颤抖。节目终于开始了，选手们一个一个走上台。大家好，我印堂超甜。一阵夸张的动作展现开来，希望你们不要被我们的元气击倒。苏林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夸张的选手，我还是去敷面膜吧。怎么年纪不大这么油腻啊？其实相比较男生来说，女孩对异性的幻想有些复杂。除了漂亮之外，男人对异性的幻想就是身材好一点，但女孩就不一样了。除了帅高之外，还要有能力、有上进心、有钱。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性格好，该霸道霸道，该奶狗奶狗，要给自己充足的安全感，还要有情趣，不能像个木头一样。总之就是想养条哈士奇，还要求哈骑士能赚钱。可是看看这些牛鬼蛇神的选手做着各种不知所谓的动作，娘里娘气的，谁会喜欢啊？那么多选手，苏林看了半天，硬是没有一个符合自己想要签约的新人。有请下一位选手江宇。江宇终于要上台了。听到主持人的报幕，苏林撕掉了脸上的面膜，直接跑到苏沐雨身旁认真看起来。白色衬衫、牛仔裤，一双白色的板鞋，清清爽爽，没有任何杂色的发型。更加让人惊讶的是，居然是完全素颜出镜，加上灯光的照耀，还有背景音乐，给人一种无比阳光的感觉。弹幕开始纷纷讨论起来。哇，好干净的帅哥，有点帅的，好纯的校园风啊。而听到评委和他的对话时，弹幕直接炸了。原来他就是唱素颜，还有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个小哥哥啊，刚毕业，怪不得这么干净呢。我承认，我开始喜欢起青春校园风了。后台中心工作人员看着后台的数据有些激动，言道：这江宇有些厉害啊，弹幕的数量和质量可比其他人上台的时候强太多了。严明点了点头，笑了笑，心里暗想自己真的没有看错这个小伙子，看来资源可以朝他倾斜一下了。这还不是节目最高潮的地方，他不敢想象让观众们听到第二首歌曲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何不可？整首歌下来3分多钟，相比较其他人的特立独行，江宇的唱腔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奇形怪状的声音，只是安安静静的唱歌。但就是这样干净的唱腔，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凸显了。歌声如沐春风，如高山流水一般，让人忍不住陶醉其中，非常舒服。虽然歌词很简单，但是能勾起人心中最纯真的感情，更是让大家的心平静下来。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有水平的歌曲了，尤其是那句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要你快乐。别人的歌只能唱进大家的耳朵里，而这首歌直接唱进了大家的心里。弹幕上开始疯狂互动起来。好温馨的歌呀，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怎么办？我突然想谈恋爱了。兄弟，这辈子你废了，下辈子一定要谈个恋爱。他是不是在跟谁表白啊？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柔情的歌曲？兄弟们，这是我学长素颜，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他唱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看到满屏正面的弹幕，苏沐雨嘴角微微上扬。有人夸江宇，他心中不知道为什么也莫名的开心，但又有些担心起来，如果大家听到后面那首歌会是怎样。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苏总。黎浩，你怎么来了？苏林扭头看到来人，好奇地问着。黎浩看着两人，我来是想问问关于我的通告，想跟苏总商量一下。别着急，放心，你的事情我已经规划好了，耐心一点。苏林一直盯着电脑屏幕，乖乖，这江宇是真厉害啊，这歌确实好听。听到这个名字，黎浩侧身看了一眼电脑屏幕，拳头瞬间捏紧了，面目也变得狰狞起来。这个就是占了自己综艺名额的江宇，本在站在那个舞台上的应该是自己。知道了，苏总，那我就不打扰了。去吧。苏沐雨和苏林完全没有注意到黎浩的表情。终于，歌曲结束了，该来的总归还是要来。气氛本来很好的，宋长英、陈彤都给江宇一个非常好的评价。苏沐雨虽然没有评价，但直接给出自己的票，也让观众很是满意。可这当中就有一个人将江宇批评的体无完肤，许坤。江宇进入冒泡赛后，一些人为他鸣不平，也有一些人反驳，但江宇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小人物，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小插曲。可是万万没想到，接下来江宇在冒泡赛的歌曲直接将第一期节目推上了高潮。好一首，雅俗共赏，每一句歌词都是在回应许坤的批评，弹幕直接炸锅了。卧槽，好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一首歌回怼，也太牛逼了。每一句歌词都是在回应许坤的批评，小伙子有点刚啊，这小伙子有点骨气，我喜欢。弹幕中夹杂着几条零星的赞同，然而更多的人则是开始怒喷。一时间网络上风气云涌。第39章，编辑突然的关心，江宇的名字直接冲上热搜。井号
偶像2年半学员江宇写歌怒对导师景浩，但江宇却不知道网络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的他正在忙着抄书，这段时间因为他参加节目断更了好几天。京都办公室中，猫猫阅读公司办公大楼编辑部办公室，一个清秀的姑娘一脸憔悴，姑娘名为樱桃，正是江宇的责任编辑。此时的她正盯着电脑屏幕上关于诛仙测试的评级为 S 级，而且在必读榜上已经进入了前10名。这种成绩放在整个圈子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按道理来说，他手下出了这样一个作者，应该高兴的，可现实是真的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作者太任性了。作为一本网络小说，测试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其他作者在测试期间恨不得多长2双手，多码2万字来留住读者，可是这个狗作者居然在测试期间断更了。因为这件事，总编都找他谈话了，让他跟这个作者朋友好好聊一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都怀疑这货是不是年纪大了，身体出现了什么毛病。因为能写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样话的人，年轻人怎么可能写得出来？他们一度怀疑这作者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在医院里抢救呢？可是谁都联系不上他，总编让他尽量去联系这个作者，可是联系了3天了，作者都没有回话。樱桃心中不由得委屈起来，他可是一个网站的责任编辑，那些手底下的作者哪个不是舔着他让他帮忙签书？就这个作者对他爱答不理的，写了10好几万字。他跟这个火鸡味的锅巴总说了那么多话，可对方也只有3个字，好。因为这个作者他感觉老了好几岁。更新了，终于更新了。就在这时，他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道提示字节，您收藏的诛仙已更新，作者还活着。樱桃瞬间精神了起来，赶忙调出企鹅，找到那个火鸡味的锅巴头像上。锅巴大大在吗？过了许久都没有回话，樱桃只能继续说话。锅巴大大，诛仙现在在测试推荐当中，有一些事情想跟你沟通一下。这边江宇更新完2章之后伸了个懒腰，同时登上了自己的企鹅号。说实在的，他一般都不会用企鹅号的，但没有办法，偶像2年半通知事情的时候都是用企鹅的，因为能上传群文件。刚打开企鹅号，就听到一阵滴滴声，仔细一看，是一个叫樱桃的家伙。江宇皱了皱眉头，这个樱桃是谁？自己好像不认识啊。点开看了一下聊天记录，才恍然大悟，有点尴尬，竟然把自己的责编都忘记了。对方又发来了一句话：樱桃，锅巴大大，不回我也没关系，但现在诛仙在测试推荐当中断更很影响成绩的，要是有存稿的话，方便搞一下定时发布吗？火鸡味的锅巴，不好意思啊，我不太上企鹅的。看到对方的回复，樱桃先是一愣，然后狂喜。这个狗作者终于回复了，樱桃坐直身体。樱桃，没关系，锅巴大大，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身体没问题吧？火鸡味的锅巴，谢谢关心，我今年22，身体没有问题，就是最近身边有点事情，所以有些耽误了。樱桃，那方便问一下，你有存稿吗？测试期间尽量不要断更呀。火鸡味的锅巴，没有。樱桃看到这2个字，心情瞬间低落到谷底，但随后又看到对方的回复，好的，我尽量不断更。说尽量还真尽量啊，刚才就应该说一定不能断更了。樱桃生无可恋地趴在桌子上，但江宇并不知道自己的编辑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打击。此时的他打开了自己的作家后台，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看书的情况，一个是没时间，再一个就是绝对的自信，这本神书在这个世界绝对能割到韭菜。果然，点开作家后台之后，自己抄的字数还没有多少，那收藏人数竟然突破到了50万，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现在自己的剧情刚刚推进到滴血洞，碧瑶刚刚出现，现大家也都知道小世姐不是女主角了，而雪琪党和碧瑶党的雏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给了这本书极大的热度。江宇看着评论区的评论，时不时的嘴角一抽，作者短小无力，鉴定完毕。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写，你还不起来？或许其他的网文作者有更新的焦虑，但是江宇可不同，更新随缘，看心情，就是这么豪横，就是这么嚣张，谁让他手握神书呢？就在这时，房间门打开了，是苏林和苏沐雨2个人一起走了进来。苏林率先走进来，一脸激动，小江，太牛了，你火了，你火了，你知道吗？哦，江宇平静的点了点头。苏林一脸问号，你就这么平静？开玩笑，可不平静吗？那些选手的歌曲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对手？这么晚了，你们怎么来了？苏沐雨笑了笑，今天第1期节目播完了，就跟小姑过来看看你。江宇嘿嘿一笑，怎么样，哥帅吗？还可以。苏沐雨笑了起来，下一期继续努力。江宇，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说你火了。苏林吼叫着。江宇一惊，旋即恢复平静，笑了笑，谢谢小姑，我看你知道具体情况还能这么淡定不？
苏林一阵恼怒，掏出手机，打开微博，点开热搜榜，上面清楚的写着井号学员将雨怒对导师许坤井号。有些人还把许坤的批判跟他的视频放在了一起，评论竟然高达几万条。这小伙好厉害啊，这样都能写出一首歌。这年头的新人都这么嚣张吗？虽然长得帅，但刚出道就敢这么嚣张，什么来头？还出道？得罪了坤坤，还想出道？建议封杀，前辈对你的批评是指导，不跟前辈好好学习也就罢了，还敢回怼，懂不懂得尊师重道啊？别拿尊师重道说话，让我们家哥哥给他当老师，他配吗？果然，饭圈的评论还是那么抽象。江宇越看嘴角越抽，得罪我们家哥哥，滚出娱乐圈！什么垃圾歌曲，竟然敢跟我家哥哥这样说话，封杀他！没想到啊，知道你们舔，没想到你们能舔成这样，这不叫哥，什么叫哥？鸡你太美！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我家哥哥有多努力吗？知道努力赚钱吗？你们他妈有没有素质啊？集美们，快去群里拉人，把这些小黑子们全部举报了，把那个江宇也举报了。第40章，第2期节目录制，繁星娱乐公司。爸，你看怎么样？李江站在李刚旁边，笑眯眯地问道。这次的事情干得不错。李刚董事长看着网络上的反响，笑得合不拢嘴。再加大水军的操作，还有让许坤隐晦的继续煽动一下。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办。李江立马走出办公室。李刚看着屏幕中唱歌的江宇，眼神阴翳。得罪了我，我看你怎么在这个圈子混下去。娱乐圈就是这样，得罪了某个资本，真就照死里整你。就算再怎么厉害的明星，人家打你就是玩，人家划你就是传。在遥远的平行世界蓝星上，就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演员，但因为得罪了某位大佬，直接被诬陷嫖风，进去了半年不说，整个事业也全部毁于一旦。谈宫中，江宇嘴角抽搐的看着评论区，乖乖，怎么打成这样了？他唱雅俗共赏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要被网暴的心理准备，可是没想到，居然比前世还要疯狂，这个也太可怕了吧！江宇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苏林看着江宇，我记得你有微博吧？自己去看看。江宇打开微博，嘟嘟嘟，声音不断的响起。这是干嘛啊？江宇眉头紧皱，他万万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体验到了99加的快乐。集美们，找到这小子的微博了，集合！你算什么东西？一个连出道都没出道的人，敢骂我们家哥哥，滚出娱乐圈！我知道了，这小子绝对是在蹭哥哥的热度。说的有道理，这年头为了红，脸都不要了。你们这群人真是没素质，人家江宇唱的歌不好吗？这才叫歌，比较一下，你们那些哥哥叫唱歌吗？叫鬼哭狼嚎。楼上的，你凭什么这么骂我们家哥哥？我们家哥哥高烧48度还在写歌，粉碎性骨折还在练习跳舞，你凭什么这么骂他？48度，乖乖，你哥哥顶着5分熟的脑花，难怪有你这样的粉丝。滚出江宇学长的微博，你们愿意舔你们哥哥你们去舔，别在这里秀下限了。呀哈，没想到江宇这小子还有钱买水军，有钱买洗白。集美们抓到一个粉丝，冲了他。仅仅过去了1天，江宇的粉丝从5万直接上涨到了20万。当然了，他很清楚这些粉丝不是他的真粉丝，只是为了方便骂他。太可怕了。江宇挠挠头，现在知道可怕了。当时跟许坤杠上的时候，觉得你胆子挺大的呀。苏林一脸玩味的看着他。江宇嘴角微微一扬，随便他们吧，又不能掉我一块肉。我就是喜欢看他们生气，又拿我没什么办法的样子。你心态还真是好。苏林瞧了瞧江宇，见他毫不在意的表情，还真是如他所说，随后神色一正。这件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是繁星娱乐搞出来的事情。果然是他们。江宇冷笑一声，没有了下文。就这？苏林惊住了。你就没有别的什么想说的？我们是不一早就预料到繁星娱乐要出手吗？江宇笑了笑。今天你跟小雨进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担心的情绪，我就知道这件事不算什么大事儿，而且我也有自己的办法。苏沐雨听到这话，嘴唇弯了弯。什么办法？苏林一脸好奇。江宇摇摇头，神秘一笑，还能有什么办法？唱歌呀。唱歌？唱什么歌？要在哪唱歌？苏林一脸疑惑。江宇笑了笑，自然是在偶像2年半的舞台上了。你要唱什么歌？苏林更好奇了。然而江宇只是神秘的一笑。苏沐雨走上前，拉起苏林的手，小姑，我们该走了。啊，我最讨厌说话说一半的人。两人开车在回去的路上，苏林坐在副驾驶上，一脸抓狂。小雨，你就不好奇他要唱什么歌吗？不好奇啊，到时候节目播出不就知道了。苏沐雨开着车，嘴角微微的扬起。苏林一脸认真，那小子可不是个什么省油的灯，你就不怕他惹出什么麻烦？不怕，有我。啊，你们小两口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不管了，到时候出什么事情别找我。苏林搀手将头扭到一边，
嘟起嘴，下定决心了，要跟这个侄女绝交一晚上。这边江宇先是在电脑上更新了2张书，然后在最底下发上一句：明天有事，请假2天。不顾那些可爱的书友狂怒骂街，倒头就睡。因为偶像2年半第2次录制要开始了。第2天，江宇再次回到了节目组定好的酒店。比赛前夕还有一个采访环节，主要是询问选手们这段时间的创作经历，还有比赛压力什么的。第1次节目录制分2期播放，一共淘汰了16个人，只剩下20个人。而剩下的选手经过第1次节目之后，应该对自己也有了一些认识，压力可想而知。宇哥，采访间中，江宇正坐在角落里休息，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睁开眼睛一看，郭强和刘斌走了过来。刘斌一脸兴奋：哥，这2天你也太猛了！江宇，牛逼！郭强伸出一根大拇指，公司里面全在讨论你的事情。江宇则是委婉一笑：都是小事儿，小事儿。太装了！郭强一阵无语。刘斌则是毫不在意：宇哥，马上就采访了，你不化妆吗？他哪用化什么妆？郭强一脸嫉妒：凭什么你状态这么好？你看我的黑眼圈，看看你凭什么没有？我为什么要有？你不写歌的吗？你压力不大吗？你看看周围。江宇扫视了一圈，刚才没有注意到，现在看了一下，除了他之外，周围的选手虽然都化了妆，但是眼中的疲惫很难掩盖。看来这1个星期的创作时间让大家为难了呀。江宇沉默了一瞬：我脑子好，写歌不难。第41章，震惊的众人。江宇，到你了。就在3人聊天的时候，负责采访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这江宇可是话题人物，导演专门让一个工作人员负责江宇的采访，为的就是这段时间他身上的话题。江宇坐在凳子上，负责采访的小姐姐帮他把麦别好之后，开始采访起来。江宇，第1轮比赛晋级之后有什么感想？没有。好干脆的发言，小姐姐直接懵了。一般来说，选手们的回答基本都是有模板的，比如什么离梦想又更进一步之类的。万万没想到江宇居然会这样回答。看到小姐姐的表情，江宇试探了一句：就晋级啊，能有什么感想？小姐姐揉了揉鼻梁，不过第1个问题也只是个过渡问题而已，下面这个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大家都知道，节目的播出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请问这个影响对你造成的压力大不大？不大。小姐姐有些不知所措：你哪怕说一些场面话？江宇一脸认真：真的，我吃得好，睡得香，没啥压力。采访小姐姐无语凝噎，看上去好像确实是这个样子，可你是不是太真诚了？第1期节目播放之后，大家都觉得你的实力非常强，那你觉得剩下的20人里，你更愿意谁当你的对手？郭强、刘斌。采访小姐姐面色总算好了一点。只有这2名选手吗？江宇挠挠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主要别人我也不认识啊。看这真诚的模样，绝对是真话。小姐姐擦了擦额间的汗珠：这位是真不怕得罪人啊。那这1期你创作的是什么歌曲呢？是否还跟以前的风格一样呢？具体歌曲保密。江宇看着镜头，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不过我相信，听到这首歌，一部分的人压力会很大。看到江宇的表情，小姐姐只觉得浑身一颤，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好的，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江宇站了起来，朝郭强和刘斌走了过去。几人开始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可当3人走进电梯，一道身影加速跑了过来，定睛一眼，居然是王林凯。江宇等人说说笑笑，没有理会他。很快就到了自己的楼层。江宇3人正要离开电梯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令人讨厌的声音：第1次上热搜吧，感觉怎么样？江宇停下了脚步，扭头看了他一眼。对方说的应该就是这2天他被网暴的事情。看样子小姑查的没错，果然是繁星娱乐整出来的事情。王林凯看着江宇，嗤笑一声：我承认你的歌写得很不错，但你以为在这个圈子光靠才华就能走得下去吗？天才有很多，可惜成长起来的却很少。很快你就会知道，在这个圈子才华屁用没有。郭强眼中满是愤怒：狗约的，你说什么呢？刘斌听到这话有些忍不住了，当时就想冲上去，可是自己的手突然被拉住了，扭头一看是江宇。江宇面色很平静，丝毫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拉着他就朝房间走去。王林凯笑了，他以为江宇认怂了。可就在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突然从门缝里传来2个字：傻逼。第2天选手等待区，刘斌凑近江宇：哥，你看那傻逼一直看你呢。江宇扭头一看，果然看到了王林凯怨恨的目光。郭强忍不住笑了，这俩字儿杀伤力太大了，你看给人家小伙气的。江宇也是忍俊不禁，没办法，他总喜欢自己过来找骂，骂一次他就消停了。好巧不巧，王林凯听到了这句话：你那是骂一次吗？你那是骂了3次。现在全场都是摄像机，他没办法说别的话，只能咬牙切齿，暗自喃喃。
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正是这偶像2年半的导演严明。看到导演进来，大部分人都紧张了起来，可以看出他们的压力很大。各位选手大家好，我给大家宣布一下这一集的有关事项。第2轮的比赛，20进18，相比较第一期，几率还是大了不少。虽然只有2个淘汰名额，但给大家的压力还是很大。严明在宣布完之后，观察着选手各种各样的表情，绝大部分都是一副紧张的模样，但其中也有一些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压力。比如王林凯，一副自信的模样，仿佛还没有比赛，他就一定注定要进入下一轮了。再看看给自己那么大惊喜的江宇，他打了哈欠，这个混蛋小子！严明心中笑骂一声，他非常看好江宇，不过这个小子胆子太大了，也不知道这一期他要唱什么歌曲。好，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各位选手，期待你们的表现。我们准备开拍。随着大导的一声令下，周围的所有人员、设备全部动了起来。哎呦，我好紧张啊！宇哥，这次你准备的怎么样？刘斌拳头捏得梆硬，宛如一个火燎锭一般，在沙发上都坐不下去，转来转去的。看他的样子就知道已经胸有成竹了。郭强笑了起来，要不透露一下，你这一期准备唱什么歌？江宇神秘一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在他们聊天的时候，主持人走上了舞台，请出4位导师。节目开始按照流程录制起来。终于轮到江宇了，当他唱完歌后，现场静悄悄的，就连主持人都没有上台控场。总控室中，严明呆滞地看着摄像机中的内容，手中水杯里的水缓缓流在地上，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台上的导师脸色也是个有千秋，宋长英和陈彤面色涨红，苏沐雨哑然失笑，许坤面色黢黑，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咬牙切齿地看着台上的江宇。主持人，江宇尝试喊了一声，主持小姐姐回过神来，一脸复杂地走上台开始控场，而江宇一脸惬意地回到选手席。卧槽，宇哥，你太敢了！江宇，牛批！第42章，他好重啊！到了偶像2年半第2期节目播放的时间，苏沐雨跟苏玲坐在办公室中等待节目开播，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小姐妹。苏玲还准备了很多的瓜子花生、泡椒鸡爪，准备好好看一场。小雨，江宇到底唱了个什么歌呀？那天你录完节目神神秘秘的，问你半天都不说。那天录制完节目，严明就打电话跟他说准备迎接风暴吧。再加上苏沐雨的态度，这让苏玲心里痒痒的不行。是啊，木木姐，你就告诉我们吧。周围的小姐妹也是十分好奇，她们通过朋友听说了一点当日录节目的事情，可都是含含糊糊的。自从她们进入这个行业，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看下去不就知道了。回想起那天录制节目时疯狂的现场，苏沐雨再一次忍不住笑了。故弄玄虚。苏玲翻了个白眼，开始啃起泡椒凤爪来。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在万众瞩目中，江宇带着微笑登场了。弹幕瞬间开始刷屏，各种各样的谩骂铺满了整个屏幕。而在节目中，台下也有观众在谩骂，看这语气，应该是同一个组织的人。不尊重我们家哥哥，还敢上台？就是滚下去吧！然而，江宇丝毫没有在意台下观众的谩骂。欢乐的音乐响了起来，江宇威对着话筒微笑地说道：“各位，一首《别咬我》送给大家。”听到歌名，不管是台上的导师还是台下的人都愣住了。别咬我，咬？你什么意思？什么东西会咬人？再结合这2天发生在江宇身上的事情，乖乖，这火药味也太浓了吧！只见江宇带着一抹玩味的笑容，站好，立正，汪汪！刚听到前2句旁白，苏玲和一众小姐妹直接愣住了，这是什么歌？歌曲还能这样唱？可当他们听到下一句的时候，手都忍不住抖了起来。小范，快站好！阿坤啊，你家的小范怎么不听话啊？真是的，狗习惯趴着走，你非要让他站着，毕竟是狗嘛，对不对？要尊重他们的本性，不要要求太高了是吧？你叫什么叫？不开心啊？那我就随便溜溜你好了。这旁白一出来，所有人更加目瞪口呆了。我操，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坤，小范，你什么意思？说谁呢？屏幕前的观众，一部分人听到这首歌，脸上立马浮现出一抹微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开始自我代入了，气得喘不出一口气，直接指名道姓了。某坤和他的饭圈啊！啊，我的眼睛！苏林揉了揉眼睛，想仔细看看这台上的人是不是江宇，可是他忘记了，他的手刚拿过泡椒凤爪。众人赶忙找纸巾帮他擦拭。小雨，江宇是不是疯了？他唱的这是什么歌？这种歌也能唱出来？恢复的苏林第一时间对着苏沐雨大吼一声：“你也不管他，就让他搞事情！”苏沐雨扭头看着自己的小姑，这歌怎么了？我觉得挺好听的呀，我觉得效果不错呀。说完，指着屏幕上的弹幕。
苏林朝屏幕看了过去，这旁白给我听笑了，哈哈，过瘾啊，过瘾，有点意思啊，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种的男人了，哈哈，你们骂我是吧？我逗你们玩，味儿也太冲了，乖乖，这小子也太讷了，敢写这种歌，还敢把它上架。而江宇的歌声还在继续，或怀着兴奋，或怀着愤怒，大家继续往下听下去。果然到了2023，我江宇又回到了这里，温柔的 rap 一些事情给你们听，认真听，如果没耐心听，现在就请立刻把播放器关闭。别说是2023，就算3023，还是会有某某伴随我们这样一路吼下去。作词作曲虽然是我的乐趣，但为此高歌一曲，是不是对他太过抬举？几句歌词伴随着轻松的节奏，但整首歌并不轻松，这也太过瘾了，直接把饭圈比作犬。还有抬举2个字，语言中更是带着不屑，火力直接拉满，什么小鸟加步枪，这是冒蓝火的加特林啊！听到这首歌的人心里只剩2个字：牛逼！更多的人开始粉上了这个硬刚男孩，大家都开始纷纷传播起来。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音乐平台的下载量直接突破100万。我只坐在键盘前，用心写自己原创歌曲，这是我的天赋和我的兴趣。谁在背后导演一出阴谋，没安好心？原来简单的音乐却被利益纠结不干净。音乐每个音符和纯粹的心，为何总逃不脱要面对伪善的命运？听到这里，人们开始慢慢明白过来，这不就是在说这2天江宇被人网暴的事情吗？听这话的意思是，身后还有人指使，有不少人开始主动挖掘起来。他们发现，除了那些饭圈的人之外，很多黑江宇的都是一个 IP 多个账号，证明背后绝对是有推手。而这首歌就是江宇对他们有力的反击。可是反击不可怕，把反击唱出来才是最可怕的。更重要的是，江宇被骂，这只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这么说，这首歌就是在这2天之内写出来的。这首歌，这个人的才华也太可怕了，音乐功底也太牛逼了。别说那些路人了，就连那些饭圈还有水军都懵了。歌声继续，我曾问自己，是否有必要这么潇洒的还击？但有些人让我想到就恶心，我还是该拿出大哥哥的勇气。我常常问自己，道貌岸然的人是否残存良心？如果是因为有心理疾病，欢迎去第3医院寻访名医。这回连苏玲都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江宇让他们去第3医院，这不就是精神病院吗？这小子也太损了。苏沐雨看向苏玲，小姑，没骗你吧？这首歌我觉得挺好听。苏玲皱眉紧锁，好听就好听呗，可是你那么骄傲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太气人了。自家白菜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第43章，失眠的饭圈女孩们，看看这疯狂的弹幕，江宇一人的数据顶其他人一整期节目了。从江宇开始唱歌到现在就没有停下来过。太对了，超级有能量，笑死我了。去第3医院寻访名医，我先声明，我家这里确实是第3医院。没错，那些饭圈的真是一群神经病。什么叫牛逼？这就叫牛逼。骂得好，我宣布，我现在是江宇的粉丝。评论区一片叫好。一间高档公寓中，屋内满地都是被砸碎的物件。江宇，许坤发泄了一阵，面色阴霾地坐在沙发上，他有些无奈，后悔听老板的话惹到这样一个人，后悔旁敲侧击煽动粉丝去搞这样一个人。但现在他没有回头路了，看了一眼自己的粉丝群，粉丝群里也是一片怒骂，看上去都要气炸了。或许之前自己有煽动的可能性，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他煽动了。江宇引起了这成千上万粉丝的众怒，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让人生气的还在后面。先做人后做事，这道理难道你们不懂吗？发什么？重要吗？是否对得住你的老爸老妈？歌词很明显，直接将操作这件事和参与这件事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们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们网暴一个人，你们把自己不当人，非要当狗当脑瘫，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老爸老妈吗？三字经有云，子不教，父之过。他们耗费大量资金，居然教育出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爸妈得知你们的情况会是个什么心理？还是你们就根本没有爹和妈？江宇微博的粉丝数量不断上涨，突破30万、40万，杀疯了！痛快啊，痛快！这歌唱的，乐死我了！见过骂街的，没见过这么骂街的。我越听越觉得江宇牛逼，太他妈牛逼了。而反观哥哥的粉丝群一片哀嚎，可恶的江宇，怎么办？简直要命了！这对于哥哥来说太要命了吧？你只是被网暴，而我们家的哥哥事业都要受到影响了。这个江宇太不是人了！江宇，你个王八蛋，你知不知道，你唱这首歌会毁了哥哥的一生？我忍不了了，集美们集合去冲了他！可是他们想不到，这还只是餐前小点而已。挺着你的柳腰，别再继续无聊，藏好你寂寞的圈套。哥哥，又是哥哥，妈妈给了你眼睛，你却妥协被哥哥蒙蔽。如果我们站出来就是暴行，那倒卖作品虚报流量算不算恶行？倒数第2句歌词原本应该是利益，
又是利益。妈妈给了你眼睛，你却妥协被利益蒙蔽。但江宇在这里直接修改成了哥哥，为的就是要直接点名，我就是在骂你。而效果也正如他所想，用4个字形容：瞬间爆炸。被哥哥蒙蔽，说的是谁啊？这直接就是指着鼻子骂那群饭圈人了。而最后一句歌词更是直接撕开了遮羞布。这一竿子扫下去，很多人直接中枪。娱乐圈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谁没有做过数据？很多娱乐公司的老板听到这句话，脸都黑了。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人，自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江宇就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轻了，他就是个疯子，敢这样直接说出来。但他们没有对江宇不满，反而心里开始暗骂繁星娱乐的李刚。你说你们惹这个疯子干嘛？不知道狠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这个江宇明显就是那种不要命的。而网络上好一副热闹的情况，笑死我了。原本要网暴别人，却直接被骂了回来，还是被别人唱着骂回来的。宇哥牛逼，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到其他的词来形容了，简直是我的互联网嘴替。强啊，太强了。那些被饭圈蛊毒已久的正常人心中同时出现一个字：爽。紧接着，你所谓的分内工作我没有恭维的兴趣，为哥哥露出狗尾巴，在网络上乱哈拉，你当我们网友都是白痴啊？这里狗吠不安静，面具撕开丑陋的脸和心被整个世界唾弃。这些歌词一出现，再次将整个歌曲顶到了极致。这话什么意思啊？为哥哥露出狗尾巴，在网络上乱哈拉，没有一个词提到饭圈，但每一句都在说饭圈。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距吗？寂寞的夜里，窗外下着雨，潮湿的空气，肮脏的污泥，像是你的心，为什么不洗？那些饭圈少女在此刻全部面色铁青，谁的心就肮脏了？抛开事实不谈，不就骂了你几句吗？至于这样说话吗？但下面的更气人，不是针对你，真的不是你。你认真听听翻拍的重音，真不想看清，画面已发腻。本为笑一笑，也许就能略过去。不是针对你，真的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们自我代入了呗。这人也太恶心了吧！通篇没有提到这群人一句话，但却字字都在说他们，还说一句不是针对你。哥这里恶心谁呢？饭圈的人听得越来越生气，但路人却听得越来越痛快。江宇的粉丝也越来越多，开始在网络上活跃起来。无论水军再怎么抹黑他，在这首歌中总能找出一句话进行反驳。那些饭圈人士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力，以往他们的战斗力不可谓不恐怖，不管那些老戏骨、一线明星，只要得罪了他们哥哥，全给你冲烂，所到之地寸草不生。可是面对一个刚出道的选手，他们第一次产生了惧怕的感觉，一人之力直接骂穿整个饭圈。在歌曲的最后，江宇用赛博朋克的语言加了一句：江夏风光好，你又怎会明了？生命太过潦草，猖狂一记中被烧。少熙立正站好，挺着你的柳腰，别再继续无聊，藏好你寂寞的圈套，直接绝杀。最后一句完美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就2个字：不屑。第44章，蹭自己的流量。哈哈，笑死我了，还得是江宇啊，真敢啊！这个攻击力我认可了，不是针对你，真的不是你，哈哈，饭圈女孩啊，江宇说的真的不是你们。我知道你们很急，可是你们先别急。在偶像练习生播出不过3个小时，江宇再一次登上热搜榜。井号江宇，别咬我，井号江宇，不是针对你，真的不是你，井号不要对号入座，我就是唱着玩的，井号最有种的新人，江宇，井号，这个人好恶心啊，骂完我们还要说这样的话，恶心我们。写歌骂人有才华就了不起吗？卧槽，忍不了，集美们集合，冲了他！一群乌合之众瞬间在江宇微博下方集合。江宇，什么狗东西，丢人现眼的玩意，这也叫歌？哼，现在什么人都能进娱乐圈了，滚出娱乐圈！垃圾歌手唱的垃圾歌，这种低俗歌曲也能上榜？饭圈的人开始不停的网暴江宇。华悦娱乐公司大楼，以苏玲为首的一群人看到这种盛况，忍不住尖叫起来：玲姐，江宇太牛了，这年头谁敢得罪小鲜肉啊？是啊，别咬我，太牛了，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这种歌啊？乖乖，江宇的胆子也太大了。他们在这万众瞩目的名利场也算混迹多年了，但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合呀。所有人都在夸赞江宇，但这中间有一个人捏了捏拳头。这个江宇到底有什么好的？公司给了他这么多的歌曲，甚至连这样的歌曲都要发出来。黎浩眼中满是不甘，在他心中，这些歌曲都是公司给江宇的，这些本来应该都是他的，接受众人夸赞的应该是他。但最终他还是松开了拳头，自己走出了办公室。可惜没人在乎他，大家还沉浸在别咬我这首歌当中。小雨，江宇也太厉害了吧！苏玲一脸兴奋地拉着苏沐雨的手上下甩动，苏沐雨则是面含微笑，她知道江宇一定能解决这件事情。小姑，
现在董事会的人应该不会拒绝江宇的条件了吧？听到苏沐雨的话，苏玲冷静了下来。对，说的对，现在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拒绝江宇提出的条件了。我马上准备会议商量这件事。此时，江宇待在房间中，看着自己微博下方韩妈亮巨大的抽象发言，嘴角微微一抽，想了想，嘿嘿一笑，自己这热度不蹭蹭可惜了。点击了一下切换账号，这年头谁没个微博小号啊？他的小号名为火鸡味的锅巴。之前写书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书友上当，所以专门用这个匪号开通了一个认证账号。这段时间诛仙的起飞，让他这个匪号的粉丝也一天天的增长起来。虽然现在比不上那些大 V， 但60-70万粉丝还是有的。打开匪号，江宇冷笑一声，匪号里某些评论的抽象程度不亚于大号。果然，不管是什么东西，火的之后，有些人闻着味儿就来了。诛仙火了，流量上去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一群董哥开始不停的批判这本书。剧情没有批判的地方，就从文笔开始。他们看到的那部武侠小说，不是各种各样文绉绉的词汇，这样大白话的小说，在他们眼里就是俗气的代表。既然如此，那就一并回应了吧。火鸡味的锅巴，最近很喜欢一个歌手，听到2首很不错的歌，给大家推荐一下。雅俗共赏，别咬我。大雅大俗又何妨？我想唱就唱，想写就写，别咬我。我很喜欢你的歌，更喜欢你宛如宝剑一般的锋利。愿你清风任未立，展眼入江湖，千帆身侧过，归来仍少年。正如江宇所料，随手帮自己大号说2句话，匪号的热度也一路攀升。卧槽，锅巴大大说话了，这是对这2天那些人的回应吗？锅巴大大终于回应了，那些狗东西不爱看滚出去，别咬我。火鸡味的锅巴这个马甲，粉丝数60多万，几乎全是诛仙的读者。发了这条微博之后，一旦激起千层浪，评论量开始疯狂往上涨。就是什么是俗，什么是雅，不爱看就上一边去，显得你文化高了。作者推荐的这几首歌是谁的？我听完了，还挺好听啊。我去，锅巴大大，你也喜欢雅俗共赏这首歌？我也喜欢哎。楼上，这首歌是谁的？是最近一个名叫《偶像2年半》的综艺节目出来的歌手，叫江宇，很厉害，很有才华。我也去听听。就没人注意到锅巴写的这首小诗吗？好有感觉啊，归来仍是少年。本来评论还挺正常的，但逐渐被一条带歪。兄弟们，不要被这个狗作者迷惑了，没时间写书，有时间刷微博。对对对，你一说我才反应过来，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写。快更！书粉们正兴致勃勃催更的时候，突然发现微博中涌入了一大群人，上来直接开骂。不是饭圈那些人还有谁？他们在江宇那里吃了个大亏，现在正缺一个发泄的地方。没想到突然跳出一个火鸡味的锅巴，再看看好像是个小说作者，立马转移战场，惹不起江宇，还惹不起你个小作者吗？你谁啊？也敢战江宇？什么热度都要蹭是吗？什么东西？魔都一处江景大平层豪宅中，一名男青年靠着自己的狗躺在沙发上，无聊地刷着微博。从他助理的地方还有他狗身上都戴的名牌手表，足以看出这男青年的身价不菲。细细看他的微博粉丝数量，居然有1000多万粉丝，而他的微博名王校长。叫这个名字的人且粉丝数量这么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华夏首富的独子。这个狗作者！突然王校长怒吼一声，不去更新小说，在那里看综艺听歌，还发微博，不知道自己有多短小无力吗？王校长直起身子，先是在猫猫小说网打赏了10万块，截图再直接转发了江宇的微博。不更新，直接超能力。附文：别逛微博了，赶紧给个。第45章，李刚再次上门。粉丝们正在催更的时候，突然涌进来一群莫名其妙的人，骂这个狗作者，一脸懵逼。仔细了解一下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吗？不就说喜欢听2首歌吗？书粉们自发开始维护起来，但他们怎么可能是那群饭圈人的对手？没想到在大家着急的时候，王校长居然发话了。王校长发出微博之后，评论区更加爆炸了。大家都没有想到，王校长居然也是诛仙的粉丝，众人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般。卧槽，狗作者牌面！王校长都是诛仙的粉丝，兄弟们队形排起来，给更！乖乖，不愧是王校长，出手就是10万块！哈哈，笑死我了！必须要以王校长马首是瞻。狗作者，给更，给爷更！之后就是清一色的给爷更。而那些饭圈的人居然停了下来。要知道，王校长还有一个身份叫娱乐圈纪检委，那些所谓明星哪个敢惹他？饭圈女孩们纷纷停止了谩骂，只能熙熙攘攘的抗议几句。而书粉们则是站了起来，骂呀，你们怎么不骂了？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借用别咬我的一句歌词，这样做是否对得起你的老爸老妈？
因为关于江宇的话题在搜热榜上的原因，再加上王校长大 V 的账号在网络上引起了一道不小的风波，很多人都跑了进来，想看看评论区。可是这个评论区居然跟江宇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全部都是给爷更。往下翻翻才知道这是一个小说作者，但大家更好奇了，是什么样的小说能让王校长都发出给爷更这样的字眼？好奇的人自发在网络上搜索起了《诛仙》这本小说，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入坑了。江宇看着手机笑了起来，打开作者后台，又更新了几章。其实他今天已经更新过了，本来不想更的，但他给的实在太多了。兄弟们，狗作者更新了，快看，今天锅巴专门感谢王校长呢。此时躺在床上的王校长喜滋滋的看完几章小说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今天的剧情格外的精彩，鬼王宗跟正道的对峙上了，张小凡的武器也暴露了，被青云门带了回去。可是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让王校长抓耳挠腮，这个作者也太会断章了，真是断章狗。不过看到后面那感谢王校长的支持几个字后，笑了出来，看来超能力还是好使，因为江宇带来的流量，还有王校长这大 V 的认可，诛仙的成绩直线上升，直接超越了现在的榜首，一跃成为榜单第一。但这种事比较江宇别咬我造成的冲击可谓小巫见大巫，各大音乐平台也在同期上架了这首歌曲，刚上架不过1个小时，下载量就突破了10万，这是任何歌曲都没有达到的速度。此时繁星娱乐办公室正放着这首歌，李江大气都不敢喘一声。李刚面色阴沉，他才操作了2天，江宇就出歌反击他们，用天才形容他都不够用了，妖孽怪物更恰当。这个小子的才华真的超乎了他的想象，如果能签下，公司的未来肯定会有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鸡。想到这里，李刚叫来了秘书，走出办公室外。谭公楼下，江宇正要出去买菜，然而就在这时，2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江宇眉头一皱，其中一个人他不认识，而另外一个人正是之前来找他的李江。你好，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李刚走上前，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江宇挑了挑眉头，没有任何动作。这段时间我们之前似乎有些误会，方便聊聊天吗？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李刚的手定在空气中收了回来，有些尴尬的笑了笑。这么大太阳，我们不如找个凉快点的地方。江宇笑了笑，李董都是熟人，就没有必要客套了，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听到江宇的话，李刚强忍心中的不满，他再怎么说也是国内最顶尖娱乐公司的老总，身价数十亿，到哪里别人不是捧着？学校拒绝他，饭店侮辱他，这已经是第3次给他难堪了。既然江先生想在这里谈，那我们就在这里谈好了。江先生，你已经证明了你的价值，我这次来带着很大的诚意，来邀请江先生加入我们公司。算了吧，我跟贵公司的理念不符。江宇说完就准备离开。江先生，您不妨先听听我的条件。李刚再一次站在了他的面前，说话的同时还拿出合约递给了江宇。A 级签约，公司一线的资源向你倾斜，如果你同意，这份合约就是你的。江宇忍不住嗤笑一声，之前无论在网上还是线下，两方斗的几乎是不死不休的场面，但回过头来还拿出这么优待的合约再次说服他。抛开2人的矛盾，江宇还是挺佩服李刚这个人的，能屈能伸，绝对的枭雄之姿。但江宇并没有打算答应这份合约。什么是枭雄？那是属毒蛇的，毒蛇牌缩在阴暗的角落，等你不注意的时候直接咬你一口。现在的他拥有主动权，可是如果进入繁星，那攻守就一行。不好意思，李总，我对这份合约没有兴趣。江宇，条件还可以再聊，不知道你心里的价位到底是什么？李江强忍心中的怒气问道。江宇笑了笑，怎么着不得 S 签？还有，我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公司不能工作室的运营，分账是3期，我期你3。不可能！一旁的秘书直接叫了出来，拿 A 级签约给一个新人已经算是破天荒了，更不要说 S 签，那可是超一线天王级别的人才能拿下的合约，还有后面的条件，每一条都精准的踩在他们的底线之外。李刚的脸色已经暗了下来。江宇，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是你让我提条件的呀，我只是提了自己心中的条件而已，你可以不答应啊。江宇平静的说着。李刚一脸讥讽，江宇，你太狂妄了，只是几首破歌而已，真拿自己当香饽饽了？谈不拢就开始人身攻击了。李董，你的格局就这么一点？江宇嘴角微微一扬。好好好，江宇，你有种。作为过来人，我要提醒你一句，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丢下这句话，李刚转身离开。第46章，商定合约。可恶！回去的路上，李刚面色无比阴沉，一旁的秘书一句话都不敢说，看着旁边咬牙切齿的李刚。江宇，那就看看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想到这里，他掏出了手机。总控室的严明擦了擦汗，没想到再听一遍，依然让人觉得震惊。这个小子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歌也能写得出来。但看着那疯长的数据，他又忍不住笑了。就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严明看节目正看得起劲，本来想直接挂断的，可是看到来电显示之后，顿了一下，走到了总控室外，按下接通。喂，李董，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打来电话的正是繁星娱乐的董事长李刚。老弟啊，好久不见，一直想跟你出来吃顿饭的，就是不知道老弟赏不赏光啊。电话那边传来李江清爽的笑声。哎呦，李董，你也知道，最近偶像2年半播出，我忙得很啊，可能没有时间跟您吃饭了，等节目播完，我做东请你如何？严明嘴上笑嘻嘻，心中 MMP 什么东西？在这个圈子混迹了这么久，能活下来走到这一步的，哪个是省油的灯？至于为什么打来电话，不用多说，肯定是为了节目的事情。两人极限拉扯一番，终于李刚耐不住性子了，老严，老哥哥遇到点难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方便不方便？严明冷笑一声，终于开口了。老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直接说就行，就是不知道兄弟我能不能帮上你。你也知道，我就是个小导演而已，可没有你厉害。这话说的意思就是我没有你厉害，有什么事情不要找我。然而电话那边李刚像是没听到这句话一般，打了个哈哈，笑了笑，随后又叹了一口气。老严，你知道的，我们公司王林凯参加了你们的节目，可是第2期，他虽然入围了第3期节目，但他的表现太差了，所以严明心中骂骂咧咧，这就开始要搞黑幕了，都不再等2天的。而且那什么王林凯他知道，算是这一批选手里面粉丝比较多的，这么好的基础都打不赢人家，怪谁？老哥，你也知道，我们这次请的老师是谁，宋长英和陈彤都是老前辈了，我可做不了他们俩的主。至于许坤那里，我想不用我去说吧。严明只说了宋长英和陈彤，意思是什么？显而易见。李江虽然是个富二代，但也不是很傻，想必他肯定清楚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李江的目的居然不是这个。老弟，那王林凯公司已经帮他搭建好的舞台，可是他自己不争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今天来也不是说这个，我们旗下最顶流的明星被人欺负了，这事儿我想跟老弟你好好说说。原来他一开始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严明总算是明白过来，繁星娱乐确实要搞黑幕，只不过不是捧人，而是要踩人。电话那边李刚还在继续。老弟，热搜榜上你看到了吧？那个叫江宇的欺人太甚，我承认他有点才华，可是不能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啊。许坤在节目里是他的导师，在节目外也算是前辈了吧。我们这个圈子最重要的就是面子问题，而他江宇唱出那样一首歌，这不是在赤裸裸的打许坤的脸吗？许坤是我们公司的人，这不也是在打我的脸吗？节目上他目中无人，节目外更是让人鸡飞狗跳。老严，您说咱们做节目不光给挑有才华的人，更重要的是人品啊。江宇这样做确实有问题，您说是不是？你也是娱乐圈的有头有脸的人物，肯定不希望有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人进入娱乐圈吧？更何况这个人是从你手中出道的，这样对你的名誉也有损害，对不对？严明心中怒骂 TMD， 说这么大一堆，不就是要搞人家江宇吗？娱乐圈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是不容易的，只要想捧，就算是条狗也能给捧红。想踩人，就算你是业内大咖，让你趴着你也得趴着。江宇已经录制了2期节目，表现可谓是有目共睹，从后台数据可以判断出他对节目的重要性，可以说2期节目过去，他已经决定了节目的收视率。李董，你说笑了，我就是个小小的节目导演而已，哪有那么重要？老弟，您先不要拒绝，不如先听听我们开出的条件如何？您和我父亲可是老朋友了，他怎么会亏待你呢？听到李刚的话，严明逐渐沉默下来。两人谈了1个多小时，总算是结束了。挂掉电话，严明叹了一口气。从电话里，他很清楚这一次繁星娱乐要搞江宇的决心，倒也不是怕了繁星娱乐，他当然可以死保江宇，但为了江宇这样的新人，得罪一个资本巨鳄也有些得不偿失。不过繁星娱乐是资本巨鳄，但华悦娱乐就不是了吗？想到这里，严明又拨出一个号码。刚买完菜回到谭宫，苏沐雨和苏玲就进来了。哎呀，江宇，你太厉害了！苏玲进来之后一脸兴奋。小雨、小姑，你们来了。江宇放下键盘，笑着走了出来。这不是过来看看最有种的新人吗？苏玲玩味地看着江宇。江宇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小姑，你们没有被殃及吧？哪能没殃及啊？华悦娱乐的官方都被那些饭圈的人轰炸了，你可得好好补偿我们啊！苏沐雨拉了拉苏玲，小姑，你就别逗他了，赶快聊完，我还有别的事情呢。除了合约的事情，你还有别的事情吗？苏玲一脸疑惑，但看到苏沐雨没有说话，便继续了。这次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合约的问题，这是我们起草的合约，
你看看上面的内容符不符合你的预期？江宇看着合约 ，S 签，诚意十足，里面的内容也都是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东西，比如安排综艺、怎样运营它之类的东西。上面的作品利润分配跟之前一样，也是3期开，公司3，他7。江宇笑了笑，小顾，能拿到这样的合约，你应该顶了很大的压力吧？苏林点了点头，压力之前可能有，但现在没有了。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那些股东看到你的成绩也无话可说。你同意了，那我们就按这个合约。江宇合上合同，露出一抹微笑，合作愉快。苏沐雨见两人达成协议，嘴角弯起一道动人的弧度。然而就在这时，苏林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按下接听键。喂，严导，有什么事吗？第47章，咱当兵的人。打电话进来的正是严明。过了5分钟，苏林面色阴沉地挂掉了电话，刚才与江宇达成共识的喜悦荡然无存。苏沐雨注意到了苏林表情的变化，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脸色这么不好？江宇闻言也看向苏林，果然看上去心情很不好。苏林看着江宇，繁星娱乐的李刚打电话给严明，要动你了，这一次跟以往不同，可能下一期节目你就……听到这话，苏沐雨眉头一挑，虽然苏林的话没说完，但他心里很清楚是什么意思。严导打电话过来，应该是没有把话说死吧？那个老狐狸，他才不会插手这样的事情，刚才打电话过来就是把难题抛给了我们。苏林暗骂一声，他说下一周建军节晚会，节目会停播1周，就是让我们在这周跟李刚那老狐狸斗呗。听到这里，江宇嘿嘿一笑，苏沐雨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看到两人都笑了，苏林气不打一处来，你们俩还有心情笑，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很麻烦，会影响到你合约的签订？苏沐雨嘴角微微一扬，小姑不用担心，今天我过来的原因就能解决这件事。苏林愣了一下，刚才就听你说有什么事情要找江宇，到底是什么事情？苏沐雨笑而不语，到底是什么事情？小姑你就别问了，放心，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的。你们知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说话说一半的人，快告诉我什么事情，求你俩了。苏林无比抓狂地看着苏沐雨，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们两个怎么都喜欢说话说一半？上次是江宇，这次是你。然而无论他怎么抓狂，两人都只是笑笑不说话。苏林骂骂咧咧地走到门口，可是看到苏沐雨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样子，怎么你不走，想跟这小子同居了？嗨，苏沐雨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反而是正在喝水的江宇好悬没有一口水噎死过去。小雨，你俩说事儿就说事儿，别忘记今天你要进剧组的。苏林提醒一句，刘文伟导演可是最讨厌迟到的人了。刘文伟，国内最顶尖的导演之一。苏沐雨瞪大眼睛，差点忘记了今天要进剧组，有些抱歉地看向江宇，对不起，今天不能陪你去了。江宇笑了笑，不用担心，你去拍你的戏，我自己去就行。一定能行的，加油。江宇到底要干什么？我叫你小姑奶奶行吗？就不能跟我说一声？走了，小姑要拍戏了。苏沐雨拉着苏林朝门外走去。两人离开后，江宇拿出手机，您好，是杨部长吗？我是江宇。对，歌曲已经写好了。您现在在卫视会场呢？好，我马上就过来。建军节的晚会节目已经准备了半个月了，今天杨部长正好在卫视演播厅观看彩排。江宇打车来到了江夏卫视电视台大楼，拨出了杨和给他的电话号码。一个工作人员走了出来，您好，您就是江宇老师吧？请跟我这边来。好的。江宇跟随工作人员来到节目组，杨和也在这里。杨部长。江宇见面之后很有礼貌地走上前，小江来了，坐。杨和笑眯眯地看着他，歌曲准备好了。江宇点了点头，将手中的歌词递了过去。好词啊。杨和戴上眼镜看了一眼，虽然他不懂音乐，但是光从词来看，确实是一首非常好的词。江宇笑了笑，拿出手机播放出已经录制好的音乐，跟着唱了几句，越唱杨和眼神越亮。好啊，好，小江，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杨和大笑几声，不错，到时候你跟着彩排几次。好嘞。我看这回那些老小子们还敢嘲笑我。终于到了建军节这一天，到了时间，偌大的会场开始陆陆续续的进人了。首先入场的就是各个单位的领导，其中包括杨和，还有江夏军区的首长。江宇穿着军装表演服坐在后台，手里拿着一瓶已经空掉的矿泉水瓶，呼吸频率明显加重了几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型文艺汇演。建军节的晚会没有多少所谓流量小鲜肉参加，给兵哥哥们表演的节目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人参加？基本都是形象比较正面的人才会参加。江宇能参加已经是破天荒的了，台下还有这么多的领导，压力怎么可能不大？不过看那些节目，说实在的，也不怪杨和想找他。
节目都是军队文工团，还有地方艺术团排演的节目，都是正面形象的。节目单他看了，诗朗诵、保家卫国、舞蹈、守卫人民、小品、军民一家亲、大合唱、坚定向前，这些节目单挑出来没有任何毛病，可以说就是属于这个舞台的。但太老了，之前他为了建军节晚会看了很多的晚会表演，可以说这些节目跟去年不说一模一样吧，也是大差不差。晚会终于开始了，两个穿着正式的主持人走上台，开始掌控起了舞台。原本嘈杂的观众席也慢慢安静下来，一个又一个节目推进着。江宇在后台看着观众们的反应，场内的观众基本都是军人哥哥姐姐，机械式的鼓着掌，所有人脸上都可以看出一种无奈的疲惫。江宇都有一种感觉，看这个节目的娱乐程度，不如回去看那些正宫干小三、醉酒滚床单的烂俗剧情有意思。要不是晚会不能离开，可能会走一大半吧。不过不得不说，这些国家队的人气质要比那些个人强不止一个档次。终于轮到他上场了，主持人走上台，当兵的人穿上军装就褪去志气，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和人民，穿上军装就少了儿女情长，穿上军装就要把时时刻刻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军人的风采在共和国的旗帜上飘扬。请欣赏歌曲《咱当兵的人》第48章。流泪的军人。观众席上非常安静，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包括在第一排的领导，都感觉有些兴致乏乏。此时坐在杨和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笑眯眯地看着他，老杨，每年都是这样的节目，你得帮帮我啊，别说战士们，就算是我都看累了，哪怕是换一首新歌啊。说话的人是江夏军区最大的首长于志伟。我知道军歌不好写，可是每年重复确实没有多大意思。杨和嘴角微微一扬，老于，你就放心吧，今年我已经给你找了新歌了，保证合你的胃口。真的假的？于志伟有些意外，没想到还真有新歌。就在这时，台上的主持人报幕，轮到了江宇，他要上台了，自己听不就好了。杨和神秘地笑了笑，于志伟一脸好奇，咱当兵的人，还真是一首新歌。军歌可是不好写啊，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一首像样的歌曲在舞台上表演。这新歌瞬间引起了他的兴趣，在他好奇的目光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了上来。舞台上，江宇穿着绿色的军装，站在话筒旁边，身材挺拔，笑容淡然。台下的观众也开始讨论起来。灯光打下来了，有了灯光之后，众人开始赞叹，这个年轻人穿上军装还真是帅气。当他站在那里，仿佛整个舞台都是他的一般。于志伟眉头一皱，没想到杨和请了个年轻人。不得不说，这个年轻人穿上军装确实有气质。但老杨，我看这小伙子很年轻啊，该不是那种在舞台上跳来跳去跟跳大神一样的那种吧？这个舞台可不能出现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就放心吧。杨和一脸自信，绝对能给你带来惊喜。看着自己老有自信的表情，于志伟坐正身体，想好好欣赏一下。只见江宇拿起麦克风，看着台下的观众，嘴角微微一扬，一道宏大的背景音乐响了起来。咱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当兵的人。但是这背景音乐就给人一种磅礴大气的感觉，瞬间给人一种顶到天灵盖的感觉，让人有些头皮发麻。而台下的观众听到这4个字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再加上后面的投影上出现了各个兵种，都不免自豪起来。这是江宇自己专门要求的，灯光也是他亲自跟老师们对接的。前奏结束了，江宇缓缓张口，一道清澈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后台的所有演员都一脸惊讶地看向台前这名少年，好专业，声音竟然这么嘹亮。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的穿着朴实的军装。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爹娘。短短2句让台下的几位大佬都愣住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是一首新歌。第一段词出来后便吸引了场内所有人，头一次听到这般干脆利落、英姿飒爽的歌曲，仿佛看到一群军人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紧随其后，后面的幕布上也出现了一群军人挺拔的身姿。江宇在这一瞬仿佛成为了他们的一员，而大家也仿佛不再听歌，像是在听一群英姿挺拔的军人正在接受大家的检阅。他们有的身穿绿色军装，有的身穿白色军装，有的身穿蓝色军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军人。杨和一脸满意的看着台上的江宇，好歌呀！于志伟眼神一亮，他一听到这个曲调，刚强中带着柔软，铁汉柔情。老杨，这是哪里找来的歌手？唱的这歌有点意思啊，真不错呀！这开篇2句词就把战士们的心里唱了出来。说完这话后，于志伟又叹了一口气。在一旁保护首长的战士听到这2句后，眼眶突然就红了起来。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爹娘，短短2句
将他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唱了，歌声嘹亮，但蕴含的感情传遍着会场每一个角落。自从当了兵后，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家，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自己的亲人来。但是为了祖国，他们也只能暂时抛下亲情，穿上那朴素的军装，挎好钢枪，时刻准备。首长注意到了这位战士的表情。小何，你来部队多少年了？报告首长，3年了。多长时间没有见到父母了？那位战士沉默了一会儿，报告首长，已经3年没有见到了。真是苦了你们了。这次建军节结束之后，我会跟下面的团连干部商量一下，让战士们分批次回家见见父母的。那战士听到后，眼眶立马红了。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长。是啊，他们其实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儿郎，但是都把自己最青春的几年都奉献给了国家，为了保卫祖国，将足迹踏遍祖国每一寸山河。前面几句话几乎都是在宽慰战士们，然而到后面的几句歌词，整个曲风立马升华了起来，没有什么所谓主歌副歌之分，有的只是感情的层层递进，抨击着在场所有战士的心灵。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明月，身披着雨雪风霜。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的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他们即是普普通通的华夏儿郎，可又不是那般普通的儿郎。祖国的万里河山还需要他们去保护，他们头枕边关明月，身披雨雪风霜，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阖家欢乐。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们紧握手中的钢枪。朗朗上口，简简单单几句歌词，却将一个战士的责任无奈完全唱了出来，让所有目前在场的战士全部感同身受，红了眼眶。太棒了，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军歌都是写的什么类似军民一家亲那种歌曲，或者就是那些家国难舍的歌曲。那些歌不是不好，但能真正听到心里的有几首，大家没有任何感同身受的感觉。然而今天这种状态被打破了。第49章再上热搜。看到那些红了眼眶的战士，他们听进去了。杨和、于志伟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后，立马鼓起掌来。好歌！就连一旁的战士们也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看到他们那激动的表情，就知道这是一首完完全全唱到他们心里的歌。可以啊，老杨，这歌手名字叫啥？于志伟一脸激动，回头我找人跟他接触接触，多出几首这样的军歌。话题又回到了江宇自己本身上。杨和哈哈笑了一声，这个小伙子叫江宇，刚毕业，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签约公司。刚毕业，那不正好招到文工团里？于志伟笑了起来。杨和一脸神秘，那可轮不到你。这有啥轮不到的？于志伟一脸好奇，这小子很有可能成为苏家女婿，就是你知道的那个苏。于志伟瞪大眼睛，真的假的？乖乖，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哈哈，不说了不说了，继续看节目吧。台上江宇还在继续，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永争荣光。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风采在共和国旗帜上飞扬。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江宇的声音慢慢停了下来，看着台下的所有人鞠了一躬，一种莫名的骄傲在台下所有战士心中蔓延开来，哪怕是重复了一遍，依然让众人心头一颤。无论是现场的观众，亦或是电视机、电脑前的观众，还有那些已经嗅到商机，正在录屏的各大平台 UP 主们，都为这首歌感到骄傲、自豪。这就是咱的人民子弟兵。慢慢的，背景音越弱了下来，热烈的掌声充斥着整个录制大厅，久久不能散去。其他的节目在结束之后，都是为了礼貌、象征性的鼓鼓掌。当这一首《当兵的人》演唱完毕后，台下的掌声和之前完全不同，可以听出来那种从内心迸发而出的激动。有些人甚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掌声听着很嘈杂，但绝对热烈，感情绝对真挚，经久不息，声音凉凉。要知道，军人是最能克制和隐藏情绪的存在。平日里，他们参加这种晚会，也都是完成任务一般的负荷。但今天，当这首《当兵的人》唱完过后，他们选择了起身喝彩。这一刻，他们不是那种被规则束缚下的灵魂，他们是军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能被音乐感染的普通人。江宇走上前，向大家鞠了一躬后，便走下了台。观众席，杨和一脸骄傲，江宇的表演可是让他好好露了一把脸。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不错不错。于志伟满意的点点头，能不能把这个小伙子叫过来聊聊？杨和眼神一变，你个老小子，该不会还是在想把他拉进文工团吧？嘿嘿，这么优秀的人才，不动心那是不可能的，万一他愿意呢？杨和笑了笑，叫来自己身旁的秘书，去看看小江走了没有，把他叫过来。秘书点了点头，径直朝后台走去。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领导，江宇已经走了。这臭小子跑得挺快。杨和笑骂一声，随后看向身边的好友，
要不明天我找他过来，你问问他。于志伟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明天我可能没有时间，我接到命令要参加国庆阅兵，等到国庆之后吧。杨和拍了一下脑袋，把这茬忘记了，我也要去京城参加国庆晚会的讨论，那等国庆之后吧。此时苏沐雨拍完镜头回到宾馆中，慵懒地躺在床上看着电视。这种晚会基本都是现场直播。苏玲拿着水果准备回自己房间，路过客厅的时候看到苏沐雨正在看电视。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电视了？看的还是晚会？江雨在上面，就想看看吗？苏沐雨回答道。哦，江雨啊。苏玲点了点头，拿着水果继续朝自己房间走去。可是过去了3秒，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到客厅。你说什么？江雨见到自己小姑瞪大的眼睛，苏沐雨笑了起来。自己看吗？苏玲挤开苏沐雨，坐到沙发上。电视机里是一个穿着军装无比帅气的年轻人，不是江雨还有谁？苏玲忍不住直接抱起他尖叫起来。啊！我说你俩那天那么神秘，江雨竟然上了建军节大舞台，你怎么也不告诉我？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苏沐雨忍不住笑了起来。苏玲啧啧两句，小雨，那天你力排众议让我投票给江雨 S 签，我虽然答应了，但还是有些怀疑，这也太牛了吧？现在不觉得亏了？那肯定了，他绝对有巨星之姿。我就看李刚那老小子拿什么搞江雨。苏沐雨想了想，小姑，我这里有助理，没问题的，要不你先回江夏。苏玲愣了一下，你在拍戏，我回江夏干吗？江雨刚唱完军歌，肯定需要录制宣传，所以苏玲一脸生无可恋，自家这个颗翡翠白菜怎么就是个恋爱脑呢？要是让别人知道国民女神苏沐雨是个恋爱脑，会不会让人惊掉下巴？苏沐雨俏脸一红，没有反驳。小姑，拜托你了。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江雨。喂，小姑。行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联系人准备录歌，你小子也不给我一个心理准备。挂掉电话，苏玲看着自己的小侄女，那我就去安排江雨的事情了，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好。苏玲点了点头，又看向苏沐雨身旁的一个女孩，小朱，照顾好小雨。小朱是苏沐雨的助理，长得很可爱，听到自家老板的话后，立马露出一副俏皮的笑容。知道了，苏总，由我照顾小雨，没问题的。隔天，网络上突然出现一个热搜，景浩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景浩，人民子弟兵发生什么事情了？看到这个热搜后，很多人都点了进去，才发现居然是一首新的军歌。不少人开始好奇起来，在这个唱跳 rap 的时代，军歌也能上热搜了。点开播放，背景音乐好大气，可以啊。其他人可能很难共情，但网络上有不少的人民子弟兵或者是已经退伍的子弟兵立马共情起来。好听啊，我本来以为没啥新军歌了，但听到这一首也太牛了，词曲也太绝了，直接把家国情怀唱出来了。我去，听到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爹娘，眼泪流下来了。干，我已经3年没有回过家了，辛苦你了，尊重。我也曾经也是个军人，海军陆战队退役战士报道，第2炮兵师3团1连2班战士报道。转发。第50章，国民日报的点赞。一开始这首曲子还只是在现役军人还有退役军人里流传，毕竟这首歌跟他们共情了，他们开始自发的转发起来，热度越来越高。本来对军歌没有多少兴趣的人也好奇起来，点了进去。他们发现唱这首歌的人居然是偶像2年半的江雨，这一发现直接炸裂整个网络。江雨之前还在被饭圈女孩们攻击，热度本来就高，现在热度直接登顶。景浩天才歌手江雨至军人，咱当兵的人景浩。而那些饭圈女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气不打一处来，刚骂完我们，你怎么又跑去建军节晚会了？给军人的正能量歌曲，他们还真的不敢喷，只能象征性的说2句。为什么让江雨这种不尊师重道的人上这种晚会？江雨这种人真的不配，希望节目组把他的镜头剪掉。楼上的笑死我了，不知道这种晚会是直播吗？如果有问题，直接就刷下来了。要不你先去上个学，再来网络上喷人。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大 V 居然点赞了这个动态，而且转发了江雨唱歌的视频，还有一张边防战士的配图。所有谩骂在这一刻全部停止了。国民日报，一身戎装，一世英雄，铁血柔情不负一人，7尺男儿无愧天地，唯愧妻儿爹娘。但祖国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于人。纵万千风浪，依然擎起民族脊梁。歌很好听，加油！等一下，我没看错吧？国民日报居然给江雨点赞了！我去，宇哥太牛了！那些人呢？怎么不出声了？江雨接完苏玲的兴奋的电话后，看了看网上关于咱当兵的人的资讯，思索了一会儿，拿着手机拨出了号码。这个好消息，他第一时间就想分享给他。喂，一道好听的声音从话筒中传了过来。江雨咳嗽了2声，是我，这2天有些忙，没有给你打电话，拍戏累不累？
电话那边，苏沐雨嘴角一弯，不是很累，我都习惯了。今天我被国民日报点赞了。我知道，小姑给我打电话了。听小姑说，你们这场戏是一部历史戏。叫《大清天子》。那个，我听小姑说了，谢谢你。江宇摸了摸鼻头。苏沐雨不说，但是苏玲将事情全部告诉他。苏沐雨这样子帮江宇，他去拍戏2天，江宇连个电话都没给他打，他就是在替自己侄女打抱不平。不用谢。苏沐雨嘴唇弯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一道吵闹声。孙老师，你这也要的太贵了，一首主题曲要我100万，还要后续的3%的收益，这个价格我实在接受不了。我只是提出我的条件而已，你能不能接受是你的问题。这样500万，3%的收益，您觉得怎么样？刘导一下给我砍了10倍，你这是讲价的态度吗？这边江宇从苏沐雨手机中听到了争吵声。发生什么事情了？是刘文伟导演在跟主题曲的制作人孙涛商议价格。孙涛圈子里有名的音乐制作人、作家，写的小说很多都改编成了电视剧，尤其是武侠类小说闻名，所以他写的主题曲歌词非常契合武侠类、历史类的影视作品。主题曲？你们刚开始拍就要主题曲了？我们这个戏的投入比较小，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导演只能用周播的形式，一开始拍摄10集争取时间，后面就要边拍边播了，所以要把主题曲定下来。听上去刘文伟导演有的头疼了，可能会影响影视剧的播放。说这话时，苏沐雨语气小小的有些发愁。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当然不希望自己拍摄的影视剧受到影响。江宇笑了，思索了一下，如果能行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制作这首主题曲。对啊，这边苏沐雨听到江宇的话，他绝对有自信，论写歌没人能比得上他。这样，我把剧本发给你看看。好。江宇坐在电脑旁开始看起了剧本，两人并没有挂断。剧本主要讲述的是祖龙年轻时候感情的故事。看完剧情，江宇脑海中立马出现了一首歌。怎么样，好写吗？电话里苏沐雨有些期待地问道。江宇笑了笑，好写，等我一会儿。挂掉电话，江宇开始在背包里搜寻起来。找到了。没过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这首歌曲本来是别的历史剧片头曲，但他没有拍摄这段历史相关影片的计划，所以刚好拿过来用。整理好词曲，又打车去了录音棚，录制了一个小样，将所有东西打包发给了苏沐雨。仅仅发过去不到10分钟，苏沐雨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你不要告诉我，这首歌是你刚写的？他的眼神中带着震惊，要知道自己把剧本刚发给他不过2个小时，居然就写出了这样一首歌。他是演员，虽然对音乐方面的知识不太懂，但作为主演，对剧情非常了解。在听江宇发的歌曲小样，他可以确定这个世界上没有第2首歌比这首歌更加契合。要说是之前写的，他绝对不信。也就是说，这首歌是江宇刚写的？写歌用了半小时，录歌用了1个半小时。江宇平淡地回答着。苏沐雨沉默了。半个小时写出这样无比贴合故事的歌曲，这也太妖孽了。就算是他对江宇才华无比自信，但真的半个小时写成这样，饶是他也无比震惊。不过在震惊过后，苏沐雨也是无比的开心。长得帅，还有这样的才华，不愧是他看上的男人。我去找导演谈谈。苏沐雨挂掉电话，拿着江宇发的小样，直接找到了导演刘文伟。此时刘文伟还在跟孙涛讨论着事情。孙老师，您看价钱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刘文伟沉着脸色。孙涛确实是写这类题材歌曲的金牌制作人，可是他要的实在太多了，而且这首歌还只是提供词曲，接下来还要找歌手。更关键的是，这部电视剧拍完之后马上就要上映，时间紧任务重。而孙涛似乎是知道了这一点，直接狮子大开口。刘伟文一脸怒气，平时一首主题曲也就大几10万，好一点的上百万，现在这人不仅要钱，还要分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但他现在不敢直接拒绝，要是因为主题曲的原因延迟上架，损失的更多。刘伟伟强忍心中的怒气，沉默了下来，而孙涛则是在一旁喝着茶，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苏沐雨说话了：刘导，我这里有一首歌，您要不要听听？第51章电视剧主题曲。听到苏沐雨的话，刘文伟皱了皱眉头。华悦娱乐主攻影视方向，对音乐的人才少之又少，难不成是这个公司想进军音乐圈，所以想让他们新人拿自己的主题曲试试水？正当刘文伟想要拒绝的时候，苏沐雨又开口了：刘导，不知道您听说过江宇吗？江宇？刘文伟眉头一挑，这名字好像很熟悉啊。等一下，今天自己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被国民日报点赞的歌手。想到这里，他直接掏出手机点开了微博热搜榜。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个江宇吧？苏沐雨笑着点点头，就是这个。听到回答的刘文伟一脸惊讶，但又同时有些犹豫。江宇这个小伙子我知道，最近好像挺火的，
也听过他的歌，确实不错。不过他能写好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孙涛一脸不屑地说着，他的歌曲风格跟这种历史剧相差太远了，就算是再有才华，也要看合不合适吧。没想到竟然会有人来抢活，这是孙涛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作为一个资深作曲人，尤其是历史武侠类的，自然是有自己的傲气。就算是歌曲不火，但只要贴合电视剧，一样是优秀的曲子。你江宇就算再有才华，不能贴合剧情，一样不行。刘文伟心中有些赞同，主题曲不同于直接创作的歌曲，跟电视剧搭不搭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但他孙涛要的太多了。小雨啊，要不等一会儿我们再聊聊。刘文伟还是不想放弃孙涛。刘导，不如我们先听一段，如何？苏沐雨继续说道。好，那就让我们听听。刘文伟没有说话，反观孙涛开始说话了。可是苏沐雨看了他一眼，孙老师，这首歌可能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听。刘文伟没有问题，因为他对音乐不太懂，但孙涛就不一样了，他可是音乐人，记住一段旋律很容易。这个曲子是江雨欣写出来的，万一被他摘了桃子，那就不好了。在这个圈子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苏沐雨很谨慎。你，孙涛指着苏沐雨，他当然知道苏沐雨是什么意思，可苏沐雨的身份他也不好说什么。好，刘导，你就自己听吧，我先说好，我的500万加5%收益的条件是绝对不会变的。说完，直接朝门口走去。哎，孙老师，我们再谈谈。刘文伟想追上他，可是孙涛已经走了出去。哎呦，姑奶奶，你这让我怎么办啊？孙涛我可以再磨磨，你看现在怎么办？刘文伟跟苏沐雨的关系不错，但事关电视剧的发行，他也开始着急了。苏沐雨带着浅浅的微笑，刘导，您先别急，听一听歌你就知道了。说话间将歌曲小样放了出来。刘文伟一听到歌，瞬间被那大气磅礴的背景音乐吸引住了，他的眼神越来越亮。完美，简直太完美了，再没有比这首歌还要适合当自己电视剧的主题曲了。然而就在这时，音乐戛然而止，很明显是被苏沐雨关掉的。怎么停了？继续放啊！刘文伟着急道。只见苏沐雨含笑的表情，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我们谈谈吧。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人，没有任何顾忌，刘文伟直接开口了。你打算要多少？这首歌太完美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这首歌。刘导，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短了，就给你个痛快价吧，跟刚才孙涛的价格一样，100万加3%的收益。没问题。刘文伟咬牙切齿，苏沐雨既然听到了孙涛的条件，那他的价格也绝对不会低。然而苏沐雨还没有说完，还有一个条件，这首歌版权在我们。这是自然的。刘文伟心疼地说道，花这么多钱，只有这首歌的使用权，但现在没什么办法，电视剧要播放了，要是再等下去，损失只会更多，而且那孙涛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歌曲。最后一个条件，这首歌既然是江宇写的，还是让他来唱。刘文伟思索一番，刚才听到歌曲小样中的声音确实不错，而且他想用这首歌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江宇的热度这么大，比孙涛热度大多了，正好给电视剧一个宣传的作用，宣传的费用能省好多。好，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让江宇出面宣传一下歌曲，起码在微博上发一条动态。刘导，你还真会做生意啊。苏沐雨玩味地看着刘文伟，这件事我做不了主，要问问他才行。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后面再聊。刘文伟面不改色心不跳，你让他赶快过来录歌吧，时间不多了。好。苏沐雨笑了笑，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两人走了出来，站在门口的孙涛一脸傲气，怎么样，是不是不行？苏沐雨看到孙涛的傲气，好悬没有笑出来。刘文伟心中则是充满怒气，但也没有表现出来。对不起啊，孙老师，让您白跑一趟，这次的歌我们已经选定好了，希望有下一次合作的机会，放心，您的机票我们包了。听到这话，孙涛心中微微一凉，最近他心情有些不好，他一直蝉联榜首的武侠小说被一本名为《诛仙》的小说抄了过去。后来刘文伟邀请他过来写主题曲，原本想着散散心，顺便挣点钱，他万万没想到，原本10拿9稳的项目居然就这么黄了。江宇，他脸色无比难堪，心中默念了一声这个名字。刘导，你好得很，那我就告辞了。说完这句话后，扭身恨恨地看了一眼苏沐雨，转身离开。第52章主题曲。你等孙涛离开后，苏沐雨立马给江宇打电话，这么好的价格，江宇欣然同意，带着合同连夜跟苏玲赶到剧组。辛苦江老师了。搞定主题曲后，刘文伟一脸惬意，之前不知道，没想到江老师居然这么帅。江宇笑了笑，您过奖了，没耽误你们上映就好。不耽误，不耽误。刘文伟笑眯眯地说着，就是还有一个小要求，现在所有的都搞定了，接下来就该宣传工作了，我们配合主题曲的微博已经发了，您看您方不方便发一条微博？没问题。江宇笑了笑，
直接掏出手机准备现场转发，可是他准备发的时候愣住了，他也没有发过这样宣传的微博。我来吧。一双玉手伸到他面前，拿起了他的手机。苏沐雨看出了他的为难，帮他编辑好转发内容发了出去，又拿起自己的手机转发了江宇的微博，随后将手机递了过去。江宇也很自然地接过手机，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般。一会儿我要继续拍戏了，你呢？要不要留下来看看我拍戏？苏沐雨问道。好啊，反正最近没事儿，留下来看看你拍戏。江宇笑了笑。刘文伟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一怔，仿佛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刘导，你……江宇注意到了发愣的刘文伟。刘文伟立马反应过来，没事儿没事儿。苏沐雨作为国民女神，发完微博立马就被粉丝看到了。哇，小雨终于要出新剧了，期待，支持，一定支持，我一定支持老婆。你们看官博说主题曲已经定好了，你们看，我去，江宇，苏沐雨和江宇合作了，那首咱当兵的人把我听哭了，不知道这一首怎么样？江宇的歌确实好听，但他的风格跟这种电视剧差得太多了，真的会好听吗？粉丝们带着怀疑继续等待，而黑子们也开始蓄势待发了。终于在2天之后，电视剧《大秦天子》上映了。这段时间江宇的热度很高，观众们在期待剧情的同时，对主题曲也很期待。时间到了，电视机、电脑中猛然迸发出一段极为有力量的旋律，随后江宇更为有力量的声音出现了：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如玉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这段歌词配合的都是跟苏沐雨有关的画面，剧中的苏沐雨也太美了吧。可是画面一转，男主登场了。你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一双翅膀，寻觅着方向，方向就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变凉。历史大家都知道，祖龙秦始皇在少年吃了多少苦，而这首歌仿佛把众人直接带入到这个画面，让大家清楚地看到这一切。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想忘也总不能忘，只等到漆黑夜晚，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听完这首歌，已经开始进入正剧了，可是大家还沉浸在主题曲当中。等到苏沐雨出现的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满屏弹幕飘过。卧槽，这首歌也太大气了，我听出了一种登基称帝的感觉。妈呀，直冲天灵盖，牛的，铁血柔情，气势，情感，全部都诠释了。为什么我听的有点想哭了？没有人注意到江宇的声音吗？这首歌难度这么大，他居然能唱下来。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这也太霸气豪迈了吧。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余音绕梁，江宇牛逼。江宇跟苏沐雨2个人加起来再度霸占热搜榜。此时一间豪华的房间中，孙涛一脸阴沉地看着电脑，电脑屏幕上放的正是大秦天子，满屏的弹幕。今天的热搜也全是跟大秦天子有关的，可以说这部片子火了。那些人甚至在夸主题曲，那么多火的电视剧，可是被人夸主题曲，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夸赞原本都是他的呀，那个混小子凭什么？江宇，孙涛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直接拿出手机登录自己只有40多万粉丝的账号，一句一字地打了上去。提醒有些导演，信用是社会交往和合作的基本原则之一。还有，作为前辈，我还希望某人不要仗着自己认识人就擅自抢夺他人工作，这是扰乱市场的行为，希望你好自为之。孙涛的粉丝没有那么多，但却都是比较铁的，这都是他这么些年写书、编剧、写歌经营出来的。所以当他发出微博之后，第一时间那些粉丝就看到了这条微博，纷纷开始询问孙老师发生什么事情了。孙老师不要跟那种不讲信誉的人合作就是了。没错，孙老师不讲信誉的人太恶心了，以后不跟他合作了。等一下，谁能告诉我是谁不讲信誉了吗？孙涛故意说的遮遮掩掩的，粉丝们开始分析起来，讨论起来。孙老师说今日热播电视剧，难道是孙老师又接主题曲了？说不定还真是。今天一共有3部热播剧，可是只有1部是有关历史的《大秦天子》。真的？难道这部戏的导演跟孙老师违约了？我刚才看了，主题曲是江宇连唱带写，主演又是苏沐雨，这不就是孙老师说的有人吗？实锤了，走后门走得太嚣张了。这当中有几个粉丝说出了这样一番讨论的话语，一旦激起千层浪，大家越说越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就在大家讨论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在实锤走后门的那条评论下点了个赞，还转发。作为一个自由作曲人，遇到这种事情真的很痛心。钱振东，作曲圈一个比较有名的人，连他都站出来，大家就完全确定了，绝对是他。刘文伟道歉。江宇抢夺前辈的资源，你不觉得亏心吗？没错，还有苏沐雨仗着自己红，连前辈都不顾了。
而江宇的粉丝看到这后也有些愣神了，纷纷跑到他微博下方询问：宇哥，孙涛说你抢了他的资源，这是真的吗？刚出道就敢抢前辈的资源？而苏沐雨的微博下方更是嘈杂缭乱。小雨，他们说你给江宇走后门了，你帮江宇抢了前辈的资源，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就敢抢前辈的资源了。老钱，谢谢了，足够了足够了。孙涛正在打电话，说完挂断之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小子，论完娱乐圈，你还要往后烧一烧。第53章骂战。片场中，江宇看苏沐雨拍戏看得津津有味，不得不说苏沐雨换上古装也太美了。刘导，不好了！就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急急忙忙跑了过来，打断了刘文伟的工作。干什么？冒冒失失的！刘文伟一脸不悦地看着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手机递了过去，刘文伟接过手机一看，立马开始吹胡子瞪眼起来。荒谬！这个孙涛是什么意思？简直荒谬！苏沐雨眉头一皱，刘导，发生什么事情了？江宇也觉察到了不对，走到了苏沐雨身旁。这个孙涛太不是东西了！刘文伟骂骂咧咧的将事情告诉了两人。苏沐雨眉头一皱，这个孙涛发的条件微博虽然把节目组放在了第一位置，实则不轻不重，但江宇却直接被架在火上烤了起来。明里暗里都在说江宇走关系，用心险恶。江宇，苏沐雨本想说帮江宇澄清一下，可是江宇却被逗乐了。哟，他说你帮我走关系呢？我们关系那么好吗？苏沐雨有些无语，这都什么时候了，江宇还没个正形。见苏沐雨一脸认真，江宇笑了笑，好了，你不用掺和这件事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就好，哪能一直让你保护我啊？可是，没什么可是，我先上，要是实在不行，你再帮我多低怎么样？听到江宇这般认真的表述，苏沐雨笑着点点头，好。江宇笑笑，拿出手机，看着自己微博上粉丝们的刷屏。宇哥，到底怎么回事？你得澄清一下。就是好不容易火了，不能这样。宇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你的，你的词曲功底，我们有目共睹。什么词曲功底？你们看，那词曲风格跟他真的像吗？一群脑残粉，绝对是公司帮他写的。看着这些粉丝义愤填膺，还有让自己澄清的评论，江宇摇摇头，直接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微博：某人别这么指桑骂槐，有本事直接点名道姓，江宇天生是个狗尾巴草，不怕斗，越斗越精神。一直关注江宇的粉丝们一看江宇的微博更新，直接乐了，哈哈，笑死我了，绝了！卧槽，好刚，这也太刚了！熟悉的味道，宇哥连繁星娱乐都不怕，还怕你个蹦词的？说得好，天生狗尾巴草，不怕斗，越斗越精神，够刚，我喜欢。苏沐雨看到江宇发的微博，美眸瞪了他一眼。平常娱乐圈里要是出点事儿，那些人恨不得直接装死，冷处理，过2天算了。就这个玩愣，别人惹他，他就赶上去跟人家对刚。看到苏沐雨的眼神，江宇嘿嘿一笑。这边孙涛自然时时刻刻看着江宇的微博，想着对方回复之后第一时间就对回去。没错，他嫉妒了，他嫉妒这个年少成名的江宇。要无论是小说、剧本、主题曲，他都涉猎了。可直到今天，这个小伙子这段时间达到的程度，是他30多年来都没能到达的程度。孙涛再次发布微博：年轻气盛，作为前辈，我要提醒你，有才无德，前景堪忧。而江宇则是直接对了回去：不气盛的叫年轻人吗？张口闭口前辈，流氓老了，叫老流氓，不叫前辈。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群老人，他们四处都受着社会经验，把他人的理想当作幻想，把他人的热情当作轻狂，把他人的坚持当作桀骜。他们经常在教训后辈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优越感。粉丝们看到前面的话后，哈哈大笑。老流氓，这就是文化人在骂人吗？笑死我了，刺激，我喜欢，学到了，学到了。可是当他们看到后面一句的时候，全部都共情起来。这个社会是有一群这样好为人师的人，绝大一部分年轻人不免遭受过这种事情。没错，就是这样，太讨厌了，很烦。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老人，太讨厌了。不错，年轻人招你惹你了，要听你们口出狂言。孙涛看到这话之后，直接是气到不行。老人？谁是老人？还老流氓？你在骂谁？他原本打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江宇指指点点一番，可江宇这话直接把他所有的话都给堵死了。不过能说出这番话，这年轻人的才华确实厉害，但他心里更加不平衡。凭什么你就可以年少成名？凭什么你就能这么轻松获得我用了大半辈子都难以达到的成就？这是凭什么？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江宇。孙涛再次发布一条微博：江宇，我本来已经要签约了，你仗着苏沐雨是主演，直接抢夺了我的资源，这样的人品，就算是再有才又怎么样？我知道你们背靠资本，
家大业大，我们这种小人物斗不过你们，但你们堵不住我的嘴。卧槽，吵起来了，还是指名道姓。更关键的是，孙涛直接把自己放到一个被欺负的小人物的位置上，对应到了刚才江宇说的不怕斗，甚至直接把他塑造成一个背靠资本、随意欺负前辈的位置上。要知道，网友们本来就很痛恨资本，现在这样一说，直接炸了。华悦娱乐，滚出来！你们身为国内娱乐公司的巨头，就这样纵容一个新人欺负前辈？江宇人品败坏，滚出娱乐圈！苏沐雨，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是当代的国民女神不错，可是你这样欺负一个前辈，不好吧？关注这件事的剑友们看到之后立马兴奋起来，体内的 DNA 动了，有些好事者甚至开始挑拨起来，无论怎么劝阻都劝阻不了。一时间，井号孙涛被资本欺压井号这样的热搜直接冲上头条，网络的风评也开始一边倒起来。真是个老流氓啊！苏玲直接骂了出来，自己写的歌垃圾也就算了，竟然还这样说。可是话还没说完，孙涛的下一条微博已经发了出来。现在的他既要从道德上直接占领高地，也要从专业上全面碾压江宇。第54章，前辈，好好看，好好学。一个年轻人对历史的研究能有几分？秦天子是何等人？再看看你写的那首歌，通篇没有一点提到。最后一句，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你把秦天子当什么了？孙涛在这个圈子混迹了这么久，自然有很多的人脉，再加上写小说，也认识不少圈内好友，纷纷下场开始谴责江宇。从学术知识到尊重前辈，话都给他们说完了，但江宇完全不认怂，重生一世又有金手指，我不爽你就对你，别说什么尊重前辈，今天老子就给你来一场舌战群儒。本来都不想搭理你了，你这老东西还没完没了。不知道这位孙涛老师到底有没有了解过剧本？连了解都没有了解过，就在这里大放厥词。秦天子是什么样，我比你更清楚。如果你是想抱着探讨的态度，我接受，可如果是好为人师不知所谓的教育，麻烦您还是麻溜的该干啥干啥，我跟您不熟，不需要。还有两个人面试，一个面试成功，一个失败了，失败者口出狂言说被录取的人抢了他的工作，这种强盗逻辑真 TM 的是老流氓。江宇这条微博一出现，再次引发了粉丝们的眼界，评论区又开始热闹起来。原本一众粉丝还担心江宇会不会有什么麻烦，但没想到江宇丝毫不慌，他们觉得江宇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两个人去面试，一个人失败了，就说被录取的抢了他的工作，不思考是不是自己的能力达不到，还这样说，这也太扯了。就在这时，大秦天子官博开始发话了，特此声明，本剧组确实同时邀请了孙涛老师以及江宇老师进行创作，两位老师同样非常优秀，但江宇老师的歌曲更加贴近本剧，所以选择了江宇老师的歌曲你作为本剧的主题曲。看到官博发布内容，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风向也明显开始朝江宇偏向起来。孙涛看着江宇微博的内容，咬牙切齿。之前他想着站在道德制高点，可是没想到江宇这个小子居然这般能说会道。还有大秦天子的剧组竟然也发话了，评论区开始不受他控制了。现在要想赢下这场胜利，只能用一个方法了。他直接在微博上艾特江宇，既然你说你了解秦天子，还用面试来打比喻，那么我现在向你提出比试，我们用3天时间，以秦天子为背景的歌曲，敢不敢比试？孙涛发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都有些红了。他说不过江宇，但绝对不能这般轻易的放过他，所以直接开始叫嚣，用作曲的方式比试，铁了心要把江宇拉入深渊。疯了，彻底疯了！这件事的热度直接达到了最高峰，各大媒体头条直接出了热搜。井号孙涛要与江宇作曲比试，井号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宇哥别慌，接了这个比试。江宇，你有本事抢工作，你有本事接比试啊，证明自己啊，不证明就说明孙老师说的是对的。江宇，跟他干啊！宇哥别理他，咱们自己知道厉害就行了，凭什么要向他证明？江宇，不敢接就给孙老师道歉。脑残粉怎么这么多？江宇，把你们家的狗管好。江宇，你敢不敢接比试？评论区中虽然有维护江宇的，但谩骂还有拱火的人更多。此时华悦办公室中，江宇靠在沙发上看着手机评论，果然哪个世界都不乏有围观群众跟键盘侠。当然了，他也不想理这些人，回应他们或者骂他们的事情，鲁迅先生早就做过了。事实证明没用，反倒是苏玲坐在一旁，一脸着急地看着他。这条疯狗，你说你惹他干嘛？狗咬你一口，你还要反咬狗一口吗？这个圈子把人往死里得罪也不好的，听我的，不要理他就行。江宇无奈地摇摇头，狗咬我一口，我不会咬回去，但是我会用板砖让他知道什么是降维打击。苏玲看着这个年轻气盛的男孩，心头一颤。你想做什么？说话的时候，苏玲已经拿出手机给苏沐雨拨了过去。小雨，你看看江宇他又要搞事情，你也不管他。电话那边苏沐雨淡淡的说道，
小姑，打开免提吧，小雨找你。江雨接过电话，那边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我看了微博，你想应战？江雨轻轻地回答着，他不是说想用歌曲比拼吗？那我就答应他好了，要不然这件事情就完结不了了。好，我支持你。站在一旁的苏玲气急败坏，你们两个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电话里，苏沐雨俏皮地说道：小姑，那就拜托你了，我真是欠你们俩的。苏玲没好气地看着江雨，你接下来打算做些什么？江雨嘴角微微一扬，当然是录歌了。这边，眼看江雨半天没有回话，孙涛已经有些发狂了。胆小鼠辈，敢不敢跟我一较高下？如果我输了，当着网络所有人跟你道歉。所有的网友也在等待江雨是否会回应。10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这时，网络上突然出现一条微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火鸡味的锅巴，兄弟，我挺你，跟他干了。你这首歌非常好听，唱出一首更好听的歌曲出来。老流氓，承认别人优秀这么难吗？这条微博一发出，把诛仙的所有书友看愣了。锅巴大大，你又开始掺和了。狗作者绝对跟江雨是好基友，不然每一次江雨有事儿，他都会掺和。哈哈，好莽的作者啊！孙涛一直浏览着网页，鼻子都气歪了。他在猫猫网站上也在连载小说，而且一直蝉联第1名。可是最近有一本小说直接超越了他，就是这位火鸡味的锅巴的《诛仙》。没想到这作者居然跟江雨认识。我没找上你，你还找上我来了，正好一并收拾了。一个小说作者懂什么是音乐吗？写一本不伦不类，通篇全是妖魔鬼怪的小说，全是一些儿女情长，还妄自称为仙侠。你连侠都不知道是什么？好多书友也开始兴奋起来。作者大大，那老流氓开始攻击你作品了，快弄他！而火鸡味的锅巴也不负众望，直接回怼：啊，对，全世界就你懂什么是侠，就几个家族，为了抢占地盘打打杀杀，这就是你血色夕阳的侠。真要说的话，我告诉你什么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此话一说，直接引发了书友的炸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8个大字在他们耳边萦绕。而火鸡味的锅巴还没有停下来，你不是想跟江雨来一场比试吗？有没有胆量再跟我来作品一把？此时孙涛已经被怒火把理智都有些冲没了。对于你这种宵小之辈，有什么不敢？你想怎么比？火鸡味的锅巴，不如我们重新写一本小说，谁厉害，让所有观众去做评价。这话一出，网友们再次兴奋。孙涛、火鸡味的锅巴，这2位都是猫猫网上有名的作者，这2位要重新比写小说，那爽的还不是自己？跟他比，直接跟他比！网友们开始拱起火来。孙涛眼睛通红，咬牙切齿：好，我跟你比！就在此时，江雨的微博动了，还附上了一首歌曲的链接。火鸡味的锅巴，兄弟，我先来，你后面跟上。孙涛，3天时间太长，我要参加节目没时间，花了点时间写了一首歌，录制费了点时间，今天就让你开开眼。向天再借500年，好好听，好好学。第55章，他不是来唱歌的，是来登基的。向天再借500年。歌曲链接一出现，吃瓜群众先对歌曲没有什么感觉，第一反应是：卧槽，2个小时连写带录，一首歌都出来了，这货是 TM 的什么怪物？这也太牛逼了！不光是吃瓜群众，就连电脑后面的孙涛直接懵逼了。我是说要跟你比试，可你不带这样玩的，我刚说完，你歌都出来了，这尼玛还玩个蛋！但孙涛心中还有一丝希望，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出来的歌曲能有什么好的？带着一丝侥幸心理，点开了歌曲链接，一道大气磅礴的万人呼喊声响了起来，仿佛千军万马就在眼前。下一瞬，江雨的声音从音响中传了出来，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声音一出现，前2句众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少年心中对着江山无限的热爱，还有远大的抱负，他仿佛在说，我要的是整个天下。而后2句更是体现了建立一个大国要经历怎样的血雨腥风。更加让网友们震惊的是江雨唱这首歌的声音，之前的素颜有何不可，就算是别咬我，声音可以用小清新来说，但之后的你还有这首向天再借500年，那风格声音完全是两人。歌曲中豪迈的声音让他们忍不住继续听下去。而孙涛脸色苍白，这种程度的歌他写不出来。他现在终于有些明白了，江雨为什么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他一辈子都无法达到的高度。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这词也太好了，这真的是2个小时之内写出来的歌曲吗？之前不知道江雨为何人的路人都开始转粉。此时一间豪华办公室中，一个非常有气质的看上去不过50岁的中年男人
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陈导，我们大汉王朝的项目审批下来了，现在可以着手定主题曲，还有找演员的事情了。中年人睁开眼睛，嘴角带着一抹笑意。演员的事情先不着急，但是主题曲我已经有合适的选择了。工作人员一脸疑惑，中年人笑了笑，听听这首歌合不合适？工作人员一脸好奇，这位导演可是国内最大的导演，对一部戏的要求可谓吹毛求疵，无论是主题曲还是演员，演员要一遍又一遍的筛选，主题曲也要一遍又一遍的修改。没想到居然主动推崇起了一首歌。怀着好奇的心理，工作人员仔细地听起了这首歌。可是听完之后，他震惊，这不是合适2个字这么简单，这是太 TM 的合适了。中年人笑了笑，看看有什么渠道能联系到这位歌手，我想谈一谈这首歌的使用权。好的，我这就去查。工作人员立马跑出去，心中无比高兴，一是因为没想到主题曲这么快就定了，二是因为主题曲定了，那大家的工作内容少了很大一部分呢。歌声还在继续，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高潮部分终于出来了，众人仿佛看到了战场上厮杀的将士，更是看到了一个帝王，霸气的就连日月都想掌握的感觉。这才是一个帝王的气质。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本来是一句请求苍天的话，可是被江宇唱出来，怎么感觉他是在通知苍天，老子还要再来500年。我头皮都麻了，要是江宇在我面前，我感觉要直接跪下了。我已经跪下了，我妈妈刚才还问我为什么在跪着听歌。卧槽，江宇他是怎么做到的？一个人的声音是怎么能做到这种变化的？我愿称之为帝王音。知道的以为你在唱歌，不知道的以为你在登基呢。一时之间全网沸腾，江宇的粉丝数又开始暴风式上涨，从60万一直上涨到100万。不少粉丝纷纷留言100万粉丝合影。而此时江宇又切换自己的匪号，火鸡味的锅巴，你向天再借500年，真是我听过最豪情的歌，强推。孙涛，老流氓，学到没有？我要继续跟上了，1个星期之后再见。对于这种人，要直接踩死。江宇旋即又切换到自己的大号，谢谢兄弟推歌。诛仙这本书我也非常喜欢，期待新作。顺便说一句，狗作者赶紧更新。书粉们闻讯赶来，狗作者居然也是江宇的粉丝，这2首歌写得太好了，我一直循环播放。哇咔咔，江宇居然跟狗作者互动起来了，他俩真的是好基友啊。狗作者，这2天可以给你放个假，我循环听一下歌先。而江宇发完微博之后就不管了，至于那孙涛会不会发歌履行自己的承诺，他不想搭理，也懒得搭理，到时候用匪号再把他的自信心直接打没。忙完发歌的苏玲走了进来，呆滞地看着江宇，他亲眼见证了一个歌手能够在短短不到半小时时间，歌词、音乐还有效果全部创造出来的过程。那些配乐老师就没有接过这么简单的活。江宇放下手机之后，看到苏玲像是看到怪物一般的眼神都被看毛了。小郭，你看什么呢？你这脑袋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之前还觉得小雨对你的信任太盲目了，现在才明白，你小子就是个妖孽啊。江宇挠挠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完话的苏玲立马站了起来，不行，你等一会儿，我现在就去拟定合同，一定要把你小子留下来。S 签，你答应的条件我全部做主同意，那群股东不同意，我亲自跟他们兑现。看着风风火火的苏玲，江宇忍不住苦笑一声。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来电提醒，偶像2年半节目组。您好，江宇老师，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这2天还请您到原定酒店报道。因为建军节节目延后了几天，江宇差点都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节目。好的，明天我就到酒店报道。与此同时，有人欢喜有人愁。此时繁星娱乐，李刚直接将水杯砸在地上。可恶，江宇怎么可能上建军节晚会？这种晚会就算是他也不能把自家艺人塞进去，可是江宇他为什么会上去，而且还上了热搜？还有那首你向天再借500年，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的歌？那个孙涛真是个废物，之前2人骂战的时候他也从背后出了一点力，不然也不至于发酵这么快。可是没想到孙涛还是输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去弄江宇了吗？李刚有些无力地躺在椅子上思索了半天，拿起手机再一次给严明打过去了电话。喂，严老弟，上一次我们说的事情，第56章节目的第3次录制，说的什么事情啊？李董，你什么时候找过我？这边严明直接来了个装傻。一般上这个节目都是新人用来增长热度的，但江宇他现在需要热度吗？相反，现在是节目蹭他的热度才对。现在让他为难江宇，这不是傻子才要玩的事。李刚听到严明的话，冷笑一声，这个老狐狸，老弟，我不跟你拐弯抹角了，让你明面对付江宇，你肯定是不答应的。我有一个小提议，不会让你太为难的，
答应的条件依然不变。听到这话，严明又沉默了。老哥，你先说说看你的想法，我再考虑一下。果然还是钱好使。第3期节目，你出题用 rap 的形式进行吧。从江宇成名以来，从来没有唱过有关 rap 的歌曲，而他的风格在公司分析师日以继夜的研究下，也得出他不适合唱 rap。所以李刚专门要求了利用 rap 来定下1期节目的内容。到时候江宇淘汰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谩骂，毕竟他不会 rap， 也没有什么办法。严明思索了一下，好，我再考虑考虑吧。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李刚挂掉电话音笑了起来，江宇，我就不相信这一次还搞不了你。第2天，江宇睡了个懒觉，直到下午才到指定酒店。工作人员见到江宇来了之后，立马恭恭敬敬地接引他进入酒店的会议室等待。宇哥，你也太牛了！刘斌看到江宇之后，立马跑了过来。郭强也紧随其后。可以啊，咱们也就1个星期没见，外面到处都是你的好消息。江宇嘿嘿一笑，都是机操，小问题小问题。郭强一脸鄙视地看着他，我就看不惯你装逼的样子。而江宇则是嘿嘿一笑。短短的1个多星期，再见到江宇，已经是霸占热搜榜的人了。会议室中，其他参赛选手看到江宇，脸上满是复杂，尤其是王林凯。之前他的粉丝量在众多参赛选手中算是最多的一个，对于江宇，他一开始就没有怎么看得起。尤其是对于江宇敢跟繁星娱乐作对这件事，他觉得江宇就是个小丑。可是现在，江宇的粉丝量已经赶上他了，甚至马上要超过他了。之前参赛选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掺杂着一些个人情绪，毕竟是竞争对手，有些敌意是肯定的。但这一次江宇回来之后，每个人表现的都很和气，一口一个宇哥，一口一个江老师。尤其是他知道自己公司拿江宇没有办法这件事后，心中更是不平衡起来。别的参赛选手都是想参加节目来提升曝光率，可是对于江宇，节目却千方百计想要留下他，提升节目的曝光率。看工作人员那一副和和气气的表现，那是实打实江宇自己本身的原因。但江宇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他记得前世有个100亿影帝说过一句话：没红之前，你在的世界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阴暗的东西都会在你身边出现。可是当你红了，这个世界就变了，身边全是好人。不仅在这个圈子是这样，整个社会都是这样。所有工作人员紧张地准备着仪器。片刻之后，严明走了进来。来了！所有的参赛选手脸上变得紧张起来。严明在场内扫视了一圈，看到了格外轻松的江宇，笑了笑。各位选手好，第3次节目录制要开始了。之所以叫你们提前来的原因，是因为本次节目的规则要改一改，我们要规定一下唱歌的方式。我们这个节目名为偶像2年半，现在的歌曲形式可谓百花齐放，这当中有一种形式，谈起它可谓历史久远。我们华夏的数来宝、莲花落、花子歌可谓数不胜数。可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却被外国宣传出来，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来一起 rap 专场，展现我们华夏自己说唱的风采。严明话音落下，场内的选手那表情可谓丰富多彩，有些苦着脸，有些则是一脸惊喜。而王林凯看上去明显是成竹在胸，他已经知道这次歌唱的形式，为了打败江宇，公司专门为他找了一个专业 rap 写词。得意之中，他朝江宇看了过去。他唱歌的风格跟 rap 那是大相径庭，他就相信这一次江宇还能无往不前。可是当他看到江宇的表情之后，他愣住了。江宇脸上居然没有任何苦哈哈的表情，难道他也会 rap？ 这中间还有一个人在观察江宇，便是节目组的导演严明。不是他想用这种形式，繁星娱乐算是国内娱乐公司的巨头，虽然不怕，但得罪确实不好。江宇是他非常看好的一个年轻人，要是损失了他，对自己节目也不好。好在节目他是能控制的，他想的就是，就算江宇发挥不好，但他也能让江宇在这个节目上继续留下去。现在看江宇面色好像没有什么不正常，心中松了一口气，话也说完了，直接退了出去。而选手们也是领到了各自的号码牌，回到了房间。宇哥，那我们走了。刘斌和郭强打了一声招呼。加油啊！江宇笑了笑，也回到了节目组准备的所谓创作小屋。别说，这小屋整得还挺好，这素雅的装饰有点感觉。这大沙发，江宇直接跳了上去。软和。虽然比起谭宫中的高档沙发来说差了不少，但也算不错了。江宇坐在沙发上，先是更新了2张文上去，然后躺下，拿出手机，嘴角扬起一抹微笑。昨天我赢了。很快那边回了消息，苏沐雨，我看到了，歌很好听，导演都夸你了，还想买那首歌做下部片子的主题曲。你回来了吗？耽误不耽误拍戏？我过2天回来，已经跟导演请好假了，录制完当天再回去。好家伙，工作这么忙，还有没有时间谈恋爱啊？当然有时间了，要不试试？江宇看到这则消息，直接瞪大眼睛，但很快就撤回了。看到这小操作，江宇忍不住笑了出来。而那边的苏沐雨虽然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是耳垂已经红了，想了想，
又再发出一句：“对了，你认识那个《诛仙》的作者？”看到这话，江宇愣了一下，算是认识吧，怎么了？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今天还没更新呢？直接一个好家伙，催更还有这样玩的？就在这时，一道敲门声响起，紧随其后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江宇，是我，严明。”“哦，严导啊，稍等。”江宇在手机上打上一句：“导演来找我，估计有什么事情，先不聊了，拜。”随后起身打开房门，严明一个人走了进来。“老弟，没打扰你写歌吧？”江宇笑了笑，摇摇头：“没有。严导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严明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抬起头：“这一次我定的这个主题，有没有信心？”江宇有些奇怪，导演怎么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严导，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严明叹了一口气：“这次过来，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昨天刚答应李刚，他心里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件事给江宇和盘托出。一是他不忍心江宇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就这样被淘汰，但更重要的是，江宇现在的热度太高了，他不舍得节目失去一个这么好的热点人物。”江宇更猛了。严明微微叹息，将一部分事情说了出来：“老弟，对不起啊，毕竟在这个圈子里，有些时候确实有些身不由己。不过老弟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淘汰的。”江宇笑了出来，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李刚还真是不死心啊，不就是说唱吗？他的态度跟之前一样，直接降维打击就好了。严导，没事儿，放心吧，我没问题的，歌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第57章山河图。2天过去了，比赛终于开始。随着一个一个选手走上台，除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外，还会播放一段跟选手有关的短视频。其他的选手视频中，无一不是在抓耳挠腮，就连已经准备好的王林凯也装作一副努力创作的样子。从今天大家的状态也可以看出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化妆都解决不了的疲惫。然而到了江宇，画风直接改变了。所有选手看到这视频都惊了。视频中，江宇慢慢悠悠的，仿佛不是来参赛的，是来疗养的。早晨睡到自然醒，晃晃悠悠起床后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坐起来在电脑面前刷半个小时，然后玩手机，午睡，吃饭，没有任何紧张的情绪在里面。王林凯看着画面里的内容，这到底是自信还是狂妄？他眼中出现一抹疑惑，心中有些打鼓。能提前知道歌曲形式，提前准备，这已经是目前繁星娱乐能够做到的极限。今天江宇的妆发与以往那白衬衫、休闲裤、白色小球鞋的小清新造型有些不同。今天他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西装，下身也是黑色西裤与皮鞋。来了，几位导师们坐直了身体。苏沐雨也在昨天赶到，看到江宇的造型也微微有些讶异。宋长英看着江宇走上台，立马笑了出来：“小伙子，最近可是听到你不少的消息啊。”江宇笑了笑，让宋老师看笑话了。陈彤在一旁立马说道：“小江，你太谦虚了，我听了你的那2首歌曲，你向天再借500年，我可太喜欢了。”宋长英立马接话：“是啊，我也听了，当时一听，哎呦喂，我就觉得这小伙子也太厉害了，这事儿还是苏沐雨最有发言权了。”苏沐雨露出一抹动人的微笑，难得的多说了2句话：“没错，我还是非常感谢江宇的，今天加油啊！”只剩一个许坤了，之前那首别咬我让他有些怨气极生，但现在所有人都发言，只剩下他一个，便随口说了2句：“江宇的歌曲确实不错，就是不知道说唱这方面如何，我可太期待了。”宋长英感受到了许坤不想说话，便接了过来：“小江，请开始你的表演吧。”江宇点了点头，拿起话筒，微微一笑：“一首《山河图》送给大家。”背景特效被切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景图，灯光虽然跟 rap 一样，也是闪来闪去的，但与其他歌手不同，没有那种喧闹的感觉。主角也不是歌手本身，而是这一片片风景。背景音乐响了起来，更是让人震惊。这个声音是古筝，不是西洋乐器，还是我们传统的华夏乐器。华夏乐器也能演奏 rap， 鼓声、筝声、古琴声声声入耳。终于，江宇的声音出现了，悠扬的音乐配合豪迈的嗓音响了起来。导师们眉头一皱，这好像不是 rap 啊。台下，王林凯听到这前奏也笑了出来。偏题了，江宇这是自寻死路，就算唱得再好，他也没有任何机会。可是下一秒，他们只想跟江宇说一句：“对不起，是我们草率了。”豪迈的吼叫声结束之后，江宇终于开始唱歌了。看这山，万壑千岩，连一川又一川；让这河，兴奔川雾结，一弯又一弯。谱这图，鸾回凤舞，宠鸾高不可攀。泼了墨，墨宝比酣润我锦绣河山。这，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吐词清晰，没有任何脏字。宋长英跟郭强一脸激动，刚才听那些个垃圾说唱都要给他们听吐了，现在江宇简直是来给他们洗耳朵的。大气磅礴的音乐，磅礴的气势，没有任何其他的元素，专属于华夏的说唱。苏沐雨眼中充满笑意，此时他满眼都只有江宇一个人。反观许坤面色一白，作为一个音乐人，他就算再怎么差，
也能听出这首歌与其他歌手之间的差距，那不是一个层次，简直就是云泥之别。这就是江宇的实力吗？任他8000里路云和月，男子汉都往前站。我们翻过那3山和5岳，也依然要往前看。我们走遍了5湖4海，从来不言苦和难。不管披星戴月，大好河山常与我作伴。选手区中，刘斌一脸一摇晃着旁边的郭强，郭哥，你听宇哥的说唱太牛了吧？而郭强则是一脸嫌弃，能不能轻点，我脑花都要被你摇匀了。但他心中也是对江宇万分的钦佩，这个人太老厉害了。除了这2人之外的其他选手面色惨白，江宇的实力太吓人了。如果一个人只比你厉害一点，那么你会嫉妒他，可是这个人的实力如果跟你是天下地下，那你连嫉妒的情绪都出不来，只剩下无尽的羡慕和钦佩。王林凯面色煞白的咬着嘴唇，他没想到公司提前这么久的准备，竟然也会败在江宇手下。这是个什么妖怪啊？他为什么每一种类型的歌曲都能掌控得这么完美啊？一旁的导师们也听嗨了，开始跟随江宇的节奏摇晃起来。到最高点，日喀则矗立喜马拉雅巅；到最东边，下大雪，大雪飘在漠河边；到最西边，一狼烟，风在喀什转个圈；到最南边，碧海天，龙腾出海浪滔天。每一句歌词出现的时候，背景都会切换到与之相匹配的风景，喜马拉雅山巅、大雪、草原、海洋。而江宇站在台上，导师们看他的眼光，用一句很时尚的话说，这也太了吧。他们心中同时出现一句疑问，说唱还能这样唱？他唱的不是 rap， 他唱的是说唱，唱的是我们华夏的大好河山啊。第58章，他唱的是我们的山河呀。挥毫提笔画我山河，剑锋千仞画这巍峨，滔滔江水走笔龙蛇，我怕丹青不渝，画我华夏。提气，这歌词听着提气。郭强一脸兴奋，我去，我头皮都有点发麻了。宋长英也是一脸激动，点点头。这一幕恰好被工作人员拍摄下来，准备剪辑素材。可一转眼，工作人员又转头开始听江宇的歌了。让我心中装秦汉，梦回大唐画牡丹。银钩贴花未抹淡，我勾勒出壮丽河山。峨眉山、昆仑山，英雄论剑在华山。长白山、太行山，泰山端沧海任我观。开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全部被江宇写在歌里唱了出来。大家由一开始的激动，中间又夹杂起了疑惑，大家都好奇他下一回要把什么地名唱出来。想飞回草原，在那月光下面弹琴，深藏于大漠敦煌，舞动我的精灵。盘栖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看那凤凰终将飞出一个传奇。台下导师们无不赞叹江宇的强大。只写山河，他们已经觉得江宇非常厉害了，可是这个人居然把历史也写了进去，这是什么妖孽鬼才啊？唐寅伯居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这山，这河，这土，泼墨。歌曲终于结束了，现场还沉浸在江宇的表演。过了好一阵，掌声终于响了起来，导师们迫不及待地打出了自己的分数。郭强，没什么可说的，我这里江宇绝对通过。宋长英，我给出我的1票。苏沐雨没有说话，但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牌子，压力给到了许坤这边。许坤咬咬牙，上一期节目江宇给他的耻辱还历历在目，说实在的，他真的不想给出自己这一票，可无奈江宇这一次的说唱太强了，如果自己不投这一票的话，网络上不知道会传出什么样的话来。江宇啊，许坤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被一个自己厌恶的人用自己的实力逼着自己投出这一票。江宇全票通过。坐在选手区的选手面色很复杂，视频里看到的江宇懒洋洋的，丝毫没有像他们一样绞尽脑汁，原来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准备这么完美，这么炸裂。而第3期节目的录制就此完成。过了2天，晚上8点整，偶像2年半在各大平台开始同步播出。因为江宇这段时间的热度，一群人等待着这一期他的表现。听说了吗？这一次的歌唱形式是 rap 啊！江宇会 rap 吗？从出道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听他唱过有关 rap 的歌曲。就是这节目组怎么想的要用这种形式，是不是在针对江宇啊？希望江宇别被淘汰，我还想听他别的歌曲呢。观众们对江宇还是非常期待的，毕竟之前他的歌曲确实太入人心了。可他们对江宇的 rap 水平表示质疑，因为江宇出道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搞过说唱。在他们看来，这次节目江宇危险啊。然而接下来的表演直接让他们跌破眼镜，给跪了。卧槽，好绝啊！江宇的每一首歌怎么都这么绝啊？我听的头皮都有些发麻了。大气磅礴，气象万千，波澜壮阔，他把我们国家的山河全部唱出来了，太牛逼了！这就是江宇吗？唱出了万里江山的气势，这才叫 rap 好吗？那些 rap 你们好好学学。就是
这说唱也太正了，这才是我们的大好河山，你永远可以相信江宇。没错，唱华夏2个字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看着节目里的弹幕，江宇思索了一番，再度登录自己的小号，火鸡味的锅巴。我觉得真正具有华夏特点的歌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江宇最帅，其他人直接快进。这个账号也到了100万粉丝，用自己账号给自己说话，很合理吧？用自己账号蹭自己的热度，也很合理吧？江宇贱兮兮的笑了起来。微博一发出去，下面很快就有了评论。狗作者，没想到你也看了，偶像2年半。锅巴大大，你这样发不合适的，你永远不知道那些粉丝有多可怕，听我的，删了吧。许坤粉丝现在对作者有些失望，粉转黑了。无论如何，江宇他不尊重前辈，唱出别咬我这种歌曲，人品的问题确实很大。楼上那位，这里是诛仙作者的微博，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滚蛋。随着节目播出，江宇的名字再一次登上热搜。井号山河图，波澜壮阔，壮我山河井号。井号山河图，江宇又一神作。井号，听完这首歌，江宇的粉丝一片欢呼雀跃。平时很喜欢 rap 的网友，不知道为什么听平时自己很喜欢的歌，在此时却变得有些索然无味。而那些大 V 运营号在江宇唱完别咬你之后，又再度找到了素材，甚至直接说这首歌是华夏新说唱的巅峰。无数乐评人为了蹭这波热度，也是说尽了好话。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在开喷，有些是许坤的粉丝，有些则是穿着键盘的喷子，而有些则是诋毁的水军。不过好评还是呈几何倍数多于那些喷人的人。其中有一位名为沈丽的金牌乐评人直接发了一篇长篇小作文。老实说，其实江宇这个男孩我已经关注很久了，当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孩子不简单，但同时也在担心他会不会像其他人那般一闪而过，觉得他还需要努力学习，日后绝对能成为国内一流的歌手。可是当我听到你还有向天再借500年的时候，我被这个男孩的才华震惊了，这样的歌居然是一个年仅20出头的男孩写出来的。直到这一期的节目，当导演说出用 rap 来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节目组是在针对江宇，因为江宇这么多歌没有一首有这样的元素。可是在我听完山河图后，我感谢导演。山河图是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首说唱。经过金牌乐评人的小作文，这首歌扩散得更快了，各大音乐平台一上架便迅速冲上新歌榜、热歌榜等各大榜单。此时偶像2年半的导演严明笑得合不拢嘴，他手里拿着收视率，清清楚楚写着 3%。 一个综艺的收视率高达 3%， 代表着这款综艺彻底火了，而且是全国第1名的火，这功劳一大半都是江宇的。这下旁边那个女团节目应该不是我的对手了吧？然而就在这时，一道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除了李刚还有谁？严明冷笑一声，按下了接听键。第59章25载。喂，李总，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严明的语气中带着轻松。然而电话那边的李刚就不是这么轻松了。老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好的事情呢？怎么他又晋级了？你看看现在网上的热搜全部都是跟这个小子有关的，按现在这样的热度，下一期还能把他玩下去？李刚语气中带着质问。严明冷笑一声，眼中满是嘲讽。把他玩下去？我特么想把你玩下去。心中虽然是这样想，但口上却没有说出来。李董，我也很为难啊。你说要用 rap 的形式，我用了，你的要求我做到了啊，但那小子就是那么厉害，所有的导师还有大众评委都给出了高分，你让我怎么办？我知道。李刚直接开吼了。难道就拿那小子没什么办法了？我是没什么办法了。严明笑了笑，就看李董你自己还有什么招式了，我总不能为了你赔上我自己的饭碗吧。对面沉默了片刻，只有粗壮的呼吸声传过来。严导，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撂挑子了？严明面色平静，他已经完全不想跟李刚这个犊子玩了。李刚虽然是大，但说到底也就是个商人而已，自己身在体制内，他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如果真的和他继续这么玩下去，说不定自己就真的没了。李董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我都没弹挑子，何来的料呢？李董啊，我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老弟把你当自己人，所以想劝你一句，现在江宇的崛起在短时间内已经压不住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冤家宜解不宜结，说不定到时候你们又合作呢。这事儿还是算了吧。电话那边李刚强忍心头的愤怒，多谢老弟提醒，那我们有时间再聊。严明嘴角微微一扬，老的老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当这个和事佬。说完便挂掉了电话。而这边繁星娱乐董事长办公室中传来一阵打杂声，随后传来的就是一道怒吼声。爸，到底怎么了？气成这样。李江见自己父亲放下电话，这般暴怒，立马问道。李刚面色阴沉，妈的，
严明那小子不干了。什么？听到这话，李江开始着急了。那我们怎么办？之前的投入都白投了。繁星娱乐为了捧红王林凯，花费了不止100万，这次让他上偶像2年半，也是为了给他造势。没想到出现一个江宇，直接把节目的整个人气都拉走了。王林凯好不容易积攒的100万粉丝也隐隐流失，在他身上赚的钱还没有前期投入的1/10，亏得流脓。在李江心中，他爹的就是他的，现在亏这么多，心都在滴血。李刚又何尝不是？这个江宇从一开始就不给他任何面子。之前他也用各种手段整过那些不听话的人，可没有一个像江宇命这么硬的。但现在已经晚了，他叹了一口气，为今之计也只有放一放了，等到机会合适再整他。索性公司还有别的项目，你负责的那个硬糖超甜那个女团选秀节目怎么样？听到这个，李江邀功的回答道：我们公司派出去的练习生都进入了前10名，出道问题不大，粉丝也在快速增长当中。不错。李刚满意的点点头，接下来的重心放在女团身上吧。那江宇就不管了，只能放了，等机会合适。李刚叹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这时，一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李总，外面有一名叫黎浩的人，想见您。黎浩？李刚眉头一皱，他想不起来自己认识这个人，便看向自己的儿子。你朋友吗？李刚摇摇头，看向工作人员，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啊？他说他是华悦娱乐的签约歌手。华悦的人赶到我们繁星来，让他滚。李江听到这个公司，立马气不打一处来，挥了挥手。明白。工作人员点头，转身想出去处理这件事情。等会儿，李刚却叫住了工作人员，他还有没有说别的？工作人员站住脚，江宇上偶像2年半，是因为抢他的名额。听到这话，李刚眼珠一转，去问问王林凯有没有这回事儿。工作人员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没过10分钟又回来汇报，鬼鬼说他确实听说过这件事情，是从华悦安排上节目的一个歌手嘴里听到的。这就有意思了。李刚嘴角微微一扬，眼神微微一闪，让他进来。没过一会儿，一个年轻人被工作人员带了进来。你好，李总，我叫黎浩。见到李刚，黎浩立马露出一副谄笑的表情。李刚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人，长得还算比较过关，随后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小伙子，听说你是华悦娱乐的签约歌手？对。那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说起这个，黎浩眼中闪过一抹憎恨。因为江宇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因为公司把我偶像2年半的名额给了他。他唱的歌原本都是我的，他现在的人气也应该都是我的，可是就这样被他抢走了。在黎浩心中，江宇现在出的所有作品都是公司为了捧他专门找人帮他写的，不然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多精品歌曲？听到这话，李刚心中忍不住冷笑，又是个嫉妒心爆棚的小丑。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他问过一圈人，江宇唱的歌都是实打实他自己写的，这也是他拿江宇没办法最重要的原因。李刚喝了一口水，笑了笑，小伙子，你跟华悦还有合约在身，那么大一笔违约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出。李董，这黎浩着急了。李刚直接打断了他，小伙子，你先别急，你刚才不是说江宇唱的歌都是你们公司找人写的吗？正好我们公司现在也缺新歌曲，要是你能帮我搭上这个神秘制作人的线，我们就让你来我们公司，如何？黎浩思索一番，脸上带着一抹坚定。好，李董，我现在就回去找找这个神秘制作人。说完，直接就离开了。爸，你理他一个傻子干什么？人家江宇的歌明明就是他自己的写的。李江一脸不屑。李刚微微一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行了，先去管你的女团吧。王林凯已经出事了，女团可再不能出事。好。与此同时，硬糖超甜综艺也录制完成了，前10名获得成团出道的机会。不同的是，这节目是封闭式的训练。赵依依在这档节目中表现的不算太好，但总算还是卡在第10名，成功出道。录制完成之后，赵依依脸上说不出的喜悦，她成功出道了，从今天开始就跟以前说再见了，自己的前程一片光彩。公司给他们配了保姆车，再也不用挤公交、地铁，还有很多合作品牌送来的化妆品，她想用什么用什么，再也不用等双11打折，还要求着江宇要钱了。今天的天都亮了不少。坐上车，赵依依第一时间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发现微信上面的标号显示的是99加。打开一看，父母还有朋友都发来了很多消息，学校的同学发来的都是祝贺，但父母的消息，赵依依的表情有些不太对劲了。第60章，吃大餐。父母不知道自己跟江宇分手，这倒情有可原，可是他们这么夸奖江宇到底是为啥？之前他们不是看不上江宇吗？现在怎么夸成这样？怀着疑惑的心情，赵依依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喂，妈。电话那边传来一道女声。是依呀，
哎呦，1个月都没联系到你了，怎么样？上节目累不累？不累。赵依依笑了笑。这2天你跟江宇那孩子怎样啊？我看江宇也上电视了，你们2个都上电视，真好。这2天我在网上天天都能看到江宇那孩子的消息，比你的消息多呢。没想到这孩子成了大明星了。听到母亲的话，赵依依愣住了。什么上电视？妈，我这边有点忙，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赵依依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江宇他是大明星？他大什么明星？挂掉电话之后的赵依依赶忙调出资讯平台，点开搜索栏，想搜索江宇的名字。可是没想到江宇的名字就在搜索栏里，后面还带着一个热字。这代表着什么？他很清楚。颤抖的手微微点开那个名字，所有的资讯全部出来了，各种各样让人震惊的成绩映入他的眼睑。赵依依懵了，大脑一片空白。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网络上的信息绝对不会错。不甘心的他点开了江宇的微博，还是之前那个熟悉的头像，但后面的粉丝数变了，345.67万。赵依依拿手机的手微微颤抖，另外一只手则是捂着嘴，眼睛瞪得溜圆，看着那粉丝数，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而此时的江宇坐在苏沐雨的车上，准备回华悦娱乐。今天是他签订合约的日子。刚到苏林的办公室，就听到一阵嚎叫声。周围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笑了，但他们也没有多惊讶，毕竟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苏沐雨也是掩面一笑：“你别理他，我小姑就是这样。”江宇，你也太厉害了！山河图直接把那群股东的头都给震下来了。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把电话打到苏沐雨这里，想找你买歌曲的翻唱权。江宇讶异地看着苏沐雨，苏沐雨抿嘴笑笑，点了点头。很多老师都通过公司联系我，想认识一下你，找你约歌，找你买翻唱权的都有。说话间，苏林拿出2份文件，这是你的合约，看看有什么问题。江宇接过合约，翻了翻，嘴角微微一扬，直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苏林一脸兴奋地拿着合同，你都不看一看就签啊？苏沐雨责怪了一句，以后签任何合同之前都要看一看的。小姑在你好合约之前，你肯定会看的。江宇笑了笑，而且就算进坑了，我也有爬出来的能力。其实江宇早就将合同看完了，就在他翻了一遍合同的时候，因为系统在走之前已经将他的技能数拉满，这当中自然是有眼力和记忆力的，只需要翻一遍就能对里面的内容很清楚，然后再说2句漂亮话嘛。但不得不说，苏林给的这合同确实很良心 ，S 级签约，签约的时间也是3年1签。听到这话，苏沐雨耳垂又红了。你俩能不能背着我点？苏林则是一脸嫌弃。行了，为了庆祝好事成双，今天我们出去吃大餐，我请客。小江，你说你想吃什么东西？这倒是把江宇问住了。他穿越过来也就不到2个月，平时吃的都是路边摊，大餐他还真不知道。你呢？想吃什么？江宇看向苏沐雨。苏沐雨摇摇头，今天是给你庆祝，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去吃什么，不要给小姑省钱。对，不要给我省钱。旁边的苏林朝话筒喊着。那我就不客气了。江宇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要不我们去吃自助餐？听到这3个字，苏沐雨忍不住笑了出来。苏林则是一脸嫌弃，你现在好歹是个明星了，能不能有点格局？往大里说，格局要大。苏林立马说道，要大。江宇气沉丹田，我们去吃带海鲜的自助，能不能把自助2个字去了？苏林捂着脑壳，一脸无语，好歹找个有包厢的吧，你也不想让饭店引发骚乱吧？我先去上个厕所。江宇挠挠后脑勺，跑进厕所。他实在不知道哪家餐厅好吃，穿越前他吃的最多的也就是路边摊、烧烤什么的，穿越过来只有1个多月，吃的也是这些。对了，自己不知道有万能的网友啊。江宇掏出手机，登录微博，界面上大号，本来打算直接问的，可是在打完字之后手停了下来，让大号问，到时候外面2个人知道不得笑话死自己。思索再三，还是决定切换小号。火鸡味的锅巴，所谓上有天堂下有江夏，可这江夏是不是美食荒漠？我怎么看评分榜第1是麦当鸡啊？这个时间点正是网友们最活跃的时间。刚发完微博，底下就开始有评论了。狗作者，你在江夏？谁说江夏没有没事的？有一道醋鱼，狗作者，你要不要尝尝？楼上的，你可拉倒吧！我吃过一次醋鱼，当时就觉得这鱼死得冤枉。什么？我怎么记得我吃的醋鱼很好吃啊？你吃的是什么餐厅？某某湾。楼上的，本地人告诉你，那个餐厅只开了3年，是外地人开的。微博底下评论越来越激烈。作者，在江夏，你要么吃火锅，要么吃烧烤，不然你去吃刺身或者牛排吧。我知道有一家战斧牛排很不错，可以去尝试一下，里面也有海鲜可以吃。就在这时，一条评论引起了江宇的注意。火锅烧烤自己可以随时吃，刺身吃不惯那种生的东西，倒是这个战斧牛排可以考虑一下。
更重要的是，他查了一下，距离谭宫只有几百米的距离，直接腿着就能过去。谢谢兄弟们，我知道去哪里吃饭了，再见了您，么么哒。第61章突然的邀请。江宇跟那位兄弟回复了一声，底下瞬间再次爆起评论来。卧槽，狗作者找到想吃的了，有没有江夏的兄弟去堵一下他，去那家餐厅抓他？没错，直接带到他，压着他码字，不满1万字不让他走。我已经开始打车了。江宇发的这条回复让书友炸开了锅，其实他刚回复完之后就后悔了，可是仔细一想，这些人又不知道火鸡味的锅巴长什么样，索性就没有再理会，直接跑出门外。小雨，小姑，我知道在哪里吃了。江宇一脸兴奋地说出了餐厅的名字。好呀。苏沐雨立马回答，还挺会吃。苏林嘿嘿一笑，早就订好了。因为距离比较近，三人开车来到这家店门口。走下车后，苏林还好，江宇戴着口罩也还好，可是苏沐雨就算戴着口罩，还是引起了骚动。不得不说，这个女人太亮眼了，不管在什么时候，人群中第一眼总就能看到。今天这小妮子穿的也漂亮，一身过膝裙，露出一双宛如莲藕一般的小腿，穿着高跟凉鞋，露出晶莹的脚趾。三人赶忙跑进餐厅，点好餐后，江宇跟苏沐雨两人聊着天，苏林则一直在接电话。江宇，你太厉害了，我这边朋友全在打听你，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还好我相信小雨，不然真把你这样的天才放给其他公司，那我可就损失大了。江宇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苏沐雨坐在江宇身边，眼神中充满说不清的温柔。就在这时，苏林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烦死了，好不容易吃个饭。接完电话的苏林骂了一句话：江宇、小雨，你们两个吃吧，公司出了点事情，我要回去解决一下。苏沐雨站了起来，要不要我跟着你去帮忙？不用。苏林摇摇头，又看向江宇，小江，我先走了，你照顾一下小雨，吃完饭把他送回家。说完这句话，还莫等江宇的回复，苏林风风火火的直接离开，只留下江宇和苏沐雨在包厢里面面相觑。很明显，苏林是在给他俩创造空间。就在这时，菜上来了，一整个战斧牛排。我们先吃饭。江宇看着苏沐雨说道。苏沐雨点点头，好。可是当切开牛排，血水从肉的纹理中缓缓流下。看到这一幕，江宇沉默了半晌，这肉没做熟。先生，这是3成熟，这也不是血水，是肌红蛋白。这一份是 A10级别的和牛，3成熟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苏沐雨看着他，你吃不惯吗？江宇脸色难堪，嘴唇微微颤抖，太熟了，我一般都是追着牛屁股直接啃的。他其实对吃没啥太大要求，关键你要做熟啊。噗嗤，突如其来的话让苏沐雨再次忍不住笑了起来，露出一双宛如月牙般的明眸。服务员妹子愣住了。江宇看着妹子，别愣着了，能帮我做全熟吗？这玩意吃下去我得窜2天。这服务员妹子欲哭无泪。苏沐雨悠悠地说道，你别为难她了，全熟你可能咬不动。江宇再次沉默了。好吧，那给我按最熟度来做。服务员立马跑了出去。接下来又能休息1个星期了，打算做些什么？苏沐雨问道。江宇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没事就在家里待着呗。你呢？我要继续拍戏，这部戏还得拍一段时间才能拍完。那这部戏拍完之后呢？最近有一部戏，导演是陈国胜，正在筹备一部名为《大汉王朝》的剧。看了我在大秦天子的表演之后，就打电话联系我试镜，我还没有想好。乖乖，陈国胜那可是华夏最厉害的导演啊，这考虑什么？肯定去呀。江宇好奇地问道。苏沐雨摇摇头，时间太久了，2部戏几乎是无缝链接，等我拍完戏，说不定连你都不认识了。这咋可能？江宇想了想，嘿嘿一笑，反正也没啥事儿，你去拍戏的时候，我去探班呗。真的？听到这话，苏沐雨心中不由得一阵窃喜。可是我们剧组有规矩，探班是不能空手来的，要请全组人员，要么请吃，要么请喝。那算了，我帮你准备好。开玩笑的，多大点事儿啊。江宇脸上笑嘻嘻，但心中还是咬牙切齿，怎么没人跟我说探班要大出血啊？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江宇一看，居然是杨和打来的电话。杨部长，怎么了？江宇打电话，苏沐雨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开始刷起手机来。突然刷到了《诛仙》的作者火鸡味的锅巴，他很喜欢看这本书，自然也关注了这个作者。没想到不怎么发微博的作者，今天居然发了一条微博。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在江夏，是来旅游的吗？还问吃的东西。看了一圈评论之后，更是发现他本人居然给发了这家餐厅的粉丝回复了。难道他就在这家餐厅？可江宇不是跟那个作者认识吗？那怎么进来之后没有任何人打招呼呢？再看看发微博的时间，好像跟他们3个决定来这家餐厅的时间差不多呀。苏沐雨猛然看向江宇，难道？可是江宇没有注意到苏沐雨的脸色变化，还在打电话。
让我去京都？什么事儿啊，杨部长？好吧，我知道了，那我坐明天的飞机去上京，不用找人接我，您说个位置，我到了自己打车过去就行。那行吧，谢谢杨部长了。挂掉电话，江宇看着苏沐雨，杨部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京城一趟。去干什么？苏沐雨问道。江宇摇摇头，没说，只是说有些事情找我商议。对不起啊，可能没办法给你探班了。没事儿。苏沐雨摇摇头，你去吧，我帮你给小姑说。那我送你回家。苏沐雨点了点头。两人走出餐厅，江宇正要伸手拦车，苏沐雨却直接说，走一下吧，正好吹吹风。江宇点了点头，刚吃饱，正好消消食。而且他现在住的地方距离这里也不算太远。江夏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两人就那样走着，心中很是宁静。啊！突然，苏沐雨轻喊一声，身体失去了平衡。江宇连忙扶住了他。你没事吧？苏沐雨有些委屈地看着他，脚扭了。江宇站起身来，看到旁边正好有椅子，便扶着他坐了上去，然后蹲在地上，慢慢脱下他的鞋子。稍微有点肿，忍着点，我帮你按按。苏沐雨点了点头。当江宇的手碰到自己的冰凉的脚，感受到那温热，他心中蓦然出现一丝异样的感觉。没想到你还会按摩，系统真是个好东西啊，拉满了所有的技能树，是不是很意外？我会的可多了。可是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按，别看凶了。江宇心中怒骂，男人真是戒不掉的瘾啊，但被戳破的他一点也不慌。你想太多了，我是个目不斜视的君子，在感受着手里的滑嫩，这谁顶得住啊？那你能不能轻点？我有点疼。弄疼你了吗？那我轻点。我好多了。现在还不行，再按。哼哼，上一次在学校湖边还骗我，这个人喜欢看胸，还喜欢玩脚。江宇眼中闪过一道不舍，松开了手，又蹲了下来。上来吧，我背你，送你回家。苏沐雨轻轻地靠在江宇的背后。明天我送你去机场。江宇顿了顿，继续往前走。好。第62章，国庆的邀约。从江夏到上京，飞机2个小时出头。一大早，苏沐雨就送江宇到了飞机场，很快便到了上京。走出机场，一个年轻人举着一块醒目的牌子。江宇走了过去，拉开一半的口罩。您好，我就是江宇。年轻人先是看了一眼江宇，随后兴奋道，您好，江宇老师，我叫张海，是杨部长派我来接您的，您叫我小张就行，我可喜欢您了。江宇笑了笑，谢谢，我还没吃饭，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我请客。张海听到这话，眼神先是一亮，随后又暗了下来。不行啊，江老师，领导们都还等着您呢，等忙完工作，我请您。那我们赶紧走吧，别让领导等急了。没过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一下车，江宇直接愣住了，看着那醒目的大字，怎么就到了中视电视台了？中视电视台，那可是所有电视台的老大哥。小张，你确定你没带我走错地方吗？张海摇摇头，领导们都在里面等着呢。江老师，跟我来。江宇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有一天能够走进中视的大楼。跟随张海，两人走到了一个办公室门口。江老师，你进去吧，领导们就在里面。江宇点了点头，敲敲门，进来。里面传来一道声音。江宇应声走进办公室，然后直接就愣住了。办公室中坐着不少人，甚至还有几个穿军装的人，看军衔，江星啊。小江来了，坐吧。杨和笑着说道。哦，领导们好。杨和的声音叫醒了还在懵逼的江宇，问了声好后，慌张地坐在最后一个位置上。杨和见江宇的表现之后，忍不住笑了。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某某军区文工团，这位是人民艺术团团长，也是著名作曲家。经过杨和的介绍，江宇直接懵了，全部都是大佬啊，不是某文工团的领导，就是某艺术团的团长。听着介绍，江宇心中不免疑惑起来，杨部长把自己叫到这种场合做什么？这位就是江宇吧，在江夏就想见你了，可是忙于国庆的事情耽误了，今天总算是见到了。本来我是在负责方阵训练的，可是听到老杨说你今天也要过来，所以专门请了假过来看看你。其中一位穿着军装的大佬友好的跟江宇说起了话。刚才杨部长将所有人都介绍完了，他还记得这位是江夏军区的首长于志伟。那个于将军好。江宇站了起来。不用站起来，坐下说。于志伟笑眯眯地看着他，那天在江夏建军节晚会上听你唱咱当兵的人，把我手下的一群铁血军人都唱哭了。你小子歌写得真不错。江宇有些不好意思，谢谢领导夸奖。原来这段时间火出圈的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小伙子写的呀。此时一位头发半白的中年人笑了起来，满眼都是欣赏地看着江宇。这位便是京都艺术团的团长周文武，虽然名气不大，但也是在娱乐圈也是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周老夸奖了，我那是侥幸写出来的。江宇客气道。不骄不躁，好啊好。周文斌笑眯眯地说着。听说前2天还被国民日报点赞了，
小伙子，真不错，我看着顺眼，比娱乐圈其他那些扭扭捏捏的看着顺眼多了。杨和的眼光不错，说话间还竖起了大拇指。江宇更不好意思了，周老您太过奖了。年轻人可以谦虚，可是过度谦虚那就是骄傲了。你写的歌我都听过，真不错，现在能写出这样歌曲的年轻人可是不多了。杨和终于开口了，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夸了，把年轻人夸骄傲就不好了。说话间眼光落在江宇身上，是不是很好奇我叫你到这里要做什么？江宇点了点头，眼中露出一抹疑惑。杨和笑了笑，今天找你过来有2件事情，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你知道吧？我知道，到时候会有一个国庆联欢晚会，我们给每个娱乐公司都发了任务，让他们提交节目，我们进行筛选。你的各项能力都很不错，所以我推荐了一个名额给你，你也出一个节目。其实在来京城之前，江宇已经猜到了杨部长叫自己来这里要干什么，但他也说了，发给娱乐公司就好，干嘛非要抽调自己到京城呢？江宇挠挠头，杨部长，这事儿您通知一声我把节目发给您不就好了？听到江宇的话，杨和笑了笑，下一瞬又变得无比认真。其实第一件事儿对你来说很简单，我倒不是很担心，难的是第2件事，这也是我一定要叫你过来的原因。江宇愣了一下，杨和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国家作曲编曲的大艺术家，把他们聚到一起的原因就是想写一首新的曲子，配合阅兵仪式。杨和说完之后，江宇直接懵了，脑袋之中宛如一道惊雷炸裂开来，这事儿也太大了，后面说的什么他都没有听清楚。小江，有没有信心完成？杨和将所有事情说完之后，看向江宇，江宇脸上露出一抹苦笑，杨部长，这压力也太大了，我才是个毕业不到2个月的孩子啊，可你也是个天才不是吗？杨和笑了起来，放心，这次主要还是跟这些前辈们学习的，他们需要新鲜的意见，所以我就把你叫过来了。小伙子，这就是一个挑战，别怕。于志伟也开口了，当兵的人写得那么好，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江宇挠挠头，苦笑一声，我试试吧。行，这2天你好好休息一下，后天我们正式开始进入工作了。走出大楼，江宇的脑瓜子还是嗡嗡的，回到已经准备好的房间，拿出手机，第一时间拨通了一个电话。小宇，我可能短时间回不来了。怎么了？电话那边苏沐雨好奇地问道。杨部长让我参加国庆晚会，这件事没什么啊，怎么还回不来了？还有1个多月呢，在江夏准备好节目不是一样的吗？苏沐雨问道。任何大型晚会的节目流程都是这样，怎么可能提前1个多月报到呢？还有一个事儿，杨部长让我参与阅兵仪式的配乐创作。什么？第63章，对不起，你脏了。你没开玩笑。华悦娱乐办公室中，苏林一脸震惊地看着苏沐雨，听到这个让人无比震惊的消息，他一时半会儿没消化下去。应该是真的。苏沐雨脸上也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苏林无比兴奋，这小子也太厉害了，满打满算出道才不过2个月，居然就能参加这么大的事情。他打电话过来说，偶像2年半可能参加不了了，答应的第1名可能拿不到了。嗨，什么？偶像2年半？那是什么东西？跟这个能比吗？苏林毫不在意，这没事儿，我亲自给严明打电话退赛，不就是个选秀综艺吗？江宇还需要参加这种东西？说话间直接掏出手机，喂，老严啊，江宇可能没有办法参加接下来的节目了。对，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这时间问题我还真说不上，短的话也有可能1个星期，最长也有可能1个月。苏林这话倒没说假，因为1个多月之后就是国庆节了，具体什么事情还得保密的。真的？那太好了，要是能保留名额的话就最好了。可以，我们配合发公告。挂掉电话，苏林嘿嘿一笑，搞定。严明居然答应给江宇定下1个名额。苏沐雨嘴角微微一扬，现在的江宇名声早就超过了节目本身，严明自然要留下这个话题度极高的人。这小子也太厉害了，这种资源就算是那些天王想拿都拿不到，但压力会很大。苏沐雨眼中闪过一抹担忧，不知道他能不能顶得住。放心吧，那小子没问题的，你不是最相信他了吗？苏林笑着说道。苏沐雨思考一番，小姑，我记得陈导有打电话约我试戏。是啊，你前2天不是没时间吗？所以我们还在约时间。那就回复他吧，我明天就去上京试戏。听到这话，苏林一脸玩味，想去看江宇就说去看江宇，还去试戏。我是要去上京试戏，有时间的话顺便去看看他。苏沐雨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道。苏林一脸嫌弃，你就继续嘴硬吧。行了，我今天跟陈导联系，顺便帮你跟刘导请几天假，还有帮江宇发公告。这一天，偶像2年半突然发布一则消息，因江宇选手有难以推脱的事情，放弃参加下一季节目的录制，考虑到综合原因，节目组决定保留江宇选手的晋级名额，期待他下一次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而华悦娱乐也在此时发布了一条官博，本公司艺人江宇
因为一些原因暂时离开。偶像2年半，粉丝们不用担心，事情解决之后将会重新返回舞台。节目组一发消息，网络上瞬间炸裂开来。我去，姜予被封杀了？应该不是吧？你们看节目组说保留他的晋级名额，要是封杀了，不会这样说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繁星娱乐？我真不知道楼上这些人的三观到底是什么样的。姜予他都退赛了，但节目还保留他的晋级，这不是对其他选手的不公平吗？就是要退赛就退得干干净净就好，还保留名额，恶心谁呢？楼上2位，你气不气？现在姜予就是厉害到节目组要给他保留名额，好生气，就是没有什么办法。评论区下方2极分化。繁星娱乐大楼，爸，你看到了吗？姜予要暂时离开节目。李江跑了进来。你说什么？李刚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点开电脑网页，发现这条信息就在热搜榜上。这小子搞的什么鬼？不知道，我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李江回答道。李刚端起茶杯，左右思索一番，去联系一下那个叫黎浩的，问问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李江点点头，掏出手机开始询问。挂掉电话。爸，具体情况黎浩也不清楚，只知道那个小子去了京都。去京都？李刚再次思索起来，难道是为了国庆晚会？不会吧，往常这种晚会我们也会收到邀请函，这一次还没有发出来啊，应该不会这么早。李江猜测道，会不会是因为他写不出歌了，所以跑去京都找某个作曲家买歌，结果碰壁，所以才想着拖延时间，暂时退出节目。听到儿子的分析，李刚再次思索一番。你再找人去打听打听，我找严明问问。李江点点头，走出办公室，朝女团练习室走去。此时姜予正坐在房间中，这段时间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更新小说，所以想在这2天之内多抄一点。可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备注的电话拨了进来。姜予没有多想，毕竟这2天他接触的人比较多，难保是哪个工作人员呢，所以直接接通了电话。喂，是姜予吗？是个女的，好熟悉啊。您好，请问哪位？一个非常礼貌的回答，却让对面的人心中一颤。是我，赵依依。晦气。嘟嘟嘟，挂了，他挂了。赵依依直接呆住了，他们只分手了1个多月，他无法接受姜予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转变。但相比起这个，他更无法接受姜予出道这段时间居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如果早知道姜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他绝对不会跟姜予分手的。要知道姜予之前那么爱自己啊。不甘心的他再一次拨通姜予的电话号码，连续被挂了几次之后，终于拨通了。对面传来一道不耐烦的声音：赵依依，你是不是有病啊？一直打电话骚扰我。赵依依强忍着心中的委屈，姜予，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你谁啊？我为啥要跟你好好说话？姜予，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我不怪你。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能见面聊聊吗？我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关系吗？姜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能回到过去吗？电话那边传来3个字：对不起，你脏了。嘟嘟嘟嘟。第64章，诛仙超级加更。再次听到挂断的电话，赵依依呆滞地看了一眼手机，又坐在化妆镜前，看着现在自己在镜子中的模样，发呆了2分钟之后，突然像是发疯一般，将台面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打落在地上。王八蛋，姜予，你就是个王八蛋！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你以前明明很爱我的。你脏了，这3个字的威力太大了，赵依依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3个字，眼泪从眼角滴落。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李江从外面走了进来，看到满地的化妆品，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眼中出现一丝怒火，自己的女人还想着其他的男人，这件事他怎么可能忍受？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赵依依听到门响了，自然知道是谁走了进来，带着一抹怨气看向李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情？告诉你什么事情？李江淡淡的说着。姜予的事情。赵依依，你是在质问我吗？你有没有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赵依依愣了一下，刚才的愤怒让她冲昏了头脑。对不起，李江，我错了，我看到他的成绩比我好，一时冲动。李江温柔地笑了起来，没关系，你们新人谁看到这个成绩心里都会羡慕嫉妒的，我也是怕你录节目受影响，所以才没有告诉你。说话间将赵依依揽入怀中，手也不老实起来，四处捏着。好了好了，别哭了，不就是个姜予吗？放心，你背靠的可是繁星娱乐，我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他也只是运气好了点，写出几首歌。娱乐圈里刚开始很厉害，后面江郎才尽的人我见多了，这不是他今天发微博说暂时退出节目，说不定就是因为江郎才尽了。赵依依低头哽咽，她刚才确实看到了相关的热搜，现在也只能用李江的话来安慰自己，但她心中还是很不甘心。她恨姜予为什么等到跟他分手之后居然会这样优秀，她恨姜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展现出这样的才华。抛开事实不谈，难道姜予就没有一点错吗？
凭什么分手之后，你过得这般顺利？李江眼睛一转，你跟江宇之间还有联系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赵依依摇摇头，不知道。那你回头打电话问问吧，你们毕竟是老同学，公司想跟他开展一些合作，放心，不会亏待你的。赵依依眼神一闪，露出一抹委屈，她心中明白，他是不会接他电话的。这边江宇一脸莫名其妙，这赵依依脑壳有包吧？莫名其妙给自己打电话，分手了就断干净不行吗？浪费时间。江宇继续抄文，可是今天他写的有点多，硬是直接写到了整本书的最高潮。终于到这里了，1个多月。江宇脸上露出一抹笑容，点击发送。一次性更新这么多字，让书友们直接乐坏了。我去，狗作者今天吃了春药了，更新这么多，牛掰牛掰！我去，终于等到青云大战了，这招好帅啊！浩然天地，正气长存，不为诛仙，但斩鬼神，卧槽，也太帅了！今天这一大波更新，让大家直呼过瘾。在前面的时候，各种段评、章评全是作者大大安康，小心身体，不用更新这么多，细水长流这种话。但越看，书友们慢慢发现，事情好像往不对的方向发展了。九幽阴灵，诸天神魔，以我血躯，奉为牺牲。卧槽，这是什么意思啊？评论区直接炸开花了。狗作者，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尼玛呀，这是什么东西？三生七世，永堕阎罗，只为情故，虽死不悔。微博、书评直接炸锅。卧槽，碧瑶居然死了！尼玛的狗作者，你怎么敢呀？不当人是吧？不让人是吧？我是血祈祷，可是碧瑶就这么死了，我实在顶不住。锅巴大大，求求你改一下吧，我不催你更新了，你想啥时候更就啥时候更，只求你改一下。此时，魔都豪华大平层中，王校长刚想去找嫩魔，突然发现诛仙更新了，还更新了这么多。嫩魔突然不想找了，开始看起书来。可是当他看完之后，心中涌出一股愤怒。锅巴这个狗作者，把碧瑶给老子写死了！直接登录猫猫网站，二话不说，直接刷出100万的猫粮，猫粮就是猫猫网站的阅读货币。然后只发了1个字：改。可惜没有回应。狗作者，可恶的狗作者！这货把碧瑶写死，还有脸请假？就是狗作者，出来，给我把碧瑶复活了！底下的所有书友都炸锅了。在这一天，网络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一条热搜：井号碧瑶死了，井号，井号锅巴杀了碧瑶，井号，井号还我碧瑶，井号，井号跪求锅巴复活碧瑶，井号，碧瑶是谁？网络上一群人都在好奇，这个叫碧瑶的女子是谁，还要让人复活她。一群人开始搜索起来，才发现这是一本网络小说。而在此刻，诛仙的数据直接登顶。猫猫读书网大楼总编将樱桃叫到办公室，一脸疑惑：数据部报告，诛仙的后台数据异常，锅巴做了什么？樱桃也是很懵逼，我不知道啊，锅巴平时都是自己更新，想更新多少更新多少，想什么时候更什么时候更，我管不了他啊。我怕派人去查了，一会儿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有黑客，还是别人的故意要搞这本书。没过一会儿，数据部的人将数据送了过来。总编一看，喜笑颜开：樱桃，你这次工作干得不错。猫猫阅读网总编满脸惊喜，这么大流量的网文，这还是第一次。公司决定给你涨20%的工资。听到这话，樱桃高兴起来，谢谢领导，这都是领导栽培的好。樱桃，现在公司决定给锅巴安排一次作家专访，你联系一下他，问问他最近有没有时间。好的，领导，我这就去联系他。樱桃立马回到自己的工位，开始检查起来，这本书到底为什么数据突然猛增。终于他查询出来了原因，天塌了呀，自己涨工资的好心情都没有了，赶忙开始联系作者。樱桃，锅巴大大，你是不是写错了？怎么把碧瑶给写死了？樱桃，要不我帮您撤回来，你这样会失去很多读者的。樱桃，求求你了，锅巴大大，能不能修改一下啊？电脑面前的樱桃眼眶红润，吸溜着鼻子，很明显是刚哭过的。江宇听到企鹅传来声音，看了2眼，笑了笑。火鸡味的锅巴不能。第65章陪同试戏啊！坐在办公室的樱桃开始发疯，但又无可奈何。江宇嘿嘿地笑着，改文？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改文的。一是为了剧情需要，要是改了的话，他也不知道后面该咋写了，这就是最好的剧情。二是开玩笑，在前世的时候，他也因为这本书抓狂过，自己淋过雨，所以想把别人的伞扯了，顺便再泼盆水，不让这群可爱的读者抓狂一下，那怎么对得起自己更新这么多？等一下，差点忘记了，我明天预感要来大姨夫，请假1周。看到这条消息，樱桃气不打一处来，对锅巴这个作者更是又爱又恨，但他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化悲痛与工作。樱桃，锅巴大大，您的书超越第1名，成功登顶了。总编决定给您来一期作家专访，方便对您的书进一步宣传，请问您有时间吗？看到企鹅上的话，江宇立马回答：可能最近没有时间，我现在在京都要参加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休息明天1天，后天就要开始忙了。那明天可以吗？您的书现在数据正好的时候，如果有作家专访，数据肯定会更好。江宇思索一番，反正明天还有1天时间，可以，但我有个要求，不露脸。好的。翌日，京都飞机场，苏沐雨眼眶红润，带着哽咽。苏林看到后立马询问：小祖宗，你这是咋回事？咋就突然哭了？你看着眼眶又红又肿，一会儿要去见陈导呢。小姑，碧瑶死了。苏沐雨一脸委屈。苏林眉头一皱：谁死了？碧瑶是谁？你粉丝吗？不是，就是我看的那本仙侠小说。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叫诛仙吧。苏沐雨点了点头。嗨，那些都是小说里的人物，不一样的。苏沐雨一脸倔强。苏林捂着额头，有些无奈。好，不一样，但我们下午去见陈导，你要不要先给江宇打个电话？好。苏沐雨立马掏出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苏林摇摇头，真是受不了。此时江宇坐在一家饭店中，对面坐着一个长得还算很不错的姑娘，不是江宇的责编樱桃了。您好，您就是锅巴大大，没想到您居然这么年轻。江宇笑了笑，怎么，你们都以为我是老头吗？樱桃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能写出那样的句子，我们都以为你是个老头子。他好帅啊，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帅的作者。等一下，好面熟。樱桃突然拿出手机，随后仿佛先是知道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直接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您是江宇，就是唱歌的那个江宇。江宇嘴角微微一扬，我就是，记得保密。樱桃立马点头。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苏沐雨打来的。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江宇抱歉地说道，随后接通手机。你也来京都了？好，我在某某咖啡厅，有个工作人员找我说点事情。你跟小姑过来吧。挂掉电话，江宇微微一笑，那我们开始吧。没过一会儿，苏沐雨和苏玲来到了咖啡厅，江宇一眼就看到了他们。刚好作家专访也结束了。锅巴大大，那我们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能答应这个专访。那我们下次再见。樱桃一脸满意的收好自己的稿件，还有录音。这一次不仅见到了全网最火的作者，还发现了他居然就是江宇。江宇笑着点点头。樱桃说了一声再见之后便离开了。苏林和苏沐雨走了过来。刚才那是谁？苏林好奇地问道。一个工作人员而已。江宇回答完后看向苏沐雨，嘿嘿一笑，你们怎么也来京都了？是专门来看我的吗？苏沐雨撇撇嘴，忍住没有笑出来。我们这次是来参加陈导的试戏，顺便来看看你。行吧。江宇也不恼，你们约到什么时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约在附近。苏林回答着。江宇笑了笑，我今天还有时间，要不带上我，我还没看过别人试戏呢。你想陪小雨就直说，大男人磨磨唧唧的。苏林一脸嫌弃。嗨，三人一起来到影视城。江宇对这一切都很好奇，他还是第一次进入影视城，到处都是古装建筑，仿佛穿越到了古代一般。在助手的带领下，三人来到了一个影棚中，稀稀落落的坐着2-3个人，众人的中心是一名头戴鸭舌帽，大约60多岁的男人。这位正是华夏最厉害的导演之一，陈国胜。看到三人进来之后，陈国胜热情起身，小雨，你来了。苏总，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跑一趟。至于江宇，他第一看到的时候确实有些惊艳，但在他这里是一副生面孔，倒也没有多问。苏林笑眯眯地说着，陈导邀请，我就算腿断了也得来啊。苏沐雨面带微笑，陈导，能接到您的试戏邀请是我的荣幸，应该的。快坐下说，坐下说。陈国胜笑嘻嘻让几人坐下。其实这一次小雨的戏我很相信，根本不用试，这一次邀请你们过来就是想跟小雨直接签订合同。苏林和苏沐雨一脸讶异，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那就多谢陈导了。苏林反应过来，立马道谢。陈国胜摇摇头，苏总先不用客气，其实我这次找您过来还有别的事情。陈导您客气了，是有什么事情让我帮忙吗？陈导您直接说就行，要是我们能帮上的忙，一定竭尽所能。陈国胜哈哈大笑，苏总不愧是我们圈子里有名的铁娘子啊，我喜欢。其实这次叫你过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之前我听到了一首歌，是你们公司出品的，跟我们这部影片非常契合，所以我想买下这首歌曲的版权，作为我们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原来是这事儿啊。苏林笑了笑，这是小事儿，没问题啊。陈导，不知道您老看上哪首歌曲了？就是那首《向天再借500年》。第66章，第一次使用演技。听到陈国胜说出的歌名，苏林和苏沐雨绷不住了，齐刷刷的朝江宇看了过去。苏林忍不住笑了出来，
苏沐雨也是掩嘴轻笑。两位这是陈国胜有些懵了。苏沐雨开始解释：陈导，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签约歌手江宇。顺着苏沐雨所指的方向，所有人朝江宇看了过去，只看到江宇此时坐得远远的，一脸好奇宝宝的模样。他今天是来跟着苏沐雨来长见识的，没想到突然就被叫到了。一旁的助理一听到江宇2个字，眼神直接亮了起来。真的是你，江宇？所有人都朝他看了过去。你认识他？陈国胜一脸好奇。助理立马点点头，快速走到江宇面前。江宇，我可喜欢你唱的歌了，偶像2年半的每一期节目我都看了，特别喜欢你那首有何不可，没想到今天看到真人了。陈国胜有些尴尬，那个不好意思，人老了，接收信息的有点不太及时。他很出名吗？助理兴奋的点点头，当然了大导，他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天才歌手了，每一首歌都在各大音乐平台榜单上，您心心念念的《向天再借500年》就是他唱的。听到这话，陈国胜眼神一亮，没想到自己心心念念想找的人就在自己面前，赶忙走上前握住了江宇的手。哎呀，没想到这样有气势的一首歌居然是这么年轻的选手唱出来的，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江宇老师你好。江宇也没想到要来长见识的自己居然遇到了这种场面，有些不太好意思。陈导，叫我小江或者小宇就行，您过奖了，我就是那天跟孙涛赌气写的。哈，你赌气写的一首歌却写出了一代君王的气势，真不错。陈国胜一脸欣喜。那我就托大叫你一声小宇，不知道我想买你歌的版权作为我的主题曲，方不方便？当然方便了。江宇点点头，就是这种事情我不懂，不然让苏总跟你谈吧，我可以在这里走走吗？我还是第一次来影视城。苏林笑着走过来，陈导，这件事儿还是跟我们谈吧。哈哈，好，我让人带你去到处转转。陈国胜欣然应允。苏沐雨走上前笑了笑，陈导，还是我带他去转转吧。也好，我跟苏总也聊一下你的合同问题。两人走出摄影棚，江宇简直太好奇了，这影视城着实有点意思。一边是古代建筑，所有人穿的都是古装服饰，再往前走又变成了民国模样，看着宛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的江宇，苏沐雨忍不住笑了出来。有那么好奇吗？江宇点了点头。你们拍戏也太有意思了，那你要不要也学学，到时候也接戏拍拍？江宇有些异动，看到这些场景，他感觉拍戏比唱歌有意思多了。不过学就不用学了，毕竟他的技能树已经被系统拉满了。看着江宇的模样，苏沐雨微微一笑，很自然地拉着他，跟我来。江宇任由苏沐雨拉着走。两人到了一家服装店，里面有很多衣服，各式各样的，古装的、民国的、武侠的。影视城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服装店，方便剧组随时租借衣服。看着满目琳琅的衣服，江宇眼睛都快花了，想试试什么样的？苏沐雨笑着问道。江宇眼珠一转，嘿嘿一笑，你现在拍的戏是演皇后吧？那我就要那一套。顺着江宇的手指，居然是一套黑色的龙袍，很明显是大秦天子的。苏沐雨嫣然一笑，那穿上试试。江宇笑着点了点头，店员将服装拿下来递给他，而苏沐雨则是帮助江宇开始打扮起来。江宇穿好之后，在镜子面前转了一圈，感觉怎么样？打理好的苏沐雨抬起头，看到江宇的妆容，下一瞬就呆住了，这也太惊艳了。身高1.8米，五官端正，大眼睛，2条锋利的剑眉。没听到苏沐雨回答的江宇还以为自己穿上不好看，端起架势，被拉满的演技也爆发出来。刹那间，他的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帝王之气，一袭黑色龙袍显得格外庄严，平静而又深邃的目光仿佛藏很多事情，一举一动都宛如帝王在世一般。苏沐雨不由得有些看痴了。与此同时，陈国胜一脸欣喜，苏总，你可是真会谈价格呀，我这回是真大出血了。苏林笑眯眯地说道，我陈导这么大的导演，不会计较这一点点的。苏总还真是会说话，我让助理安排了晚餐，也不是什么大餐，就是周围一家小饭馆，留下一起吃个便饭，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苏林笑了笑，那我去找一下江宇和苏沐雨，他俩人在服装店玩呢，一起吧，那小饭馆正好就在服装店的方向，找到之后直接去就行。陈国胜回答着。几人一起走出摄影棚，朝服装店走去。到了服装店，正好看到江宇穿着龙袍在那里装模作样。这臭小子，陈导，我去叫他们。苏林笑了笑，正准备去叫他们，可是陈国胜突然喊了一声，直接阻止了他。不要！苏林一下就停住了脚步。陈国胜一脸惊喜地看着江宇，只见江宇摆出一副姿态，朕统6国，天下归一，筑长城以镇9州龙脉，为我大秦，护我社稷。朕以始皇之名在此立誓，朕在当守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万世之基。朕王亦将化身龙魂，佑我华夏永世不衰。此事日月为证，
天地共鉴，仙魔鬼神共听之。原本陈国胜以为江宇只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但他没想到的是，穿上龙袍之后的江宇真的太有味道了。眉宇之间散发作画一种天子威仪，一举一动都彰显出帝王的霸气。什么是帝王？无需多言，就能让人瑟瑟发抖。帝怒则天下惧，帝悦则天下悦，这就是他一直在找的主角啊。第67章小暧昧，还可以。在江宇的追问下，苏沐雨清醒过来，傲娇地回答了一声：“只是还可以啊。”江宇一脸委屈，但随后便恢复过来：“老板，有照相机吗？帮我拍几张照片留念。”“好，好。”服装店老板立马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摄起来。拍好照片，江宇看着照片里的帅气的人，哪里是还可以啊，分明很霸气啊。苏沐雨听着江宇的吐槽，忍不住笑了出来，看向老板：“拍这一组照片要多少钱？”谁知老板摇摇头：“不用给钱。”“真的假的？”江宇一脸惊喜。老板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他：“就是能不能借用你一张照片放在我们店里？”“不可以。”江宇还没有回答，一道声音从旁边传入众人耳中。回头一看，居然是陈国胜说出来的：“兄弟，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定妆照，所以不能放在你店里，不好意思啊。”江宇和苏沐雨听到陈国胜的话，愣住了。定妆照？什么定妆照？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陈国胜就拿起手机直接扫码付款。原来是陈导啊，知道了知道了。服装店老板立马明白了意思，没有再多说。不仅是江宇懵了，苏沐雨一脸好奇地看向苏玲，想从他这里得到答案，但苏玲也是莫名妙。陈国胜转过头，笑眯眯地看着江宇：“小江，我们先吃饭，吃饭的时候再说。”江宇脱掉龙袍，虽然疑惑，但还是点点头，跟了上去。而大家都没看到的是，在角落里有一个人影拿着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没想到退赛的江宇居然来了横店，这是打算要拍戏了吗？发财了发财了！众人来到一个小饭店，这里的环境还真是不错，虽然没有那种高大上的感觉，但贵在安静，没有人打扰。饭桌上，陈国胜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小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当一回演员？你的气质太符合我们拍的戏了，所以我想邀请你尝试一下加入我们剧组演汉天子这个角色。你要是同意，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工。”这下所有人都知道陈国胜的意图了。听到陈国胜的话，江宇更懵了。苏沐雨坐在他旁边，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裤脚，他才反应过来。略微思索一番后，江宇带着抱歉的眼神看向陈国胜：“对不起陈导，我可能没有办法答应你这件事情。”这下给陈国胜旁边的助理还有工作人员整不会了，怎么可能有人拒绝陈导的约戏？江宇老师，要不你先看看剧本，我们再聊聊。陈国胜也是眉头一皱，作为华夏最大的导演，怎么可能会有人拒绝自己？称呼直接改变了，从之前的小江直接变成了江宇老师。眼见对方有些不高兴了，江宇立马解释：“陈导，不是我不答应你，是我最近有一项任务，真不能参与。我已经接受了国庆晚会的邀约了。”原来是这样，陈国胜心中的闷气消了，同时心中还升起一股佩服。没想到这个孩子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国庆晚会，真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登上那个舞台，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可以等你，等国庆之后。这不好吧，会耽误你们进度的。江宇连忙说道。陈国胜笑了笑：“不会，我们先准备其他的工作。苏总，小江国庆之后的行程一定要留给我们啊。”苏玲端起一杯酒：“陈导，放心吧，他之后的行程我给你留着。”江宇也笑了起来：“那就谢谢陈导。”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工作人员打来的，要接他去提前订好的酒店。挂掉电话，江宇有些抱歉地看着众人：“不好意思，我要先离开了。陈导、小雨、小顾，你们接着聊。”“去吧。”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江宇来到了项目组，几位老师已经在等候了。“对不起各位老师，我来晚了。”老师们和蔼地看着他：“不急，我们就是想提前开个小会，提一提思路。那我们开始吧。”跟几位老师见面探讨了一番之后，江宇回到房间，随后拿起手机，里面有几条唯读的消息：“苏沐雨，我回江夏了，今天和各位老师聊得怎么样？”看到苏沐雨的消息，江宇笑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各位老师在热烈的讨论，而江宇则是疯狂地翻着自己的背包，总算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曲子。但他现在在思考要什么时间拿出来比较合适。江宇还不错，几位老师都对我很好，你呢？合同签好了吗？苏沐雨签好了，小姑把你的合同也带回来了。陈导看上去很喜欢你，没想到我的下一部戏要跟你搭档。江宇，嘿嘿，早就想跟你演一段了。苏沐雨，看样子你好像很开心。江宇，那必须的，我这都是大实话。等了2分钟，苏沐雨都没有回复，生气了。江宇心生疑惑，就在此时，信息提示音响起：“我先休息了，今天还有一场夜戏。”苏沐雨主动扯开了话题：“哦，好。”两人结束了对话。
宾馆中，躺在被窝里的苏沐雨呆呆地看着江宇发来的信息，呼出的气息都有些缭乱了，感觉被窝里的空气有些闷，便坐了起来，穿着一身丝质睡衣，走到窗户面前，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心中那种兴奋感才稍稍有些减弱。最近两人交流有些失控，有些热烈。其实两人都有感觉，只是都很有默契，没有去捅破他。女孩天生羞涩的心理让她很难主动去捅破。暗骂一声木头后，又躺回床上，拿起手机，打算看看小说，平心静气一番。打开猫猫阅读，点开诛仙页面，却突然蹦出一个弹窗，图片是一男一女，女的可以看到长什么样子，而男人却被一个卡通头像遮住了模样。独家专访诛仙，作者猫猫网探索火鸡味的锅巴成为仙侠开山鼻祖的心路历程。第68章曝光。其实苏沐雨对这种采访并不感兴趣，可是看到图片的时候，她突然来了兴趣，因为那个图片上的女孩好眼熟啊，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来的？女孩长得有些婴儿肥，看上去很可爱的样子，更关键的是，在她旁边印着一行字幕：诛仙责编樱桃。樱桃，请问锅巴大大，是什么让你构思出了这种仙侠类型的小说呢？锅巴，我们华夏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凡人求仙的故事，所以我就想写这样一种故事。樱桃，现在诛仙故事进行到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阶段，请问你有没有计划去改变故事进程？锅巴，不会改。看着采访，底下的书友一片哀嚎，但看到作者这么坚定，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可也有不少理智读者忍不住发出赞叹，剧情确实让人意难平，但不得不说，作者写得太好了，什么是正，什么是邪，自己背负一生的信念，到后来却被这个信念背叛，这是怎样的痛苦啊！三生七世，永堕阎罗，只为情故，虽死不悔，真哭了。你为什么那么傻？我在那古井口看到的是你啊，这段更虐啊！看完采访内容，苏沐雨终于想起来了，这个叫樱桃的责编，不就是那天自己刚去京都找江宇的时候碰上的那个工作人员吗？为什么江宇会跟他聊天？苏沐雨突然想起什么，打开自己微博，调出火鸡味的锅巴。当初那条江下有什么好吃的？微博还在，还有那家店的回复也还在，自己当初还好奇来的。江宇跟这个火鸡味的锅巴互动很多，但两人在同一家餐厅吃饭，为什么没有任何交集？苏沐雨脑海中慢慢浮现出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猜测。还有一条，就在昨天，诛仙史无前例的爆梗很多章，这与江宇要参与国庆阅兵的时间恰好对上了，一次两次可以用巧合来说，可是这么多巧合，苏沐雨几乎可以肯定江宇就是诛仙的作者。突然的发现让苏沐雨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他歌写得好，小说也写得好，他也太能藏了。不过这家伙居然把书写得这么虐，不知道自己的必要党吗？下回见面一定要让他好看。过了几天，苏沐雨正在拍完戏，正在休息的时候，一道急促的喊叫声传入自己耳中：小雨姐，不好了，你快开门！是他的助理小花。怎么了？苏沐雨打开房门，就看到急切的小花。别着急，慢慢说。小花拿着手机，一脸着急：小江哥出事了。苏沐雨瞪大眼睛，接过手机，一条醒目的热搜正好挂在首页，景浩江宇暂时退赛原因竟然是这个。景浩，照片内容正好是江宇穿着龙袍的照片，而旁边则是自己。之后就是一篇长长的小作文。之前江宇说要退赛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本来以为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想到居然是到横店演戏，苏沐雨就在旁边，应该是他介绍的。原本以为江宇会专注于唱歌，可没想到突然跑去演戏。现在的这些大明星刚出道就要开始忙着利用自己的流量变现吗？说实话，我很失望。之前江宇暂时离开舞台的时候，网友们本来就很烦躁，而这篇小作文的出现直接点燃了网友们所有的情绪。我去，没想到江宇居然是这样的人，粉转黑了，这事儿办得太不地道了。什么人啊，稍微有点名气就要开始割韭菜了。苏沐雨，不带这样的，就算江宇签约了你的公司，起码也要让他把这个节目参加完再去干别的吧。现在利用特权留下了参赛名额，自己跑去拍戏，这样真的合适吗？这苏沐雨该不会是喜欢江宇吧？这样给他争取资源，原本还以为是个高冷女神，没想到是个倒追女，恶心，就那么下贱。楼上的，你说什么呢？我们家苏沐雨才不会去追一个这样的男人呢。繁星娱乐，李刚看到消息之后，心情立马舒爽起来，看向一旁的工作人员：江宇，这是你自己找死，去给我在这把火上添点油。江宇去拍戏，该不会是因为自己写不出歌了，所以才想趁刚火的机会开始圈钱吧？说的有道理啊，不然他为什么要突然退赛呢？该不会是写不出歌了？肯定是这样。一时间，景浩江宇江郎才尽，景浩江宇着急变现名气，景浩，这样的热搜齐刷刷的涌了上来，热度正在持续发酵。而此时，江宇正在跟前辈们开会探讨阅兵歌曲的事情，大家不断争吵着词曲该如何编撰。要知道，
这里可都是大佬级别的人物，谁都不服谁。王先军，京都艺术院院长，著名词曲家，他还有一个身份，华语乐坛音乐协会主席。各位，先不要争吵了，我现在提一条线，如果有谁要反对，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何？可以，那就由王老先提意见吧。其他人纷纷点头同意。阅兵仪式的歌曲，首先要展现军人的气质，更要突出军人的精神，这一点你们不反对吧？王老，您说的没错，但这样的词曲难度很大，勉强写出来效果反而不好。我觉得就按照以往那种军民一家亲的形式更好。魔都艺术团团长发话了，可这是阅兵仪式啊，展现的就是这些，用这种形式的音乐太不相符了。一名穿着军装的人发话了，我还是同意王老的话。此人是军区文工团的团长赵礼。大家再次陷入争吵当中。王老叹了一口气，突然看向在一旁默不作声，在电脑上琢磨事情的江宇。小江，哎，王老您说。江宇停下了手指。你写出过，咱当兵的人这种品质的歌曲，又年轻，脑子应该比我们这群老古董好使一些，要不说说你的意见？所有人听到后停止了争吵，全部朝江宇看了过去。江宇看到众位大佬的眼神，笑了笑。各位前辈，其实这2天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旋律，而且还把它做了出来，要不各位听听看效果，看看哪里有问题，我们再一起商量商量。王老有些讶异地看着这个小伙子，之前杨和把他带进来的时候，他碍于杨和的面子没有说什么话，没想到这小伙子居然还是个实干派，在大家争吵的时候，他已经把曲子都做出来了。好，那我们就听听你写了一首什么样的曲子。第69章阅兵战歌。江宇在电脑上拨弄了几下，前奏起来就让在座的所有人头皮一紧。小鼓、大鼓、长号、小号，各种各样的乐器交织在一起，好宏大的曲目，声音越来越高，所有人的眼神都亮了。而在这时，江宇突然开口了：向前方，我们的血气方刚，斩锋芒，震虎狼。向前方，我们的步伐铿锵，风雨里我挺起胸膛。向前方，我们的热血滚烫，将使命责任扛在肩上。向前方，铁流滚滚向前方，乘风破浪，威震八方，势不可当。死！听到江宇的歌声，王先军头皮都有些发麻了，其他人的脸上也露出一抹惊喜的表情，全部坐直了身体，闭上眼睛，开始好好的听起这首歌。我们点亮和平的曙光，我们守卫人民的安康，我们豪气万丈，纵横驰骋疆场，让我们再塑新的辉煌。歌曲进入副歌部分，大家的眼神越来越亮，看向江宇的中已是掩盖不住的欣赏之色。之前有些人对江宇其实心中有一些看不起的，毕竟这么年轻，就算写出几首好歌又怎么样？在这里谁没有几首精品作品？可是这首歌一出现，他们的态度改变了。有才华有实力的人在哪里都能得到尊重。看大地，战神屠蕊在怒放；看战士，双手紧握住钢枪；看人民聚堆筑牢铁壁和铜墙，用胜利续写新荣光。歌曲放到这里，江宇主动切断了音频。这首歌差不多就是这样，各位前辈有什么意见吗？足足过了几秒钟，众人才从歌曲的震撼中清醒过来。节奏没有一点拖沓，歌词听着提气。好歌，这首歌太好了。没错，太合适了，这是最适合的歌曲。这些都是音乐界的大拿，眼光可是不低。对于那些当红歌手，他们连看都看不上眼。之前他们对江宇的词曲并不期待，当红歌手哪一个是好好唱歌的？只是碍于杨和还有于志伟的面子，他们两人那样夸赞江宇，所以想给年轻人一个展现的机会，到时候指出他的问题也就罢了，也好修正一下现在所谓的当红歌手。可是这首歌一出，给众位大佬直接镇住了。旋律铿锵有力，展现出了军人的气质。没错，更展现出了军人的精神。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品质的歌曲了。王先军一脸激动：小江厉害，我在网上查过你的资料，人家说你是天才歌手，我还不信，真应该让那些所谓的明星好好学习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歌手。各位，那我们就决定了。好，就用这首。没问题，我同意。江宇笑了起来。那就谢谢各位老师，那我把曲谱还有歌词发给众位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让我们能这么早就完成任务。王先军笑眯眯地说道。接下来就是全力把这首歌做出来。对了，这首歌有名字吗？叫什么？你有没有想好？江宇微微颔首，眼神坚定。想好了，就叫《钢铁洪流进行曲》。钢铁洪流，所有人眼神泛起亮光。决定了，就叫它《钢铁洪流进行曲》。王先军一脸激动，当即拍板，随后拿出手机。领导，曲子已经出来了。不是我们写的，是一个叫江宇的年轻人写出来的。这个小伙子太厉害了。听到这话，江宇上前一步。王老，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但文工团赵礼直接拉住了他，一脸和蔼的笑着。小江，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我们这一群老家伙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王先军还在打电话。对，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好嘞好嘞，我们加快速度，
把音乐做出来。挂掉电话之后，看着江宇，好啊，好，华语乐坛后继有人，小伙子，你要加油，继续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们，我们这群老家伙都是你的后盾。江宇看着诸位前辈，心中佩服之意油然而起，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前辈。此时，华乐娱乐，苏林还在紧急公关中，因为一个狗仔的关系，江宇此时在网上的声讨很大，还有人在幕后有意的搞推手。更关键的是，从爆料到现在已经几天了，江宇始终没有任何澄清的消息发出，这就让本来戾气就很大的网友更加暴躁。此时，华乐娱乐，狗仔真该死啊！办公室中，苏林看着网上的公告，一脸怒气的谩骂一声。网上现在依然是骂声一片。江宇，做人要有德，这样无德的艺人，还是滚出娱乐圈吧。没错，有点名气，就开始想着割韭菜了。去死吧！说到底，是不是因为你写不出新歌，所以才转战别拍戏的？这就江郎才尽了。现在的网友就是这样，不懂任何事实就开始随意的开喷。快，把公司的水军全部安排上。办公室中，苏林一脸怒气，安排着下一步的动作。小郭，小雨，你怎么回来了？苏林听到喊声后，抬头一看，是苏沐雨。事情怎么样了？苏沐雨没有回答苏林的问题，直接开口询问。现在网络上有人故意在带节奏，对江宇的影响非常大。苏林皱着眉头。苏沐雨看着小姑着急的样子，我已经给陈导打电话了，他愿意帮江宇做出澄清。对啊，苏林一拍脑门，差点都把陈导给忘记了，下次见面再感谢他吧，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苏沐雨摇摇头，这样还不够，舆论的消息没有那么容易下去，那怎么办？苏沐雨笑了笑，没关系，我准备发布微博澄清。这不行！听到这话，苏林立马反驳，这件事本来已经牵扯到你了，现在这样你会惹上更大的麻烦。这件事本来就牵扯到了苏沐雨，狗仔拍张照的时候把苏沐雨也拍了进去，若是苏沐雨现在发声，一定会更加惹火上身。苏沐雨当然知道如果自己发声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不在乎，脸上带着一抹倔强，没关系，我已经想好了，对我来说无所谓的，但是别人这样看他，我不高兴。苏林一时语怔，他何时见过自家的侄女露出这副模样，只能暗叹一口气，那个臭小子真是好运气啊，居然能引得自家天之娇女这般模样。傻姑娘，我不值得你这样的。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入众人耳中。江宇，第70章。傻姑娘。得到老师们的肯定，江宇便把所有的东西发给了老师们。王先军直接说，臭小子，写出这么好的曲子，这2天肯定累坏了吧，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这群老家伙。江宇本来委婉拒绝，想要跟老师们一起制作的，其实他就是拿出背包里的库存，没有太累，但被老师们极力劝阻，说他已经把最难的东西都处理完了，剩下的交给他们，要不他们基本就算白来一趟了。可江宇知道，这些老师是心疼自己，想让自己回来休息。老师们，我没问题的。就在这时，王先军笑眯眯地看着他问道，先别急，你还有的独唱呢，歌写好了吗？这话把江宇问住了。国庆他自己的歌还没有选好，背包里的歌曲很多，他选择困难症上来了，得好好考虑一下唱什么歌曲。于是也就不再争辩，第一时间就买了回江夏的机票。原本想着第一时间回公司报道一声，可是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苏沐雨的助理小朱，得知了这件事情，更是知道苏沐雨想做什么，所以直接跑了上来，刚好听到了苏沐雨和苏林商量的事情。江宇，你怎么回来了？苏林喊了一声。苏沐雨慢慢转过身，看到那张熟悉的脸，笑了起来。江宇没有回答苏林，只是看着苏沐雨，面带微笑，我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事情办完了吗？办完了，词曲已经写好了，剩下的那些老师说交给他们。苏沐雨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小姑，跟严导联系一下吧，下一期的节目我可以参加。江宇转过身看向苏林，还有，今天我用一下音乐间，我要制作下一次参赛的歌曲。哦，好。苏林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江宇又转过来看着苏沐雨，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吧。好。江宇嘴角微微一扬，直接走进了音乐制作间。可是谁没有注意到，角落里一道憎恨的目光一直盯着他。下班之后，一道身影悄悄地跑进音乐制作间。你说什么？江宇回来了。繁星娱乐中，李刚大喊一声。李江点点头，对，那个黎浩过来了，通知我们，江宇昨天回来的，而且已经准备好曲子参加下一期的节目了。李刚眉头一皱，没想到江宇这么快就回来了。爸，您先别着急。李江微微一笑，那个黎浩还带来了一份大礼。什么大礼？李江扭头看向工作人员，去，把黎浩带上来。没过一会儿，黎浩走了上来，李董。李刚转过身来，面带微笑地看着他，听说你有份大礼要送给我。黎浩惨笑着，我拿到了江宇下一期要参赛的歌曲，
刚写的。你说什么？李刚瞪大眼睛，快给我，让我看看。但黎浩摇摇头，他没有这么笨，一开始把自己的底牌交出来，那才是蠢货。李董，这么大的一份礼，让我直接拿出来，这……站在一旁的李江怒了，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敢给我爸提条件？哎，李江怎么跟别人说话呢？李刚直接拦住了，随后笑眯眯地看着他，我儿子说话冲，你别介意，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黎浩眼中充满火热，至少给我 A 级签约，帮我付违约金，还有我要资源，要你们安排我上大火的节目，这些全部都写在合同里，这样我才会把歌曲交给你们。不可能！李江怒吼一声。李刚眉头微微一挑，可以，没问题。李江，找法务的人拟定合同。爸，快去！李江只能不情愿地走出办公室。过了好一会儿，拿着合同走了上来，递给了黎浩。黎浩一脸兴奋地接过合同，仔细地看起来。这个签约时间有点长了，最多2年1签。黎浩看完合同之后，立马提出问题：我劝你不要太过分。李江直接指着他的鼻子 ：A 级签约，那最少是5年起签，公司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不在你身上把钱赚回来，那亏掉的至少也是100万起步。没问题。身为董事长的李刚自然也是知道这个问题，可是他居然直接答应了。找法务重新拟定合同。过了好一会儿，新的合同终于出来了。黎浩检查过后一脸满意。看到黎浩的表情，李刚适时地说了一句：欢迎加入我们繁星娱乐。李董，谢谢，之后我会好好工作的。说话时从自己口袋中拿出一张纸递给了李刚。李刚立马查看起来，可是看到后眉头微微一皱，只有歌词吗？曲子他做好之后就拿走了，歌词是我在垃圾桶里翻出来他的草稿纸。好吧，那你可以出去了，我还有事情要忙。黎浩点点头，满脸欣喜的拿着自己的合同。那我就不打扰李董了。等到黎浩离开后，李江立马指着他离开的方向，一脸怒气：爸，那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废物而已，难道真的要用这么好的条件签下他？李刚淡定的看着稿纸，我们不是拿到了江宇的歌词吗？别说，江宇确实有2把刷子，这歌词写的还真不错，去找2个最好的编曲人，按照这个歌词编曲。看到自己父亲没有任何反应，李江更难受了。爸，我在跟你讲那个孙子的事情。李刚抬起头，我是你父亲，繁星娱乐是我一手创办的，你当你爸是蠢的吗？那为什么？留个后手而已，万一华悦娱乐要追究歌曲被偷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推在他身上，若是事情不大，那他在我们公司弄他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听完这话，李江眼神一亮，我知道了爸，那我去找编曲人。编好曲子之后交给许坤，下一期节目他有开场歌曲。明白了。3天过后，偶像2年半又要开始录制了，而江宇在这一天又来到了已经订好的酒店。第71章江宇归来。大门口所有选手都在集结，看到江宇过来，所有人都瞪大眼睛。这2天网络上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一般来说艺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躲一段时间，等待网络上的消息平息。万万没想到江宇居然回来参加节目了。宇哥，你来了。刘斌见到江宇立马跑了过来，最近网上都是你的消息，没事吧？郭强也跑了过来，虽然没有说话，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担心。江宇心头闪过一丝温暖，在娱乐圈这样真挚的感情已经不多了。放心，我没事。郭强拍了拍江宇的肩膀，没事就好。江宇，你居然真的回来了。就在这时，一个听上去非常讨厌的声音传入几人耳中，回头一看，不是王林凯还有谁？只见他带着一抹轻笑，还要恭喜你，这2天到处都是你的新闻呢，热度直接拉满，让人好羡慕。江宇面无表情转了回来，同时嘴里蹦出2个字：傻逼。然后笑眯眯看着郭强和刘斌，走，我们吃饭去。身后王林凯一脸怒火地看着他的背影，又是这2个字。江宇，你别得意，这期节目就是你身败名裂的一期。江宇停下脚步，转过身，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你什么意思？刘斌立马问道。没什么意思。王林凯嚣张一笑，看着江宇，我等着看你坠入深渊。说完便直接离开了。不是，这人脑子有病吧？好中二啊，他什么意思啊？刘斌一脸好奇。江宇摇摇头，不用理会他，我们去吃饭。宇哥，现在吃不了饭，是选手集结的时候，一会儿导演就来了，你还是注意一点吧。就在这时，郭强走上前搭住了江宇的胳膊，严肃地说着。江宇停下脚步，看着郭强，他在娱乐圈混的时间长，对于这些东西不说精通，但比起江宇来说要好上不少。现在他都这样说，难道繁星娱乐又要搞什么幺蛾子？他既然敢这样说，就说明这一次的录制他们一定会对你动手。郭强一脸认真。江宇思考一番，点了点头，谢谢强哥，我会注意的。就在这时，严明走了进来，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江宇。江宇注意到了严明的眼神，
对着他笑了笑。而严明看着江宇的眼神中则是有些复杂，饶是昨天苏玲已经告诉他江宇要回来参加节目，但此刻看到他，心里还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规则跟之前一样，但让江宇惊讶的是，这一期节目跟以往不同，这一次居然是现场直播。江宇虽然有些意外，但对他来说倒也无所谓。过了一天，终于要开始录制节目了。这一期节目的关注度非常高，除了是现场直播的原因，就是因为江宇回归了。一开始直播，弹幕就纷纷开始刷起来。听说江宇回归了，操，这人怎么还没退圈？节目组在干什么？从哪里买的新歌又回来了？还是割韭菜不成功被剧组开除了？这种无才无德的人，滚出娱乐圈！没错，这样的人建议直接封杀。不仅弹幕上刷的全是这些，在台下的观众更是如此。别的歌手照片出现，掌声不断，但轮到江宇之后，掌声乏乏，还夹杂着不少嘘声。终于，导师们上台了，宋长英、陈彤、苏沐雨一个个开始登台，而许坤是最后一个登台的，因为今天他有开场表演。许坤登台，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选手区的江宇，露出一抹嘲讽加挑衅的目光。江宇还一个不屑的眼神。音乐响了起来，可是当许坤唱出第一句歌词，江宇脸色变了，变得无比难堪。现在的他才知道，之前王林凯为什么那样说。苏沐雨也是面色一冷，这首歌江宇刚回来那天在音乐制作间唱给他听过，虽然曲子不一样，但是歌词却一模一样。第一反应，公司里出现了叛徒。苏沐雨当即拿出手机发了一条微信：小姑，出事儿了，江宇的新歌被偷了，公司里面应该有内鬼。你说什么？而许坤还在台上唱着，弹幕不停地飘着：乖乖，这是我们家哥哥的新歌吗？好好听啊，哥哥出新歌了，顶顶顶，好听，直接华语乐坛之光。台下的观众也在不停地尖叫着，欢呼着，整个场子炸裂开来。哥哥好帅啊，新歌太顶了，好听，好有力的歌词啊，赞赞赞，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歌曲，这就是哥哥对那些小黑子的呐喊。哥哥冲冲冲 fighting。 选手等候区，各位选手们也忍不住发出赞叹，这首歌太棒了，不愧是许坤啊，竟然能写出这样的歌曲。就连郭强和刘冰也忍不住发出赞叹，这许坤还是有点实力的，这歌写的也太好了。对啊，超出我2个层次。王林凯一直注意着江宇这边，听到刘冰和郭强的话，忍不住笑了出来。江宇，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江宇沉着脸色，你们公司好像很喜欢干这种阴招啊，很熟练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不过我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就开心。王林凯脸上止不住的笑意。刘冰和郭强注意到了江宇阴沉的脸色，赶忙问道：宇哥，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江宇慢慢呼出一口气，这首歌是我写的，准备参加这次比赛用的。你说什么？两人直接愣住了。请大家支持我的新歌呀！台上许坤的表演总算结束了，他带着一抹笑容跟观众朋友们互动起来。必须支持哥哥，哥哥最棒最厉害，天下第一。听着台下观众的喝彩，许坤嘴角微微一扬，看向其他3位导师：几位老师觉得我新歌怎么样？宋长英点了点头，这首歌很不错，我很喜欢。陈彤也点了点头，笑眯眯地看着他，很棒，超级厉害。许坤满意的点点头。那么苏沐雨老师呢？觉得这首歌好听吗？很好听的歌，我很喜欢。苏沐雨一脸寒意。但是这首歌真的是你写的吗？第72章，一首浮夸震全场。话音一出，宋长英和陈彤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而许坤脸上则是变得有些不太自然。当然是我写的，特地为了今天的开场写的。是吗？苏沐雨眼神冰冷。许坤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微微一笑，我抛砖了，现在就请各位选手隐喻吧。主持人走上台，因为上一期节目江宇没有参加，今天的第一个登台的便是江宇。江宇，我说了，我等你堕入深渊。王林凯越发嚣张了。江宇还没有说话，刘冰直接站了起来，捏着拳头：王林凯，你非要犯贱是吧？但被江宇拦住了，不用理他。宇哥，你……听到台上主持人念出江宇的名字，刘冰一脸担心。郭强也站了起来：不行，咱们就不参赛了，我跟你一起退赛，不受这个鸟气。放心吧，我没事。江宇笑了笑，朝选手通道走去。路过一脸嚣张的王林凯后，斜了一眼：傻逼。不等他说话，直接朝台上走去，留王林凯一人在那里生气。江宇走上台，台下观众一片嘘声：下去吧，江宇，滚出娱乐圈。黑幕，江宇没有参赛，都有名额，有才无德，封杀他。但他丝毫没有在意，反而一脸笑意地看着许坤。在唱歌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许坤老师。许坤看着江宇的笑脸，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是有些心虚。但他很快整理好了心情。不知道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刚才你唱的那首歌真的是你写的吗？江宇玩味地看着他。许坤心中一颤，李刚把这首歌给自己的时候，很明显是一张草稿纸，这足以说明这首歌是刚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的痕迹。不错，是我写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听到这话，一旁的苏沐雨脸色更加冰冷了。江宇投过去一个放心，一切有我的眼神。没什么想说的，就是觉得许坤老师这首歌可能唱错了，曲子和歌词总感觉有些不符，我这边有另外一个版本，还请各位老师品鉴。一听到这话，台下的观众又炸了。你说谁的歌唱错了？什么东西？敢点评我家哥哥的新歌？果然，之前网络上江宇跟孙涛的骂战，我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江宇果然是一个不尊重前辈的人，人品太差了。你竟然敢跟哥哥这样说话，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滚出娱乐圈！你当全世界只有你能写出好歌吗？你以为就你了不起？封杀他！现场居然这般恶劣。其他两个导师选择了闭嘴，他们不是不想帮江宇说话，而是有些身不由己。两人的公司在来之前已经警告过自己。苏沐雨一脸心疼地看着台上那道身影，这个圈子不好的一面在他面前完全展开。哥被抢这样的打击，不知道他能不能抗得住。然而江宇完全没有理会台下人的倒彩，双手扶着话筒，没有理会任何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气势，硬是逼得场内的倒彩声安静下来。导播间中，500万了，还在增加，600万了，1000万了，现在有1000万人正在看直播。助理一脸欣喜，严明则是满脸复杂。没想到直到现在，江宇的人气都是第一名，虽然骂他的居多，他打心底里可怜这个男孩，明明那么有才华，却马上要被这世间最污秽的东西打倒。伴奏声终于响起了，学过音乐的都能听出，这是电吉他与贝斯一起发出的声音。前奏的张力也太强了。前奏结束后，江宇终于开嗓了。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由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平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台下观众听到这首歌都愣了一下，怎么歌词跟许坤唱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他是粤语唱出来的。而且为什么感觉这首曲子相比起许坤唱的曲子跟歌词更加相配？宋长英和陈彤两人互相对视一眼，他俩都是娱乐圈中的老人了，莹莹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不由得朝许坤看了过去。许坤的脸色慢慢变白，看江宇的眼神也越来越心虚，心中也突然出现一个想法，原来这首歌的曲子是这样的。后台的严明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微笑。之前李刚给他打过电话，这一期节目让他现场直播，被自己拒绝后，直接找到了台领导，给自己施压，一定要现场直播。之前自己还很疑惑到底是为什么，现在他也明白了。李刚啊，李刚这个人真是个蠢畜，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像突然的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这最闪的山伴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带。这几句歌词配合这首曲子，让所有人头皮都有些发麻。现在江宇的处境不就是这般吗？但他竟然这么洒脱，有人拍照他就插着口袋让你拍。而观众们更惊讶于江宇唱功，妈呀，他怎么什么风格的歌都能唱得这么好？虽然我现在不喜欢江宇了，但不得不承认，他之前唱的你还有向天再借500年，我真的喜欢听，这倒是实话。但是他的人品着实有些差劲。路人，这人歌唱的不错呀，怎么弹幕上全是在骂他的？这首歌起码让我黑转路人了，不喜欢江宇，只喜欢听歌。弹幕疯狂滚动，而江宇的歌声还在继续。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4木头4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之放大来演吧。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颂沉默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上半段唱完，场馆中原本的倒彩开始变成了热烈的掌声。第73章惊天大瓜。就算这段时间一直在黑江宇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江宇确实厉害。这首曲子配合这歌词绝了。而直播平台的数据也在不停的刷新记录。选手等待区，所有的选手都愣住了，怔怔地看着台上那个闪耀的身影。没想到江宇被骂得这么惨，但依然能够把握住整个舞台，仿佛他天生就属于那个舞台一样。此时王林凯眼神有些呆滞，不可能，怎么可能会这样？在他心中，江宇已经马上要跌落深渊了，可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跳了出来。而郭强和刘斌则是在一旁疯狂嘲讽，可是看王林凯的样子，已经是听不到了。浪费口水，两人停止了阴阳怪气，心思又回归到节目上。宇哥也太牛逼了！刘斌一脸兴奋，郭强满脸佩服的点着头，认真的看着舞台上那道闪耀的身影。台上，江宇的眼神无比凌厉的盯着许坤，幸运儿并不多，若然违挡过，就知我为何。用10倍苦心做突出一个，正常人够复议论性吗？你叫我做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再次重复了一遍副歌部分。
终于来到了这整首歌最疯狂的位置。江宇直接拿下话筒，双手握住，微微弯腰，身体慢慢弯了下来，让自己的气息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凝视我，别再只看天花。已经提高到最大程度的声音在场内回荡着，镜头慢慢拉近，他额头上、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我飞你杯茶，也可尽情的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生杀。到这里的时候，江宇收了一口气，用尽自己最大的力气，声音也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啊！他尽了全身的力气，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发挥着自己的不满，声音响彻全场。场内的观众不由自主地因为这声声嘶力竭的吼叫声感染，爆发出自己最热烈的掌声，气氛直接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程度。弹幕瞬间飘满整个屏幕。卧槽，我头皮发麻了，这就是江宇的实力吗？回来了，谁说江宇江郎才尽的？什么叫做牛逼？全程高能啊！那一声嘶吼，这种唱功谁能比？就算他唱歌好听又怎么了？这也不能掩盖他没有参赛却有名额的事实。就是玩黑幕还有脸唱歌？不管怎么说，我就喜欢江宇，一首歌能炸成这样，太绝了！楼上脑残粉花了多少钱？我也想挣这个钱，给个路子！粉丝跟黑子开始吵了起来，一时间网络上风起云涌。就在这时，不知道是哪位黑子突然说了一句：江宇原创不是很厉害吗？那为什么他要用许坤的歌曲？这还不是江郎才尽？粉丝们瞬间哑火了。其实这也是他们心中的疑惑，为什么江宇突然要用别人的歌词，还用的是许坤的？众人开始在弹幕上询问起来。然而下一秒，江宇给他们解释了心中的疑惑。台上，江宇唱完歌曲，擦了一下额角的汗珠，朝4位导师的方向看了过去。宋长英跟陈彤很有默契的没有提前说话。江宇看着许坤：许老师，这首歌怎么唱？学会了吗？听到这个问题，许坤面色变得无比难堪。这是现场直播，所有人都听到了江宇的歌曲。一道道问号飘过屏幕，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在嘲讽哥哥的新歌唱的没他好吗？恶心！就算你唱的再怎么厉害，歌词也是我们家哥哥的。脑残粉真的太吓人了，很明显这是有隐情的，能不能带脑子出来说话？你说什么呢？有什么隐情？不是我们家哥哥先唱出来的吗？就是。台上，许坤面色难看的看着江宇。江宇，你想说什么？江宇摇摇头，我没有什么想说的，我想说的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学会怎么唱这首歌了吗？这我倒要问问你了，为什么你不通过我的同意就擅自改编我的歌曲？你这是侵权，你知道吗？我可以直接告你。许坤咬牙切齿地看着江宇，就算你唱的再好又能怎样？这首歌词的是我唱的，而且之前已经报备了，到时候通过版权就是他的。江宇的行为属于侵权。侵权？江宇忍不住笑了起来，先是很小声，之后大笑，然后又是狂笑，而众人被他这道笑声直接答懵了。许坤一脸愕然，随后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你笑什么？江宇笑罢之后，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折叠的纸，上面清楚地写着几个大字：版权注册书。之前系统在帮自己拉满所有技能树还有物品奖励的时候，已经将所有的作品注册了版权。有人偷自己的歌，那就是找死。我笑你说我侵权，我自己侵犯我自己的权利吗？这首歌是我在2个月前就写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就注册了版权，到时我要追究你们未经授权就擅自改写我的歌曲。江宇眼神无比凌厉。还有，我想问你，我这歌词只有我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许坤，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不可能，这不可能！许坤脸色煞白，他万万没想到江宇居然注册版权，还是那么早就注册了。台下的吃瓜群众听到这个消息，直接闹妈了。我去，好大一个瓜啊！这么说，不是江宇用了许坤的歌词，而是许坤偷了江宇的歌词，还说这首歌是自己的，这也太不要脸了吧！今天大瓜呀，这节目看得也太刺激了吧！许坤，给出解释，你为什么能拿到江宇写的歌词？你是怎么拿到的？面对台下所有人的质问，许坤面色惨白，我刚才说的是词是公司给我的，这首歌的曲子是我写出来的，现在为了自保，他也只能把这件事推到公司身上。卧槽，这就改口了，继续嘴硬啊！原来是这样，你们没听到吗？哥哥没说歌词是他写的，说曲子是他写的，不就一时口误吗？哥哥没事儿，我们永远支持你。脑残粉真恶心！面对这么多人的指责，许坤没有办法反驳，心底暗自后悔，早知道就不答应公司的请求了。江宇嘴角微微一扬，刚才我已经报警了，这件事就交给警察叔叔去处理吧，我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答案。歌词你们拿了，曲子也不辛苦你们做了，我就用这首曲子再送你一首歌吧。严导，可以吗？第74章，坤夸。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愣住了。江宇的话很明显又要搞事情了。后台工作人员一脸尴尬地看着旁边的导演严明，严导，我们怎么办？严明满脸笑意，
江宇今天的表现太过于夸张了，而许坤在今天之后在节目中也待不下去了。现在江宇基本承包了节目90%的热度，自己不如就给他一个面子，让他出出气，就算是给他的补偿吧。浮夸的音乐再次响了起来，所有观众都愣住了。偶像2年半已经举行了3季，一个歌手在舞台上直接唱2首歌的情况就没有过，没想到江宇居然要连续唱2次歌，而且现在放的旋律跟刚才的浮夸一模一样。江宇他到底要干什么？等会儿，刚才江宇说这首歌是要送给许坤的，有人问我，我就会讲，哥哥他姓许，18年偶像赛 C 位出道，中分和背带。我的坤坤犹像是神，让我崇拜，黑子你们学不来，人潮内一眼就能认出你的风采。坤坤却搞出意外，像突然的哎呦，真爱坤们也会轻轻的和这最黑的山扮10分的 man。 有人来看门，要记住走开。噗嗤，江宇唱到这里的时候，所有观众从愣神中开始忍不住笑了出来。哈哈哈，江宇，你唱的是什么歌？味儿好浓啊！忍不住了，他太搞了，这首歌拿不了太高的分，但也不至于太低，所以我给他打中分。好牛啊，每一个点都有迹可循。哈哈哈，像突然的哎呦，笑死我了。导师台，许坤的脸一下就黑了。江宇太损了，把他所有黑料全都唱了出来，当面暴击。没有你这么欺负人的。选手等待区，郭强和刘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宇哥太牛了，当着你的面对的你没话说，这词这区绝对是精品啊。而一旁的王林凯脸色煞白，嘴唇微微颤抖，他没想到江宇这个人胆子会这么大，这可是现场直播呀，他怎么敢的？你不是说宇哥会跌落深渊吗？现在跌落深渊的是哪个？刘冰注意到了王林凯苍白的脸色，立马开始嘲讽起来。但王林凯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话能说出口。郭强一脸不屑，真是个小丑。而江宇还在继续，你当我是坤夸吧？夸张音哥哥很怕。中分头打篮球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律师函给你吧。真爱粉怎去黑他？世上还赞颂坤坤吗？快要爆炸。这么有礼貌，让我夸黑的是你吗？不同于之前的浮夸，那般感情真挚，唱功惊人。这首坤夸可谓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忍不住了，江宇是我一辈子的偶像，把这么多梗玩在一起，他真的好勇啊。江宇，你怎么能这样？快给哥哥道歉，不道歉子杀了。你是不是香津煎鱼？你是不是香翅捞饭？江宇，你这样会毁了哥哥的一生。行了行了，你有本事过去揍他。还哥哥呢？你们家哥哥已经没了。江宇丝毫没有在意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带着一抹玩味的笑容继续纵情歌唱。